我本是一名下乡知青，为了回城抛弃虽最后成为国之院士，但直到我生命的终点，妻女永远是我一生的痛。苦老，上面让我问一下，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到云山县的八宝粮大队，和我的妻儿埋在一起。老婆孩子，我来找你们了。这不是我40多年前下乡插队时住的那间土坯房吗？怎么这么傻？他都不要你了，你咋还为他着想？小薇我就想不明白了，辛苦的给你喂了什么迷魂汤？他说让你离婚你就离，你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娃娃，离了婚还能嫁给谁？你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也为孩子想想。哥，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这个回城的机会，他已经等了足足5年。我要是不放手让他回去的话，他会恨我一辈子。他敢？辛苦的忘了他这些年是靠谁吃饱饭的吗？要是敢不要你，我要他好看。对，他要是敢让你受委屈，有他好看的。到了外面，1女3男，女人则是一直哭泣。至于那几个男人，眉头紧皱，一言不发，气氛凝重而压抑。突如其来的推门声惊动了门外的众人，所有人的视线都定格在了苦13身上。你醒了。看着李幼薇红肿的双眼，回想着几十年钻心刺骨的愧疚与思念，苦13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女人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你别哭我同意和你离婚，还不行吗？离婚？听到这2个字，苦13有些回过神来。这场景怎么这么的熟悉？我重生了，这不是梦。对了，应该是自己刚刚接到回城通知，并和妻子摊牌闹离婚的时候。记得因为这事，自己被几个大舅哥13有些回过神来。要不是李幼薇拦着，自己都可能都嘎了。也就是说，悲剧还没有发生，一切都还来得及。想到这里，苦13赶紧说道：不离，明天我和你去县里。你说啥？不离婚？这城我不回了。一旁的几个大舅哥也是一脸震惊。难道说他是怕了？要知道这小子想回城都快想疯了，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怎么会放弃？我知道你想回城，留下你的人也留不下你的心。放心吧，我不会让哥哥们打你的。苦13知道自己现在在说什么，妻子都不会相信我。毕竟回城可是他这些年最执着的追求，哪能挨一顿打就能轻易放弃？想到这里，13将介绍信拿了出来，然后当着李幼薇以及几个大舅哥的面，并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将调成令撕碎。看到被自己撕碎的调成令，李幼薇最先反应过来。你疯了吗？你撕碎了它，你就真的回不去了？不回了。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我会安安心心留在这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不能耽误你。不用了，相比于回城，我更在意你们的母女。如果回城的代价是抛弃你和宝，这个城不回也罢。大哥、二哥、三哥，我知道这些年自己亏欠了幼薇以及李家很多，也让幼薇伤心了。不过请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和幼薇过日子，请给我一个机会。你为什么突然不回城了？是不是因为我哥他们？不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们。就在我被二哥打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和你离婚了，然后抛下你和宝回到了城里。但是当我确定我是爱你的时候，想要回来找你和孩子，你们却不见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李幼薇本没有将苦13的话放在心上，毕竟是一个梦里面。但是当他看到13眼里的悲伤痛苦，他知道他真的变了。梦里都是反的，不要放在心上。对了，家里还有多少钱？差不多100块钱吧，你要用吗？我想去一趟市里。你说的是市里，而不是县里，去市里干嘛？不要多想，我不是要偷偷跑，只是之前老师和我说过一个赚钱的法子，我想去试试。我没多想，你啥时候去？我让爹给你开证明。你去市里干嘛？没听说你在市里有亲戚啊？爹，我老师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个赚钱的路子，我去看看成不成。赚钱是不是家里没钱了？不行的话，让幼薇回家一趟。爹，我知道你疼我们，也想帮我们，但是又能帮我们到几时？我作为一个男人，也想撑起我们的小家。有几分男人样了。不过有些话我得提醒你，你说证明我可以给你开，至于你想回城也没问题，但是我希望你就算是走，也走得堂堂正正，别偷偷摸摸的走。李丰年担心13一去不回，让女儿伤心。爹，你放心，幼薇和孩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不会离开他们的。好，希望你说到做到。我本是一名下乡知青，为了回城抛弃。续接上集，13拿着老丈人开的进城证明回到了家中。爹给你开了证明啊？开了3天的。好，这几个鸡蛋你带在路上吃，另外我给你准备了50块钱，出门在外别亏待自己。用不了那么多，你给我准备30块钱就行了。都拿上吧，穷家富路的，用不了你就再拿回来。好吧，那我就拿着了。说完，13收拾完东西就走出了房门。就当他打算回头跟幼薇告别时，却看到了幼薇哭红了双眼。13紧忙上前一把安慰道：别哭了，我真的不会离开你，我3天肯定会回来，相信我。还有等到我回来，我们就去领证吧。听到这话，幼薇瞬间一愣，因为那时候下乡知青一旦和乡里的姑娘领证，就很难再回城里去了。你说什么？你要是领证的话，你就真的回不去了。我说过不回城就真的不回城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算走也带着你和宝走。别哭了，我3天就回来了。说完，13就离开了家，骑着28大杠一路狂奔，60多里的路，不到2个小时来到了市里。看见这个熟悉的市里，似乎闻到了一股金钱的味道。
如今他带着前世的记忆在这，干什么都会抢占先机的。他没有找人问路，而是依照自己的记忆来到了一家书店。同志，你是来买书的吗？不是，我想来接一些翻译的活，不知道可不可以？听到13的话，中年人眼睛顿时一亮，急忙问道：“同志，我是书店的负责人徐永光，你可以叫我老徐。你好，我叫苦13。13同志，你懂外语？请问你懂哪国语言呢？”苦13犹豫了，因为他前世可是国之院士，精通各种语言，但是他知道这个时代太出风头可不好，说不得还会引起有心人的调查。我会英语，英语好啊，咱们国家现在最缺的就是懂英语的人才。不过你想接翻译的话，我还得检验一下你的水平。没问题。随后，老徐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2张写满英文的纸，递到了13面前。你看看这篇文章，你需要多长时间能翻译完？接过信纸看了看，很快就认出这是从英文经典书籍《致加西亚的信》中节选的一个段落。给我5分钟时间。什么？你只需要5分钟吗？因为他知道这个对于正常翻译也需要5、6个小时。对于13这个常年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博士，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几分钟后，写满译文的信纸递到老徐的面前时，对方依旧被震撼到了。老徐找到标准答案与13的译文一一对照。你的水平不错，有接任务的资格，但是按照规定，我们需要对你的个人资料进行审核。可以，我带了。老徐看了看，你是京城人，插队到我们这里的？对，在云山县团结公社插队。来多久了？已经来了5年了。都5年了，咋之前没想着过来接活呢？一来是不知道有这么个工作，二来是以前一直是我媳妇养家，没有挣钱的动力。那你可是娶了一个好媳妇，你的身份证明没问题，不知道你想怎么接活？这个还有的选吗？当然，翻译者也是分等级的，你的水平不差，但是现在却只能算是一个翻译员，所以也只能记一些外文杂志、期刊的翻译工作。等到等级提升了，就能记一些高级任务了。那我想问一下，稿费怎么计算？另外怎么提升等级？如果是翻译杂志期刊的话，3000字以内的话，按篇算一篇5块钱；3000字以外，则是按照千字3元计算。至于如何提升译者的等级，其实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多翻译作品。那具体晋级标准有没有？翻译作品超过1万字，作品准确率在90%，可以成为翻译员；超过10万字，准确率95%，可以晋级翻译师；超过100万字，准确率98%以上，晋升高级翻译师。那好麻烦，你给我找几本期刊，最好是工业或者是数学方面的。老徐随即取出一本中等厚度的杂志，说道：“这是上面最新下发的任务，你可以试试。不过你要是想把书拿回家翻译，必须交付10块钱的押金。”13拿起书看了看，发现是漂亮国上个月发行的一本工业期刊，大约有50多页。凭自己的水平，要是全力以赴的话，最多4、5个小时就能将这本期刊翻译完。想到这里，看了看一旁的桌椅，说道：“那里能让我待一会吗？”老徐显然看出了平生的意图，惊讶地问道：“你想在这里直接翻译吗？”是的，这本期刊我打算下午就给它翻译出来。什么？你说的是真的？据接上集，眼前这个男人竟然只用了4个小时，就翻译出别人用10年才能翻译出来的外国书籍。直到下午5点钟，13也将自己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做完了。当他拿着翻译好的文稿递给老徐的时候，这个中年男人彻底被13给征服了。你真的把这本书翻译完了？是的，比我预期的时间慢了些，本以为4点之前就可以完成。这句话更加让老徐头皮发麻。这不就是个天才吗？老徐也暗暗自喜了起来，这样的人才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小伙子，你翻译的这本书我一会就提交上去，得等到明天才能出结果。如果你要是翻译的准确的话，你就是高级翻译师了。13并没有当回事，因为上一世他可是国之院士，就这对他来说太简单。不过淡淡的说了句：“好的，那我等您消息。”就这样，13离开了书店，不争气的肚子也开始叫了起来。于是13来到了一家饭店，看见饭店里的大块大块的烧肉，肚子里的馋虫不由得被勾了起来。不过想到家里的妻儿吃糠咽菜，自己跑到饭店大鱼大肉，那得多不是人。思虑再三，决定要了一碗热汤面。饿了一天的他，一会功夫就把面吃得干净。刚走出饭店，打算去找个青年旅社去对付一宿，却看到了对面的老徐在对他招手，便迎了过去。徐哥，这是准备回家呀？下班了，看你从国营饭店出来，不知道方便聊会儿吗？方便，只要不耽误徐哥你下班就行。哈哈哈，我这工作比较清闲，早下一会晚下一会都没啥关系。老徐这次直接把13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你刚才离开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这次来宁市是出差还是探亲访友？都不是，不瞒您说，我这次来宁市就是想赚点钱补贴家用。也就是说，你在宁城待不了多长时间。我一共请了3天假，后天必须返回。老徐的眼里闪过一丝惋惜，但随即说道：“你的稿件我已经让人连夜送往省城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有消息。如果合格的话，我会尽快给你结算稿酬。”谢谢徐哥。不客气，其实帮你也等于帮我自己。
你也知道，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经验，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资料需要翻译，所以上面给每个省市的书店都安排了相应的翻译任务，并定期进行考核。再一个，我们宁市只是一个偏远小城，本地又没有什么大学，所以翻译人才少得可怜。每个月上年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我都要求爷爷拜奶奶的找人完成，耗时费力还费钱。如果你翻译的稿件质量合格的话，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稿子质量您大可放心，有我在，徐哥你以后不必为完成任务而担心了。哈哈哈，那感情好，你都不知道现在找个合格的翻译有多难，每一次上面有任务分配下来，我都要脱层皮，真的是一言难尽啊。以后上面再有任务，徐哥你可以直接交给我，这样一来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能赚到钱，我们双赢。好好好，你晚上住的地方还没有安顿下来吧？还没，正打算到招待所猫一晚。去啥招待所？到我家吧，顺便让你嫂子整2个菜，咱晚上喝点。徐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这次就算了，一来是因为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准备，上门拜访哪有空手去的不合适，二来呢你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打算晚上再译一些稿子出来，尽快将等级提上来。那成吧，我们改天喝。对了，你要是晚上打算继续翻译稿子的话，那你就住在书店里吧。这样不好吧，徐哥？没什么不好的，你就放心住，这一间就是我平时休息的床，你就在这里住吧。那真的谢谢徐哥了。交代完老徐就回家了，临走前还有应13的请求，给他取了2本英文期刊。可谁又能想到，仅仅一晚上，据接上集第2天，老徐来上班的时候，13还在小单间里睡觉。老徐原本是准备到里面将他叫醒来，但是当他看到办公桌上厚厚一摞稿件，整个人都惊呆了。这还是人吗？知道自己挖到宝的老徐没有打扰13休息，而是默默地离开了。当13睁开眼时，已经是上午的11点多，走出小房间就看到老徐正在看书。徐哥早啊，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不睡了，睡饱了已经。对了，13，告诉你个好消息。徐哥，是省城方面有消息了吗？是的，经省城的专家们评定后，你的稿子全部合格，且准确率在98%以上，所以你现在正式成为一个翻译工作者了。那以后徐哥就得麻烦你费心了。这是什么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以后还得需要你多照顾照顾老哥我呢。合作共赢。对了，这是你的酬劳，一共是132元。看着老徐递过来的10几张大团结，13的心里非常的激动。这么多，徐哥你是不是算错了？哈哈哈，老弟你真会开玩笑，这我都觉得我给少了。像你这样的人才，这点根本不够，以后会更多的。行了，不说了，我们去吃饭。说完，2人就来到了书店对面的国营饭店。昨天只敢吃面条的他，今天却放开了老徐，点了满桌的肉，还有1瓶4块钱的毛子。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舒服。直到2人将桌面上的所有酒肉都横扫一空，才算是结束。酒足饭饱后，跟老徐告个别，骑着28大杠往家走。到了县里，13决定买点东西回去，便来到了县里唯一的一家供销社。同志，请问你需要些什么？给我10斤大米，5斤肉，高粱酒2瓶，另外再给我盛2斤糖，白糖枫糖各1斤，再来1包大白兔奶糖，麦芽糖也来1盒，还有香皂来1块，毛巾2块，牙刷3个，牙膏1盒，雪花膏也给我来1盒。直接给售货员喊懵了。售货员心想，是哪个地主家的哈儿子放出来了？同志，你要的东西都给您装在自行车上了。好的，谢谢。说完，13又开始一顿狂蹬。回到村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13回到家中，发现佑薇和孩子都不在家，便把采购的物资搬到屋里看看还早。13决定先去一趟老丈母娘家，而另一边的丈母娘张桂英和大儿媳钟娜听说13回来带了很多东西，开始小声嘀咕了起来。完了，这是回来告别来了，肯定不能要佑薇了，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10有8九是回城了。这几天张桂英一直都心神不宁，她真的担心女婿要是就这样走了，宝贝女儿能不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13回来了。娘，我刚到家，割了点肉，又给你买了点营养品，你收起来吧。咋买这么多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啊？这些年我也没孝敬您些啥，实在是有些惭愧，东西您就收下吧。另外，我晚上做一桌菜，等我爹和几位哥哥嫂嫂下工后，一起去我那里，晚上咱好好坐坐，顺便我也有事情要说。行。13刚走，张桂英眼泪刷一下就掉了下来。完了，这肯定晚上这顿饭就是要告别的，我的女儿可咋办？佑薇也在这时也下工了。妈，你哭啥呢？姑娘妈，对不起你呀。13回来了，说晚上有事要宣布，8成这是要回城了，妈也没有办法挽留。你看他还拿回来这么多东西，肯定是要走的了。对了，姑娘，他去市里的时候，你给他拿多少钱？给了他50块。什么？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我说他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你这个傻孩子，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靠着翻译赚钱回来，本想着买些东西报答一下家人，却不料被岳母误会。据接上集，就在张桂英训斥李佑薇时，李家的老老少少也从地里下工回来了。咋没做饭呢？你2个一下午都干啥去了？赶紧做饭去！一群臭老娘们，天天就在这咬舌根，一点正事不干。妈，这是谁来了？怎么买这么多东西？老头子，那谁回来了？谁回来了？ 13回来了。
这些东西都是他买的。当李丰年听到这个消息慌了神，因为当他看见买这么多东西，肯定是回城了。这次回来应该就是来告别的。老头子看来这13是打定主意要走了，告诉等你们下工回来去家里吃饭，还说有事要宣布一下。他要是真走了，佑薇该怎么办啊？还有你的傻姑娘给13拿了50块钱，把家底都给13了。听到这话，一旁的二哥说道：佑薇，那可是你压箱底的结婚钱啊，你怎么那么傻呀？都拿出来给他了，他要这么走了，你和宝怎么办？三哥更是看不下去了，直接打去找13算账。给我站住，莫要咋咋呼呼的，这些都是猜测。13到底是啥意思，我们还不知道，万一误会了咋办？爹说的对，先不要着急，等搞清楚事情之后再说也不迟。爹，那他真要坚持回城，我们该咋办？真要是那样的话，就由他去吧。强扭的瓜不甜，世间之事，一花一草皆有定数。有些事情可以躲得过别人的指责，但是却逃不过良心的谴责。他要真的敢抛弃妻女，以后有他后悔的。行了，都别议论了，收拾收拾，去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鸿门宴。而另一边的13也做好了一大桌的饭菜。晚上7点半，正在院子里忙碌的13听到了开门声，抬头看去，发现果然是岳父岳母一大家子人来了。大家快来坐。13却发现这些人的表情不太对，看样子像刚吵完架。13稍稍有些尴尬，当即说道：爹娘，还有各位哥嫂，大家别干坐着，动筷子吃啊。饭先不着急吃，你不是有事情要说吗？干脆说完咱们再吃。那好听爹的，那我就先说正事。爹娘，我准备明天和小薇去领证。此话一说，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跟他们预想的出现了极大反差，一时半会都没接受了。李丰年最先回过神来：你要宣布的事情就是扯证吗？是的爹，我和小薇已经在一起4年了，是时候领证了。哈哈哈，对于你们领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同的。明天我给你们批假，早点去公社把证扯下来，省得我们担心。吓我一跳，领证就领证，整得这么正式干嘛？还以为你小子要和我们家小薇离婚呢。怎么会离婚呢？我这辈子只有丧偶，没有离婚。之所以整得这么正式，主要是我觉得领证这事对于我和小薇都是人生大事，理应正式一点。对，正式点好。而一旁的张桂英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再次问道：除了扯证的事，没有别的事了吧？有。13的话一说出来，气氛再次变得紧张起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再次定格到了他的身上。一旁的李丰年心里暗自骂道：哎，你这个臭老娘们，你真不懂事，还瞎问什么？大家不要紧张，我说的是好事。啥好事？前2天我不是到市里走了一趟吗？在那里找了个兼职，以后的工作重心可能要放在那边了。啥兼职挣钱吗？翻译，就是给翻译一些外文资料，倒是挺挣钱的，最起码比挣工分合适。那是不是要到市里上班？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1个月多少我还不清楚，不过我去了3天，实际工作1天半，一共挣了132块钱。什么？你说多少？132。众人都被13的回答给惊呆了，这个数字显然是出乎了他们的预料，这可是132块钱呢。作为村支书的李丰年，一年下来也就不到300块钱的工资，平均到每个月也就25块钱，而13天的时间，不应该说是1天半就挣了132块钱，这完全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有一个懂事的老丈人是多么的重要，为了促进姑娘和女婿的感情，还跟自己的媳妇大吵一架。据接上集，酒足饭饱后，13和佑薇送走了家人，便回到了屋里。懂事的老丈人在路上就开始数落自己的媳妇，为什么吃完饭就要着急回家？再聊会儿天不好吗？你个败家老娘们懂个六，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不知道什么是小别胜新婚吗？屋子那么小，做什么事都不方便。还有现在看来13是不走了，改变了主意怎么办？你真是个蠢猪啊！一顿数落直接给张桂英训得低下头，而另一边的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气氛有些许尴尬，但更多的还是甜蜜。老公，你真的不走了？打算跟我领证吗？当然是真的，还有这个证必须领，领了证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你就能瞎说？这年头不领证的大有人在，难道人家都错了吗？如果从专业角度看的话，他们真的是，咱们必须持证上岗。那你想过没有，一旦扯证了，你就没有机会回城了呀？不回了，真的不回了。13心里却想到，曾经我选过一次，可是却成为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如今的老天给我一次机会，我绝不会再选择离开。你在想什么呢？咋不说话了？哈哈，没什么。佑薇，你不觉得我们应该锻炼锻炼吗？晚上吃那么多，不得消化一下吗？讨厌。第二天一早，13就带着佑薇去了公社，前后不到10分钟，两人就拿着结婚证走出了公社。13激动的是上辈子为了能够顺利回城，一直拖着不肯领证，直到李佑薇嘎了都没有拿到他心心念念的结婚证。而李佑薇激动的是结婚证的事情，他前后至少说过10次，但是都被13给拒绝了。媳妇，哎，羞死人了！大白天的也不怕别人笑话。我喊自己的媳妇，谁敢笑话？咱可是有证的人。知道你有证，但是也要注意影响呀。哈哈哈，那咱们回家关起门来喊。你这人扯了证之后，怎么变得这么赖皮呢？ 13缓缓捧起他的脸，温柔地说道：
谢谢你丫头，谢谢你不嫌弃当初的我，满心满眼的都是我。李幼薇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倾尽我的余生，许你一世偏爱。老公，李幼薇彻底的被13的情话打动了，她泪如雨下，紧紧的将他抱住了。李幼薇觉得自己这几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回家吧。不回。不回？去哪呀？去供销社。去供销社干嘛？你不是昨天才从供销社回来吗？带你买点衣服，再买点别的东西。我有衣服，用不着买。还没等幼薇说完，13便一把抓起她的手，向着供销社走去。售货员一眼就认出了13，毕竟这年头，地主家的傻儿子可真心不多。大哥又来进货了。有成衣吗？有的，新到的牛仔裤、连衣裙。有衣服就行，媳妇你跟着他去试试。不一会儿，幼薇换好衣服走出来，13眼前一亮，有钱真好，没想到自己的媳妇这么漂亮。你媳妇真漂亮啊！这一套衣服多少钱？那一身衣服一共是12元，外加3张布票。包起来吧。咱不要了好吗？这么多钱一件衣服，我得上多少天工才能挣回来？再说了，这衣服真不适合我，天天上工哪能穿出去？哪有结婚的时候不买一件新衣服的？你忘了我是有工作的人。听到这话，李幼薇就想起13可是1天半的时间就挣了132块钱，12元一套的衣服她确实能消费得起。紧接着，13再次开启了自己的疯狂扫货模式。面粉来10斤，花生油来5斤，肉也来2斤，再来1张4尺的布。又一次把售货员吓倒，也同时开始羡慕起李幼薇有一个这么有钱的男人。两人回家就看到岳母张桂英在门口望来望去。姑娘，你们领证了吗？领了，妈，你看。当看到那2张附带着照片还扣着章的红色大纸，张桂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自家闺女这些年为了这个男人吃了多少苦，今天她总算是得偿所愿。妈，这是好事，你哭啥呢？娘这是为你高兴啊，你这些年的付出也算是值得了。听到这话，一旁的13心里也是酸酸的。于是13来到岳母面前，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待幼薇的。娘现在相信你了。娘这里有1张4尺布，等一下你拿回去给你们老2口裁身衣服，剩下的就给哥哥嫂子们吧。这些年你们为了我们这个小家没少付出，以前想要孝敬你们我也是有心无力，但是现在我有能力了，给你们花点钱也是应该的。娘，你就听他的吧。听你们的，你们都是好孩子。行了，你们2个也折腾1天了，晚上好好休息吧。经过老丈人一顿批评教育，此时的张桂英也变得懂事了起来，而13也没有辜负岳母的好意，在这个新婚夜的晚上，足足折腾了大半宿。剧接上集，第2天一大早13就起来了，他今天得去趟大队，和队里说一下他以后不上工的事情，顺便也交接一下。13来到生产队的时候，岳父李丰年以及4队队长陈建英以及5队队长张根旺正在分配任务。看到13过来，陈建英当即说道：胡志清，你给4队登记一下今天的生产任务。听到陈建英的话，13的拳头不由得攥得紧紧的，因为就是这个人渣，将他的妻儿还有李家全家都给害了。现在时机不合适，只能强压心中的怒火，应了一声：行，我知道了。爹，小薇今天身体不大舒服，所以我让她在家里休息1天。不舒服不是病了吧？李书记，你家这姑娘可真娇气啊！陈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现在可是农忙之际，大家伙谁家不是从早忙到晚，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很正常。你见谁家的人会因为这点小病小痛猫在家里多清闲？这不是娇气，这是啥？李丰年知道陈建英对自己不服气，也不怕自己这个村支书，心里依旧是忍不住一阵窝火。我家闺女就是娇气咋的？吃你家粮食了？是没吃我家的粮食，但是你这样做让其他职员怎么想？就怕你行不正坐不直。你这话是啥意思？你要是觉得我徇私舞弊，你可以到公社告我去，在这里嚷嚷个啥？你难道没有徇私舞弊吗？你要是没有的话，这积分员的岗位能轮得到这小子？而陈建英的话确实是戳中了李丰年的痛处，在苦13当计分员这件事情上，他确实自私了一回，主要是经不起自家闺女的哀求，所以才将整个生产队最清闲的工作给了13。不过李丰年也是输人不输阵，我就是让自己的女婿当计分员了，你能咋地？你要是能在村里找出一个比他文化水平更高的人，我就让他把这个计分员的岗位让出来。谁不知道他是城里来的知青，文化水平高，只是一个计分员而已，能写字会算数就行了，要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干嘛？有文化就是优势，你要是不服的话，就去公社告我，没事的话少在我面前瞎嚷嚷。这事没完，我一定会去公社反映你的。然后灰溜溜的走了。然而一旁的13听到这话后，眼里闪过一丝杀机，因为就是这个败类让李家给害了。13和老丈人便进了办公室，天天净整事，早晚有一天给我惹急了，非揍他一顿。女婿你也不要担心，他奈何不了我的。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您还是小心点。姓陈的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没事，他有几斤几两，你爹我还是清楚的。他要敢整什么幺蛾子，非打断他的腿。行了，你在办公室翻译去吧，我去田里看看去。13于是来到办公桌前，开始翻译英文期刊。一转眼就到了中午，
这时候办公室外传来一阵脚步声，13当即将英文期刊收了起来，免得被人发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当他看到进来的是自家小娇妻后，整个人便放松了下来。就你一个人啊？爹到小河湾那块地里去了，其他人也是个忙个的，可不就我一个人吗？那就赶紧吃吧。媳妇，你吃了没有？吃了，我是吃了饭过来的。怎么不多带几个过来？我今天没少蒸馒头，除了给咱们2个留了9个外，剩下的全都送到老宅那里去了。一会娘会把馒头送到地头上去。那我就放心了。说着，办公室外面再次传来踏踏声，紧接着就看到陈建英带着3儿子陈铁从外面走了进来，而陈铁的手里还提着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的小木桶。哟呵，大侄女，你们李家的伙食是真的好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就有白面馒头吃了。我怎么听陈队长这话有些酸溜溜的？以你陈大队长的家底，不至于连一顿馒头都吃不起吧？胡知庆，你这叫什么话？一顿馒头我们还是能负担得起的，只不过我们陈家家风朴素，不像你们这么奢靡罢了。陈队长这是有点上纲上线了，一顿馒头而已，这就奢靡了？要你这么说的话，城里的那些工人们全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了。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公社告你去，说你散布谣言，破坏工农阶级的同志感情？听到这话，陈建英的脸色顿时黑了。我可没说你，不要给我乱戴帽子。胡知青，我爹只是觉得大家伙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其他人家青黄不接，有些人家更是一点存粮都没有，全靠野菜树皮活着，而你们老李家却顿顿白面细粮还有肉，你让其他社员会怎么想？13看了陈铁一眼，这小子读过几年书，现在是村里小学的教师，这话说的果然有水平。社员们吃糠咽菜，难道不应该问你爹这个大队长吗？和我有啥关系？你这话是啥意思？字面意思呗。你是咱们第4生产队的大队长，主管生产，社员们家里的余粮撑不了1年，难道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无能吗？照你这样说，李丰年还是村支书呢，他是不是要负更大的责任？村支书的主要工作可是统筹全局，主管社员们的思想动向，生产的事情主要还是要靠生产队的这些队长们，所以社员们吃不饱饿肚子就是你的问题，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你自己无能，只能让社员们吃糠咽菜。你，陈建英吹胡子瞪眼的气得胸口起起伏伏，但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看到眼前的陈建英气成这个样，13心里莫名的开心，暗自的想，这才刚开始，以后咱们走着瞧。这一世我要让你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然后拉着李幼薇的手，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大队部。刚出门就碰到了前世强占幼薇的陈刚。薇薇啊，你怎么还跟这个窝囊废在一起啊？我可一直在等着你呢，我陈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别在这浪了，快去看看你的宝贝老爹吧，没准这个时间应该嘎在办公室了。啥？你说啥？我说你爹病犯了，在办公室快嘎了。听到这话，陈刚急忙的跑向大队部。陈刚边哭边喊爹，刚进办公室，就看见眼前的陈建英在凳子上坐着，还喘着粗气。爹，你这不是没嘎吗？啥？你盼着我嘎？本来就生气的陈建英被陈刚这一说，更加的生气了。你看看你，一天天就知道和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吊儿郎当的没个正经，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媳妇都找不上，真是丢人。我才不要乡下的女人，城里的女人多洋气。陈刚看到自家老爹这生气的目光，就知道自己必须得让他转移目标，不然今天自己肯定要倒霉，紧忙转移话题。爹，我也就罢了，但是你想将双妹嫁给李家的老四，人不也拒绝了吗？我看李家不是看不上我，这分明就是看不上咱陈家。说起这事，陈建英心里就更憋屈了。自己上赶着2次要和李家结亲，但是李丰年就是不接走，简直将他陈建英的脸面扔在地上摩擦。我总有一天要让姓李的后悔。爹，我有办法搞李家一次，不知道你想不想？你说吧，我听。据接上集，陈家父子此时正在算计怎么搞垮李家，而另一边的13便来到了地里，看看最近的耕地情况，统计下社员的工分。走着便看到刚来插队的女知青赵雪。13哥，你来检查任务了？是的，来看看你干的好不好，不好的话就扣你工分。我已经学会锄地了，你今天至少得给我7个工分。哈哈哈，你要是天黑的时候能锄到地头，我就给你7个工分。那咱们一言为定。当然一言为定。对了，13哥，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去看看陆姐吧。沈晨露她怎么了？陆姐上午晕倒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晕倒？是不是她的亲戚来了？可能是吧，我离得远看得不大清楚。行，你先干活吧，我去看看他。露露，姓苦的就是一个没良心的小白脸，你为了他这样糟践自己，他都和李幼薇领证了，你就算给自己恶嘎，也挽回不了了。梁月，你也在？哼，13哥哥，你来了呀？听说你晕倒了，要不要去看看？不用了，去了也没用。那你多喝点红糖水。13哥哥，你是在关心我吗？是，但只限于哥哥对妹妹的关心。听到13承认关心自己，沈晨露心里一喜，但是当听到后面的话，他顿时感觉心里一痛。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和他领证？你不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插队的，我比他差在哪？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爱答不理的，为什么会那么快就和李幼薇结婚吗？好，我今天就全部告诉你。
因为你爸沈振国。13哥哥，你是在恨我爸在你们家出事之后没有帮苦叔叔说好话吗？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我还不至于那样对你。那是因为什么呀？举报我爸的那封信是沈振国写的。听到这话，沈晨露的身体接连向后退了几步，脸上则是充满了震惊。他们俩算得上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如果不是在13、18岁的时候家里出变故，也许他们已经在一起了。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是搞错了。我爸和苦叔叔可是相处了几十年的好朋友，他怎么会举报苦叔叔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因为举报信里的绝大多数的内容，我爸只和沈振国说过，但是最后那些话却全都到了举报信上。你说这举报信是谁写的？13哥哥，这些是你自己猜测的，还是苦伯父和你说的？我爸临下葬前和我说的，要我和你保持距离。13哥哥，我还是不相信我爸会害你们家，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也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但可惜并不是。先抛开我爸说的那些不谈，你仔细想想，我们家遭难之后，谁家获益最大？听到13的话，沈晨露仔细想了想，越想越是心惊，脸上的表情越是恐惧。没错，苦家落难之后，受益最大的就是他们沈家。首先是苦伯父被下放后，原本是下属的父亲迅速被高层赏识，接替了他的位置，沈家无疑是最受益的一家。露露，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我爱我的妻子，我也希望你不要打搅我们的生活，我更希望你幸福。对于眼前的女孩，此时的13已经没有了恨，当然也没有男女间的爱。她在13心目中更像是一个小妹妹，虽然不会娶她，但是却希望她能幸福。没有了你，我还可以幸福吗？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我，长大了以后要给13哥哥当媳妇，我一直都准备当你的新娘子。可是说到这里，沈晨露再也说不下去了，整个人蹲在地上不断的哭泣。你的身体很虚弱，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让家里人给你办个证明吧。说完，13直接离开了知青点。有些事情当断则断，既然话已经说开了，就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他不是不关心沈晨露，只是他知道自己不能给他任何的幻想，不然的话，以他对他的感情，真的可能一辈子都要吊在他这棵歪脖子树上。所以13走得很坚决，好像压根没有听到沈晨露却没想去见沈晨露。这件事被佑威知道了，13只是去了一趟女知青宿舍，就被人散布谣言，导致满村都说13跟沈晨露搞破鞋。据接上集，爹，你这是在门口锻炼呢？说你去干啥去了？我刚刚去了一趟女知青宿舍。你小子还好意思说出口？看招！爹，你误会了，我听说沈晨露病了，我去看看她，顺便跟她说一声，我和佑威已经领证了，让她对我死心。爹，你也不是不知道她是为我来的。村里李丰年冷静地想了一想，确实女婿也不是这样的人。行吧，我相信你。刚刚佑威来了，护士说村里的老娘们都在说你变心了，跟沈晨露搞在了一起，现在满村都以为你俩搞破鞋了。作为村里的积分员，你要注意影响啊！我倒是相信你，而别人不见得会相信。快去回家看看佑威吧。行，我这就回去。爹，你也消消气。刚到家门口，就看见佑威愣愣的在门外站着，眼眶还湿润着。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听到13的声音，李佑威明显吓了一跳，脸上有些不自然的说：啥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就看你傻傻的愣在这里，有心事吗？村里都传你去女知青宿舍找沈晨露了，你信了没有？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要真想和沈知青发生些什么的话，早就发生了。那你发啥愣呢？我一个人信你没啥用，村里人可都不信你啊，让他们那样乱嚼舌根子下去，你的名声就毁了。听到这话，13心里不由得有些感动。这妮子真的是时时刻刻将自己放在心上，清者自清，只要你信我就行，其他人咋想我并不在意。话虽如此，但名声还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好名声，就不怕别人给咱泼脏水，而且必须得把造谣的那个人揪出来，这样败坏别人的名声实在是太可恶了。不用查，我知道是谁在传闲话。是谁啊，这么坏？就是跟沈晨露一个寝室的梁月。你怎么那么确定是他呢？我今天去知青点找沈晨露的时候，只有他在场，而且他和我一直以来都不大对付，也有理由说一些对我不利的话。他为什么老是针对你呀？哈哈哈哈！因为他想和我结成革命的伴侣，结果被我拒绝了。李佑威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道：啥时候的事了？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们刚刚插队来的时候，你当时还在县城读高中，自然不知道了。梁月长得不差，据说父母都是工人，哥哥姐姐发展的也很不错，你怎么就没看上人家？人品不行，还太有心计，不适合我。那我就适合了。哈哈哈！你这人又傻又笨，带出去好看，留在家里放心，当然适合了。你才又傻又笨呢。说话的时候，李佑威心里甜丝丝的13话语里的宠溺，他还是能听得出来的。行行行，我傻我笨，咱俩正好凑成一对。好了，不早了，我们也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工。第二天一早，13就来到了生产部，看见陈建英正在开着会分配工作，眼看开完了，大家都要上工时。都等一下，我有话要说。陈建英虽然因为命令被13打断，有些不高兴，但还是没有阻止。既然顾知青有话说，那大家就先等一下再上工。我听说有人背地里传我和沈知青的闲话，本不想多说什么，但我现在毕竟是结了婚的人，不能不给家里的老婆一个交代，所以我今天郑重声明一下，我和沈知青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关系。
昨天之所以到知青点看他，主要是因为他突然在地里晕倒了，而我和他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在我眼里，他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妹妹昏倒了，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视而不见？大家说是这个道理不？另外说明一下，我和李佑威同志已经扯了结婚证，是认可的夫妻，我们彼此相爱，且忠于我们的婚姻。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婚姻，所以也警告那些给我们泼脏水的人，要是让我发现以后还有人在背后嚼舌根子，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说完，13没有搭理任何人，拿着公分本直接回到了办公室，开始忙碌着今天的工作。眼看要到中午的时候，他便回到家里做饭，想给自己的宝贝媳妇改善伙食。回到家中，13简单的熬了一个西红柿鸡蛋的炉子，然后下了2碗挂面，便提着饭来到了大队部。刚准备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刚，你不要瞎说，我相信我男人，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紧接着就见苦13气势汹汹地走了进去。陈二狗，你真是给咱八宝粮大队的大老爷们丢脸，竟然像个长舌妇一样在人背后说闲话，你还要点脸吗？咋的？你敢做还不行？我就说了，这是哪门子的道理？一点都没有被人抓现行的尴尬，语气非常的强硬，丝毫没有将苦13这个城里来的知青放在眼里。我苦13做什么了？你倒是说出个3、2、1来，不然小心我去公社告你。你应该知道诽谤知青的下场，多了不说，关你个3、2个月肯定没问题。姓苦的，你当我是吓大的？我就这么说你了，咋地吧？苦13没有说话，将手中的饭盒塞到右威的手里，然后2人开始了对喷。你过来啊！紧接着身体直接向后倒去，李右威先是一愣，但随即反应了过来，上前查看苦13的伤势。13，你怎么了？不要吓我！当下便直接扯开嗓子大声哭喊了起来，同时数落着陈刚的嘴。姓陈的，你凭什么打人？不就是不听你扯老婆舌吗？打人也就算了，还下这么重的手，你分明是要嘎人啊！陈刚，别以为你爹是大队长就无法无天了。就这样喊着喊着，村里的社员干部都被喊了过来。当看到倒地的苦13以及大声痛哭的李右威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一旁的陈刚身上，充满了审视和警惕。而陈二狗也慌了，开始狡辩了起来：“你到底是啥意思？不就是弄了你一下吗？别装了，赶紧起来！”陈刚，你还要不要脸？那叫一下嘛！不就是不让你在小薇面前说我的坏话吗？你至于下这么狠吗？然而不等苦13说话，看热闹的社员们便看不下去了，纷纷出口帮腔：“陈二狗，你这话说的就过了。苦知青那么文弱的人，哪可能主动弄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陈二狗，你真给咱八宝粮大队丢人，怎么敢做不敢当了呢？看把人苦知青弄成什么有样了。这时陈刚看到苦13眼里若有若无的笑，顿时知道上当了。姓苦的，你给我玩阴的是吧？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道严肃的声音：“都给我住手！”随后就看到李丰年以及陈建英。当看到倒在地上边的苦13还有哭泣的女儿，爹，你可要为我做主啊！苦13边说边给老丈人使眼神，老丈人也顿时懂了他的意图。我问你，冯知青是不是你弄的？道歉！爹，你说啥？我说让你道歉，不管怎么说也都是你弄的，必须要给冯知青道歉。你的道歉我不稀罕，再说道歉有用的话，还用叔叔干啥？13的话一出，陈建英心里顿时打了个突突。要不这样吧，我们再出20块钱作为陈刚的赔偿，这事就这么算了，可好？不好，20块钱就想私下和解。陈队长陈刚向我和小薇道歉，另外赔我们200块钱。200块钱你怎么不去抢啊？你别说话，胡知青，你的条件我应下了，父老乡亲们都在这看着，我们也不用写啥条子了。这事就此，结果如何？臭小子，别装了，快起来吧，他们都走了。你是故意让陈刚弄的吧？爹好眼力啊，这都被你发现了。哼，你爹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侦察兵，就你这点伤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做呀？你应该知道陈家的钱可不好拿。因为陈刚在打小薇的主意，那他就要付出代价。爹怕你把陈家得罪狠了，他们会对你不利。爹，你听过欲让其亡，必令其狂这句话吗？你在给陈家设套。没错，陈家对我的敌意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以他们的德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动手对付我。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也不会客气了。李丰年并不知道前世的陈家对李家做了多少龌龊事，不然的话都不需要苦13出手，李丰年就会带着李家4大金刚将陈家给踏平了。都是一个村的，会不会太过了点？一点也不过分。爹，我记得队长并没有工资，对吗？对，生产队队长是没有工资的，就连大队书记也是一样，我的工资是部队发的。陈建英，一个连工资都没有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正常人让他拿点钱出来，就像是要了他的命。但是我要这200块，陈建英只是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这就说明他家还远远不止这200块钱，在他们家看来并不算什么。但您看这些钱，不就是几张钱而已，能有啥问题？这钱很新，而且连号，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他们一次拿到了不少钱。陈建英一年到头也就比普通家庭多分点工分，那么陈家哪来的这么大的收入？你这么一说，陈建英是有问题。他拿钱出来的时候很痛快，并没有表现得很肉疼。看来你要这200块是在试探他们。没错，当然也因为我太穷了。
得了，人家都是吃糠咽菜，你天天吃肉还穷，暂时还没有什么证据，你要小心点。陈建英这个人不好对付。爹，我知道了，我不会和他们死磕硬碰的。而另一边，天天就知道在外面给我惹事。爹，今天这是真的，不怪我是苦13那小子陷害我。陈刚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陈建英。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爹确实是姓苦的先动的手，我只是还了拳，除此之外再没有碰他一指头。看来是被姓苦的摆了一刀啊！你说你没事，你总往那个死丫头身边凑什么热闹？被人算计还丢面。爹，你要给我报仇啊！这还用你说？真当我们老陈家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爹，你打算怎么做？后山是不是刑满释放回村了？回来了。昨我还和他见了面。那好，下午你不要上工了，你去找他。爹，你是想让我找侯三对付苦13？没错，计划我已经想好了，你这样做。陈建英将计划告诉了陈刚，父子俩真的是坏到家了。爹，咋回事？雨下的太大，牛碰他了。大队长，你快去看看吧，我爹被埋在了牛圈里了，求求您快救救我爹吧！一边去，没看到这下面还有牲口被埋在了里面吗？等先把牲口刨出来再说。可是我爹快撑不住了。撑不住就怪他命不好。再说了，他的命能比得上这些大牲口？尽管陈建英的话听起来很离谱，但我知道他说的也是实情。在这个年代，牲口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比一般的社员都要金贵，没有机械牲口干的活，一般的人力还真替代不了。毕竟大家都是靠种地吃饭。你爹被埋在了哪里？带我过去。我带你去，在9号牛圈。续接上集。爹被埋在了哪里？带我过去。我带你去，在9号牛圈。由于情况紧急，我将压在牛棚下的男人直接送到了县医院。妹夫，以后这种事你还是少掺和吧。大哥，你担心我们救了他会摊上事吗？是啊，这几年的形势你也知道，虽说没有前几年闹得那么厉害了，要是被人抓住小辫子，还是容易出事的。我知道，但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那里挣扎，我们有能力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这是我做不出来。哥，我觉得妹夫说的对，他犯了事，那是他的事，咱救人没毛病。你说没毛病就没毛病了，这年头多少人瞪大了眼睛等着救人小辫子，你们这是上赶着给人递把柄。行了，咱们现在只是救人，其他的不要管就行了。还有我救他也是为了咱爹考虑，他毕竟是京城来的，真要是出了啥事，咱爹这个村支书可是第一责任人啊。好吧，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希望他能撑得住，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村里还要忙，你在这看着吧。说完，两人便回去了。而这时，医生也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我们必须和你这个家属沟通一下。我不是他的家属，我们只是一个大队的。那你尽快联系他的家属吧。手术费加上住院费，一般家庭真的担负不起。医生您就说吧，大约需要多少钱？手术费倒是不多，但加上住院费以及各种药钱，保守估计需要150元以上，200元也是有可能的。我去交钱，人就拜托钟大夫你了。这可是200元，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要是他醒来不还你钱咋办？200块钱确实很多，但是相比于人命而言，又算不得什么。至于他以后认不认账，或者是还不还，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再说了，他能不能活着下手术台，还是一个未知数，想那么多干什么？年轻人活得通透，老朽佩服。你只管去交钱，人你就交给我钟镇南吧，保证他能恢复如初的。说完，老医生就回了手术室，而苦13却愣在原地。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听了他的名字，我才想起，他竟然是我前世老朋友的父亲，大名鼎鼎的江南神医。太好了，这下这个男人有救了。看着刚从陈家那里敲诈出来的200块钱，刚好够交医药费的，用这个钱来救人，也算心安理得了。中午时，男人醒了过来，和他交谈了几句后，我知道了他叫严耿东，其他的我也没多问。这个年代知道的太多，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下午的时候，岳父就让人换掉了我。昨晚上的事你做得很好，爹，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你可知道严耿东的大哥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那您为什么不帮他？他们严家树大招风，即便是到了乡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盯他。他们要是做得太明显的话，那就不是在帮他了，而是在害他了。那我今天是不是有点高调了？那也没办法的事情。要是不把人送到医院的话，小严的命恐怕也没了。爹，我没想那么多，我总觉得不管什么时候，人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至于其他的，由他去吧。这事你就别管了，剩下的事情队里接管了。好，对了，爹，今天怎么没人上工啊？今天休息杀猪。这还没过节，为啥杀猪？昨晚猪圈也塌了，砸死了11头猪。这么多，虽然有猪肉吃了，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这些个猪本来是可以卖掉赚钱的，现在一下损失了1/3，社员们年底的分红收入显然也要少一大截。回来了，你爹让一会去分猪肉。好，对了，邮递员送了一封你的信来。苦13打开信一看，居然是一张58块钱的汇款单，应该是上次苦13去市里最后一天翻译赚的钱，另外还有一些票据，徐哥给苦13申请的特殊补贴。媳妇，你看58块钱，这是你上次赚的吗？对，上次我一共赚了190块钱，只不过有部分稿子没有审核，所以剩余部分才拖到现在结算。3天190，那要是好好翻译的话，1个月不就有2900了吗？你能赚这么多钱？
媳妇，你别瞎想，我赚再多钱也是你男人，既然在村里也能挣到这个钱，我还回城去干嘛？苦13知道佑威心里的危机感还没有消除，他还是有点担心苦13会回城。苦13也没有多解释什么，这种事情光说是没有用的，日久见人心。晚上我去爹那里借一下自行车，明天我想去县城把家里之前翻译好的稿子寄出去。好，对了，你们一起来插队的知青晚上要聚餐。知青点的知青们必相为客，形单影只，孤苦无依，因此只能抱团取暖。即便是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还是隔段时间就会聚一次餐。行，我知道了。那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有啊，咋了？被砸坏的那个人还有个儿子，一个人住在牛棚，也没人照顾他，肯定连口吃的都没有。我想弄点吃的给他送去。行，你过去的时候小心点，千万别被别人看到。过来啊，还没吃饭呢吧？谢谢你救了我爸。你下午不看到我了吗？为什么不问问你爸的情况？支书爷爷已经偷偷告诉我了，我爸做了手术，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我爸说过，不能和你们靠近，不然就会连累你们。懂事的让人心疼。给你，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送吃的，你也别乱跑，照顾好自己。谢谢你，叔叔。行了，我要回去了，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叫严文辉。苦13大吃一惊，这难道是苦13前世知道的那对高官父子吗？随后苦13提着2瓶酒赶往知青点。之前因为苦13的自尊心作祟，加上躲避沈晨露，苦13从来不参加聚会。不过现在该说的都说看了，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苦13一路走向知青点，没有察觉到一个黑影一直在跟踪他。苦13哥哥，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你那天的话，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之间确实是没有可能了。我会办理病退，所以不出意料的话，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我别的奢求也没有，就希望临走之前和你喝一杯酒。行，这杯酒我和你喝。另外我想和你说，虽然我不会原谅沈振国，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幸福。看着沈晨露将酒一饮而尽，苦13也没有犹豫，全喝了进去。前世的沈晨露一直在替苦13照顾父母，即使和沈家有恩怨，但是父母还是原谅了他。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苦13对沈晨露没有恨，只有怜惜。苦13也给不了他任何承诺，自然也不想耽误他。晚上10点半，聚餐才结束。虽然苦13的步伐看起来有些踉跄，但是苦13的脑子却一点都不迷。猴子，看这小子的步伐，应该是喝醉了，咱动手吧。再等等，我记得前面有不少大树，也好隐藏咱们的身影，到那里再动手。行，速度点，别让老大等急。聚完会的13正摇摇晃晃的往家走着，没想到背后突然来了2个人，拒接上级。你们是什么人？然而这2个人互相看了看，面对这2个人，苦13一点都没有慌。上一世的他可是特种部队的，10多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说吧，是谁指使你们来袭击我？苦知青，我们错了。苦知青，我们错了。你认识我？我们是隔壁左家村的人，我叫左胜利。我们之间有仇吗？没仇，没仇。你袭击我，是不是陈刚叫你们来的？陈刚是谁？我们不认识，我们是侯老大派来帮忙的。侯老大是谁？他为什么叫你们来袭击我？侯老大就是你们村的侯三，他这不是刚从劳改出来，也老大不小了，想找个媳妇，所以就叫我们来帮忙。他找媳妇跟我有什么关系？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老大只是和我们说，他今晚会趁着你们知青聚餐的时候，悄悄将一个女知青绑走，然后强行那啥了。赶紧说重点，别废话。侯三想绑女知青做媳妇，和袭击我有啥关系？侯老大担心自己搞人家女知青，事情败露，所以让我们把你打晕了，绑了，等他完事后就把你衣服脱光，和那个女知青放到一块，到时候侯老大就会带人去抓奸。这样一来，你们2个的名声就全都臭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向那个女知青提亲，这不就白捡一个媳妇了？听了这小子的话，把苦13气得够呛。村里那么多人，侯三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我老大说你不喜欢幼薇，到时候就算娶不到女知青，也能把你们2口子搅和黄了，这样他或许能把你媳妇搞到手。另外什么？另外侯老大说你和那个女知青是相好的，把你俩整到一起合情合理，别人也不会怀疑。侯三要绑的女知青到底是谁？好像姓沈，具体叫什么俺也不知道。完了，沈晨露有危险，赶紧告诉我，侯三现在在哪里？想好了再说，要不我嘎了你。侯老大要我们把你打晕后，弄到后山的破屋子里，他在那里与我们会合。得知侯三的位置后，苦13准备去救人，可是要是走了，这2个人不就逃跑了？正在苦13犹豫不决时，大舅哥和佑威赶过来。大哥佑威，你们来了呀！佑威担心你这么晚了没有回去，是不是出事了？让我陪他上山上看看你。妹夫，这2个人是怎么回事？大哥，现在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你帮我看住这2个，别让他们跑了。我得赶紧去后山的小破屋那里。媳妇，你现在立即回村里叫人，把村里的青壮都叫起来，一部分人去知青点，看看女知青们都在不在，一部分人去后山小破屋支援我。说完，苦13前往后山。小薇，你赶紧回去叫人吧，让爹敲锣召集村里青年。佑威第一次见这种场面都不知所措了，虽然担心苦13的安危，但是眼下也只能去找人帮忙。看着地上躺着的2个陌生人，大舅哥知道肯定出大事，
便把两人的皮带解开，牢牢地绑在了一起，确认他们不能逃跑后，便也往后山跑去。此时小破屋里的侯三盯着已经昏迷的沈晨露，不由得感叹道：能得到这么漂亮的女人，还能得到200块钱的酬劳，甚至于事后还可能给我当媳妇。正当侯三准备对沈晨露下手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外面的苦十三到了门口，发现门紧闭着，苦十三也没敢直接冲进去，怕被袭击，便用手中的棍子敲了几下门。而里面的侯三看了看外面，回来的并不是手下，而是苦十三后，便知道计划失败了，躲在了门后，等到进来给他致命一击。苦十三见里面没有动静，一脚将他踹开。辛苦的你竟然敢到这里来送死，真是有种啊！侯三，你真是活够了！你要是敢动沈知青一根手指头，我今天就在这小破屋里给你立个坟！哈哈哈，真是笑话！你自己都要完蛋，还担心你那相好的？可惜你来晚了，你的眼光不错，他很认。混蛋！不可能，你怎么这么厉害？而这时大舅哥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妹夫，我来了。侯三一听大事不好，撒腿就跑了。苦十三也没有去追他，担心沈晨露的安危。外面的大舅哥看到一个人影，嗖一下就没了。给我站住！大哥别追了。妹夫你没事吧？没事，估计侯三那小子受伤不轻。什么？你说刚刚跑出去的是侯三？是他把沈知青给绑了。看着躺在地上的沈晨露，大舅哥也是一脸懵逼。妹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苦十三将今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大舅哥。听完以后，大舅哥直接怒了，竟然敢做这种事情，看来这2年的劳改对他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现在就去打断他的狗腿，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太监。大哥别冲动，你要干嘛去？我去追侯三，不能让他跑了。大哥你先别去追，你要是走了，这里就剩下我和沈知青了，到时候右威他们来了，我更解释不清了。大舅哥听了苦十三的话，想了想，现在去追侯三确实不妥，马上社员们就来了，还真不好解释。妹夫，现在咱们咋办？我刚刚已经看过了，沈知青并无大碍，我们先下山吧。刚走一半就碰到了赶来的社员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咋搞成这个样子？胡知青，你该不是去后山和沈知青搞破鞋，被大舅哥抓到了吧？你会不会说话？行了，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赶紧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咱们村的侯三勾结外村的人，想将我和沈知青绑了，然后霍霍完沈知青嫁祸给我，结果绑架我的人被我干趴下了。问明情况后，就和我大舅哥上山救人，同时让右威去村里叫人。你确定是侯三？肯定是他，我和他面对面交过手，被我打跑了，肯定错不了。侯三不是刚从劳改队出来吗？咋又犯事了呢？胆子真是大，竟然连女知青都敢绑。岳父李丰年毕竟是军人出身，听13说完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次侯三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村民争斗的问题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已经不是队里能解决的了。现在我安排一下，建国你现在立即回家，骑车去公社报案。好爹，我这就去。等一下，都是队里的人，因为这点小事用得着吗？就是那小子刚出来又要被逮起来，最丢脸的还是咱八宝连大队。咱村的事儿请咱村自己解决就行了，没必要进去吧？不行，必须进去。我知道大家还念着村民的旧情，不想报案，但是你们想想，这样的人放在自己身边，他以后会不会将注意打到你们家的姑娘媳妇身上？听了苦13的话，所有人都沉默了。不一会，村民们觉得苦13说的确实有道理，立马就赚了风头，支持将侯三惩治以法。李丰年也同意13的做法，跟村民们解释道：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打架斗殴了，必须报上去，谁要是敢阻拦，等叔叔来了自己向人家解释。陈队长你觉得呢？陈建英脸色铁青，略显尴尬的说道：那啥，我也是好意嘛，既然大家都叫了应该进去，那就进去吧。爹晚上和沈晨露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女知青叫梁月，但是我们只找到了沈晨露，梁月现在下落不明。续接上集，沈知青找到之后，还有一个女知青下落不明。李丰年得知还有一个女青年下落不明，立刻开始吩咐村里的村民：张根旺，你带着5队的人去村里找找，生要见人，嘎要见尸。陈建英，你带着4队的人立即搜山，无论如何都要把侯三这个混蛋给我抓回来，交给叔叔。在李丰年的安排下，八宝梁大队的2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都被调动起来，找人的找人，搜山的搜山。苦13由于在人群中没看到媳妇，便先回了家。刚刚这妮子肯定是吓坏了。此时家里的右威确实有些坐立不安，想起刚刚那一幕，他忍不住的发抖。自己男人本是个文弱书生，真要是动起手来，未必能打得过天天惹事的侯三。媳妇，我回来了。你吓死我了！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和宝该怎么活啊？对不起媳妇，以后不会了，今天只是一个意外。苦13将今晚发生的事又和右威说了一遍，听得他心惊肉跳的。那沈志清现在没事吧？侯三到底有没有把他糟蹋了？那倒没有，我去的比较及时，那个混蛋还没来得及对他动手。那就好，沈志清那么好看的一个姑娘，可不能让侯三那样的恶棍给糟蹋了呀。再好看也没我的宝贝媳妇好看。妹夫你在家吗？叔叔他们过来了。媳妇，叔叔来了，我毕竟也是当事人之一，必须出面。你安心的早点睡吧，我没事不用担心我。那你小心点。张所长，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夫苦13，那2个歹徒就是他抓住的。你好，苦13同志，现在社员们还在搜山呢。是的，李支书带着几个队长和社员们都在搜山。好一会，需要和你了解一下情况，还要请你配合一下。走吧，我们上山，不能让案犯跑了。随后几个叔叔就上山了，而此时的侯三却悄悄地溜回了村里。已经有过几次劳改经验的侯三，如果这次再被叔叔抓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之所以没有逃跑，选择回村，就是为了找陈刚要钱，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陈刚指使的。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责任他可不想一个人背。陈刚不给我500块，我就把事情全抖出来，谁也别想好。此时的陈刚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的。这次计划是他和他爹详细策划好的，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苦13竟然喝了酒的状况下，一个人能弄得过2个，竟然还赶跑了侯三这个恶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一直都是他和侯三单线联系的，侯三那2个小弟并不知情。但如果侯三被抓住，那他们陈家的罪行就会被彻底曝光。以陈刚对侯三的了解，那家伙一旦被抓住，绝对会将他和他爹都供出来，那他们陈家就彻底完蛋了。正当陈刚备受煎熬时，院子里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他知道侯三应该来了。陈刚想了想，在侯三进来前拿了一把尖刀放在腰间，并用衣服遮住。事情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老子还想问你呢，你不是说幸苦的是个文弱书生吗？老子差点没让他弄搞，给一回老子跑得快，你这明摆着就是在耍我。我怎么会坑你呢？除了是我，不一样担责任吗？现在整个村的人还有叔叔都在找我，你赶紧给老子拿钱，我必须得跑路了。行，我答应给你的200块钱，现在还差你100，你赶紧拿钱离开八宝粮大队。100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打发谁？老子也不跟你废话，500块钱赶紧给我，否则我也不跑了，我去把你俩都供出来。500块？我上哪里给你整500块？你们陈家家大业大的，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你骗鬼呢吧？用不用老子给你普及一下你们的后果，看看500块钱重要还是坐牢重要？我反正就是烂人一个，烂命一条，带上你们陈家我也值得了。听了侯三的话，陈刚也慌了，他没想到侯三会鱼死网破，为了不让陈家倒下，他只能答应侯三的要求。好，500块就500块，拿上钱立马走，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等下老子觉得500块太少了，得1000块，另外再给老子弄一封介绍信。什么1000块？你在讹我？老子就是讹你了，又能咋地？上次就是因为你们父子蹲的，这次还是因为你们，现在连村子都带不下去了，1000块都便宜你了。此时的侯三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他料定陈刚一定会答应自己的要求。看来这家伙对我家一直怀恨在心啊，就算这次给他了，以后还是后患无穷吧。行，1000就1000，但是你今天晚上就必须离开八宝粮。至于介绍信，咱们约好地点，等我这边办好了再给你送过去。行，你办好了就送到水库边上的小破屋里，我自己去拿。你先去外面等我，我给你拿钱。你搞快点，别被人发现了。就在侯三转身出去的一刻，陈刚突然抽出腰间的尖刀，续接上级。听到声音的社员们迅速赶过来，侯三嘎了。叔叔审问陈刚的说法是，侯三突然气势汹汹的来到陈家要钱。陈刚在侯三的威胁下，无奈只能将家里的钱给了侯三，但拿到钱的侯三还不善罢甘休，想要灭口。在挨了几下之后，陈刚无奈之下奋起反击，最后夺过，将侯三嘎了。所有的当事人全部被带回了公社，很快这件事就被定性，侯三罪有应得，陈刚正当防卫。等到苦13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下午了。媳妇，这是要干啥呀？跨火盆去晦气，快跨过来！你怎么换鞋子了？这鞋贵不贵啊？最近闲鱼做活动，兄弟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闲鱼搜索闲鱼鞋王，发布你的压箱底好鞋，评选2023年度闲鱼鞋王，更有超多限量球星亲签等你来评。这事就算是过去了吧，叔叔也不会再来了吧？暂时是过去了，如果有新情况的话，我还是需要去配合调查。还有啥事？没事，也就简单问几句话就完事了。况且这是已经定案了，就连嘎了人的陈刚伤好之后也会回来。他为什么能回来？应该给这个人抓起来。他被判定正当防卫。被折腾了1天1夜，回到家的苦13倒头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了晚上才醒来。明天我要去县城记稿子，你想和我一起去吗？我就不去了，你走了的话，没人给你记工分了，我得去盯着点。爹，你来了。你娘做好饭了，小薇你先带着宝过去吃饭吧，我和13有点话要说。好的，爹。爹，你是要和我说陈家的事吗？你咋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我越想越不对劲。爹，你说说怎么不对劲？首先，你们知青聚餐本身也不是公开的事，侯三一个不下地干活的二流子，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甚至你们喝没喝酒，什么时候结束他都知道，还会知道在你回家的路上埋伏你，这也太不合理了吧？只有一种可能可以解释，知青点有他们的内应。有这个可能，但能将整件事情策划的这么详细，要说没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这完全不可能。另外，侯三的嘎也有问题。您看出什么破绽来了？我查看了侯三的尸体，他的伤是从背部刺入的，也就是说他是被偷袭了，
如果侯三是两个人互相弄的时候被陈刚嘎的，那么伤口应该是正面或者侧面，但绝对不会在背后。而且侯三从小就是村里的一霸，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身体素质也不是陈刚那小子所能相比的。如果不是偷袭他，怎么可能打得过侯三，又怎么能嘎了他？爹，你说的没错，我和侯三交过手，他的力量和反应速度陈刚根本比不了。还有一开始我遇到的那两个人，以为是陈刚派来的，后来经过询问，他们还不认识陈刚。我本以为和陈家没什么关系，可侯三却嘎在了陈家。八宝梁村那么多人，为什么侯三只选择了陈家？昨晚上咱们家一个男人都没有，理论上我们家更容易下手，哪怕是报复我也应该先来咱们家啊，可他却去了陈家。昨天晚上听到锣声，所有青壮都赶了过来，唯独陈刚没有出来，也就是说陈刚故意留在家里的。当时陈建英还和我说陈刚身体不舒服，我并没有当回事，现在想想他确实有问题，而且我甚至觉得陈家在这件事情上很可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侯三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你？就因为你和沈知青走得近，这不是扯犊子吗？反倒是陈家和你之间有着大仇，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如果是陈家指使侯三陷害你的话，这些事情就说得通了。爹，那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咱不能让陈家那几个逍遥法外。已经晚了。怎么晚了？不是还没有结案吗？我们现在提出质疑应该没问题吧？案子虽然是没有结，但是派出所那边已经定性了，并且已经上报到了上面。而且我下午的时候接到了公社那边传来的消息，上面已经决定对陈刚这种临危不惧的行为予以嘉奖。苦13不是愣头青，顿时明白了其中的厉害。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不算又能咋样？姓陈的毕竟是有嫌疑的，难道我们连自己的质疑都没法提吗？提了也没用，那两个小喽啰又一问三不知，根本牵扯不到陈家。我这次过来也不是让你追究陈家的责任的，而是告诉你陈家很可能是幕后主使，你以后一定要注意点。像昨天晚上你一个人都不带就急匆匆地前往后山小庙，实在是太危险了，幸好只有侯三一个人，要是那家伙还有帮手，你该咋办？苦13虽然对自己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但是他也知道岳父是担心他，当即虚心地说道：爹，我记住了。陈家父子不是什么好鸟，以后见了躲着点。行，我知道了爹。苦13听了老丈人的分析，让13更加的刮目相看。本以为这次的命案只有自己才知道内幕，却不料老丈人也看得这么透彻。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等到时机到了，我一定将你们陈家还有你们的保护伞连根拔起。第二天一早，苦13骑着猛登125就去了县里。这段时间，苦13翻译完成的稿件差不多有12万字，算一算应该可以得到300元的稿费，便先来到了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顺便把58元的汇款单也兑成了现金。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次苦13写信给老徐，让他多寄一些翻译期刊过来。忙完这些后，苦13直接来到了医院看望一下严耿东。谢谢你救了我，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你就安心养伤吧，钱的事以后再说，还有公分的事情，你不要担心。这几天你儿子文辉那小子一直替你打扫牛棚，我们按照你的公分给他计算。还是要谢谢你，前几天你支书来了，这都是你在给孩子送饭，谢谢你替我照顾他。别客气，谁家还没有个难处呢？苦知青，你也是知识分子，我觉得像你们这种知识青年，即便是到了农村，也不应该把书本放下，有时间的话还是多看看书。听到严耿东的这句话，苦13惊讶不已。这主牛棚的人觉悟就是不一样，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他是在提醒自己吗？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觉得文化知识不管到了哪里都有用，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放下。你好好养伤，家里不要担心，我会帮你照看的。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刚到村口就遇到了老丈人李丰年。爹，你这是干啥去？别回家了，拉我去大队部开会。各位社员大家好，我叫简文明，是咱们团结公社的主任。今天把大家聚集在一起，主要是为了表彰陈刚同志的英勇表现。由于陈刚同志在前几天的恶性绑架抢劫案中不惧持刀歹徒的威胁，勇敢地与之作斗争，最终成功将其反嘎，经县局研究决定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另外，咱们八宝梁大队是个英雄的集体，除了陈刚同志外，苦13、李建国2位同志在这次事件中也表现英勇，公社决定奖励他们2位现金10元，白面50斤。陈刚的表彰决定是县里下发的，而对苦13和大舅哥的表彰是公社决定的。所有人知道，如果不给苦13和李建国这个表彰，公社肯定会被说闲话。毕竟救人抓人都是靠苦13和李建国，但是苦13还是很满意，实打实的物资和钱还是不错的，总比陈刚那张奖状要好。几天后，严耿东恢复的差不多，准备出院了，但是还是不能下地活动，所以要村里派车去接才行。李丰年便让苦13和李国强一起去，人毕竟是苦13送过去的，也应该由他接回来。妹夫小薇这段时间咋没去老宅了？是不是你不让去啊？没去吗？我不知道。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以前一天至少要去2、3趟，这段时间去一趟也没有去。几个大舅哥都宠着幼薇，几天不见也慌。可能是他这段时间太忙了吧。现在的里又没有多少活，有啥忙的？小薇前段时间将初高中的课本都从老宅拿了回来，
现在天天在家复习，看那玩意有啥用？学点文化知识总是好的，而且谁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你说的是工农兵大学吗？不是工农兵大学，我和小薇认为总有一天会恢复高考，所以要提前准备。这话你听谁说的？可不能瞎说啊！四哥没有谁说，是我们自己推断的。现在全国上下都缺人才，就像我现在翻译一样，本身不是什么稀缺岗位。如果有大学专门教这种课程，会的人多了，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毕竟国家要发展，上面就会有政策。李国强也是初中毕业，其中的道理他一想也就明白了。想要国家有发展，必须储备人才。四哥，你要是信我的话，回去也将课本重新捡起来吧。好，我回去好好想想。不一会，两人便来到了县城。两人没有先去医院接人，而是先来到了邮局苦13，打算看看老徐有没有回信。四哥，你等我一下，我去看看市里有没有来信和包裹。同志，帮我查一下有没有我的信件或者包裹。你是哪个公社的？团结公社八宝粮大队苦13，还真有你的包裹。随后，工作人员递给苦13一个包裹，还有信件。苦13把信件打开。苦13老弟，祝贺你顺利晋级为编译师，上面也对你的身份进行了审核，同意正式将你纳入国家编译局。编外人员工作证以及相关的职业证书已经随同本次需要翻译的原稿一同寄来了，都在包裹里。这次翻译任务很重很急，希望你尽快完成任务。另外，原稿很重要，你要注意保管保密。随后，苦13又看了下这次的汇款单，居然有326元。续接上集。苦13看到手里的326元汇款单，此时他有些激动，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翻译会赚这么多钱。仅仅翻译12万字，在这个年代就能赚好几百块钱，看来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随后，苦13将手里的326元汇款单兑换成了现金，满意的从邮局里走了出来。走，四哥，去供销社。我说妹夫，你这样真的好吗？人等着你去办理出院手续，你竟然在城里闲逛了起来。没事，时间还很充裕，我先去买点东西，晚上之前回到村就行了。同志，你又来了呀？那次咋进什么货？还是老样子，50斤面粉，30斤大米，糖2斤，再来2袋大白兔奶糖，2罐麦乳精蜂蜜也来1罐，再来点糕点。我的天哪，那个地主家的哈儿子每次都那么买东西，而且一次比一次惊人。你在想什么呢？没有，不好意思，同志，我的都给你拿去，先生都给你装好了，放在门口了。好，谢谢你。当看着我大包小包的从供销社出来，四哥整个人都惊呆了。妹夫，你这是把供销社抢了啊？今天发稿费了，所以就多买了点。妹夫，你老实说，你这次领了多少钱？不太多，也就300多块钱吧。这么多？听了苦13的话，四哥直接被吓住。想想一大家子10多口子人，辛苦1年到头来，除掉口粮，分到的恐怕也没有300块钱吧。而这小子干翻译前后才几天，都赚了不下于500-600块钱了。一时间接受不了的四哥沉默了。怎么了，四哥？受打击了？没有，我知道你当初娶幼薇并不是出自真心，现在以你这可怕的挣钱能力，想来也用不着我们李家庇护了。你会不会不要小薇了？咋的？合着我就应该不思进取，吃软饭你就觉得安心吗？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好像还就是如此。四哥的话直接把苦13都笑了。四哥，我和幼薇已经领证了，这事已经不用再提了，我会一直和小薇在一起。而另一边的医院里，严耿东已经收拾好了，就等着苦13他们来办理手续出院了。东叔，人我就接走了，切记先别让他干活，以免以后留下后遗症。好的，这段时间感谢您对严大哥的照顾，也不知道您需要啥，就简单的买了点营养品，您别嫌弃。钟镇南看了一眼篮子里的东西，可不便宜。你小子这是干啥？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咋能另外收你的东西呢？赶紧拿回去。苦13已经猜到了他不会要，之前就和四哥商量好了，让四哥提前赶车走。于是苦13放下东西，上车就走了。此时的钟镇南也不由得感叹道：这个人真的不简单，花200块给别人治病不说，还给我拿这么多的东西，以这个年轻人的格局与魄力，肯定会有大作为的。回到村里之后，苦13将买的米和面分了一些给严耿东。离开他家的时候，四哥忍不住了：你说你垫付医药费也就算了，怎么还要送米和面图啥呢？四哥，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我。要不是你们李家和幼薇，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人呢就是这样，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当我那天看到废墟里的他时，才会毫不犹豫的去救他。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娘，我回来了。你这孩子提这些东西过来干啥？娘，今天这不是发稿费了吗？我就给您这边买了点面粉和大米，给我爹买了2瓶酒。家里有粮食，浪费那个钱干嘛？丈母娘虽然嘴上埋怨，但是脸上却露出欣慰的笑容。自家这个女婿是个有心人，赚了钱懂得孝敬我们。这酒是2锅头啊，1瓶得1块钱呢。你给他买这么贵的干嘛？一个老头子喝点散装酒就行了，哪喝得起这么贵的酒？没事娘，爹好歹是个村支书，这个酒咱还是喝得起的。妹夫，我家那口子呢？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四哥去生产队还车去了，一会就回来了。四嫂，你这应该快该生了吧？是啊，大概也就月底的事了。四嫂，我看你这肚子实在是有点大，生的时候恐怕不太容易，
要不到时候生产的时候，还是去县里的大医院吧。前世四嫂生孩子的时候，苦13已经离开了。后来在调查李家的情况时，苦13才知道，四嫂因为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差一点一尸两命。去啥大医院呀？得多少钱呢？我这是2胎了，肯定没问题。一定要在四嫂生产前将她送到医院，免得悲剧发生。从老丈人家回来后，苦13将包裹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最上面的是一个文件袋，拆开后有一大一小2个红色本子，大一点的是职业资格证书，稍小一点的就是工作证。看着手里的2个红本子，苦13的心里瞬间安心了不少。他们就相当于苦13的护身符，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必担心遭到不公平对待。接下来苦13将剩余的原稿整理了一下，一看才知道，竟然都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科书，这说明上面已经重新准备相关的大学课程了。高考恢复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傍晚的时候，媳妇下工回来，苦13做了一桌子的菜，打算庆祝一下有了稳定的工作。正当一家3口准备吃饭的时候，沈晨露突然来了，因为得到了编制的工作，晚上开心的做了一大桌子菜，打算和媳妇庆祝一下。本想享受一下丰盛的晚餐，却不料刚要动筷吃饭时，沈晨露突然来了。你怎么过来了？正好我们刚要吃饭，一起吃点吧。不了，我吃过了。13哥哥，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可以吗？嫂子你别误会，其实我今天是来和13哥哥来告别的。你们聊，我出去走走消消食。真的打算离开了？是啊，我爸给我办理了病退，京城那边已经批准了。回去也好，这里真的是太苦了，真的不适合你。我其实并不怕吃苦，只不过现在留下来也没有意义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手续都办完了，现在就能走了。不过我打算等小月结完婚再走。什么？梁月要结婚了？和谁？陈队长的2儿子陈刚。啥？陈刚？之前没听说他们2个谈恋爱啊？具体啥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前2天小月突然回来说要和陈刚结婚，我才知道这事。此时的苦13觉得这事肯定有蹊跷。据13的了解，梁月是不会看上陈刚这个人渣的，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被陈刚威胁的。怕沈晨露看出什么担心，梁月便说道：走的时候说一声，到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去送你。13哥哥，行了，不用说了，回去吧。沈晨露本以为13会挽留，因为在被绑架的时候，恍恍惚惚的听到了他和侯3的对话，说自己是他女人，看来是自己多心了，流着眼泪走了，因为他知道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了。沈知青要走了。他要回京城了。老公，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毕竟沈知青那么漂亮的女孩子，还对你那么痴情，你真的舍得让她走吗？行，那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吧。别去！哈哈哈，骗你的！她走了我挺开心的，看到她我就不自觉的想到我的父母，我就挺难受。对了，我看这段时间也不是很忙，我们一起去看公公婆婆吧。有了前世的记忆，苦13确实知道父母的位置，也很想见到他们，但是目前交通毕竟不发达，过去一趟很不容易。还是等等吧，这次的稿子催得急，等我翻译完咱再去吧。你说婆婆会不会不喜欢我呀？毕竟我是个农村的姑娘。放心，我们家里不是那样的人，她要是知道你人这么好，而且还这么漂亮，肯定会很开心的。爹，你怎么来了？我是来谢谢我这个孝顺女婿的。我回家你丈母娘就告诉我，说你给我拿了2瓶二锅头，给我高兴坏了。那个老娘们天天给我喝散酒，喝的我天天脑袋痛。行，爹，你以后的二锅头我包了，咱再也不喝散酒了。爹跟你开玩笑的，我是来通知你，电影放映组和县里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明天来咱们这，全村社员上午正常上工，下午就都休息，晚上一起看电影。行了，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你娘还等着我回家给我洗脚呢。完了，睡过头了。没事，一会我去队里请假，我想带你和孩子去趟县。去县里干嘛？我想先写封信给我父母他们，顺便寄一张我们的全家福。那你赶紧去吧，回来还不耽误晚上看电影。虽然现在不太想和陈建英说话，但是苦13和右威是归第4生产队管，所以请假还得找陈建英。陈大队长，上午我和我媳妇准备去趟县里，准备请个假。不是我想找你茬，你天天往县城里跑是啥意思？消极怠工可不行。去县城办事咋就成消极怠工了？陈大队长可真会给人戴帽子。你说你们2口子这段时间都请了几次假了，再不是消极怠工是什么？你们要是不想上工就直接说，别天天在这跟我找借口。我们确实是请过几次假，但是还达不到消极怠工的程度吧。再说了，眼下可是农闲季节，现在有事不去办，难道要等到农忙的时候去吗？呵呵，你倒是挺会狡辩的。不过今天这个假我还真就不批了，别人可以，就你们李家不行。我真是给你脸了，你以为不给我假我就不能去了？真把自己当回事了。那你就试试，我不给你假，看你怎么去。你要是硬走的话，我可不敢保证你这个积分员还能不能干下去。你竟然敢威胁我！对，我就是威胁你了，咋地吧？就在这时，门外却传来了老丈人的声音：都在嚷嚷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让我看看是谁欺负我女婿，是我老李家没人了。陈队长，不是我说你，你那么大岁数了，跟孩子一样的，还要不要脸了？一大早就听你和孩子在这吵吵闹闹，也不怕别人笑话。李支书，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这女婿，
天天就知道请假往城里跑，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宇旭，你和小薇要请假？我打算带着小薇和孩子去城里拍几张照片，给我父母寄过去。这是正事，你去吧。李支书，你糊涂啊！你这是纵容他们犯错误啊！人家给父母寄张全家福就犯错误了，谁规定的？今天请假是不犯错误，但经常请假会影响生产进度，耽误了收场，责任谁负？当然是你这个大队长负责了。凭什么是我负责？因为你是队长啊，生产上的责任你不负谁负？一天天就知道整事。队里哪条规定社员不能请假？谁请假就扣谁的工分就行了，扯那么多没用的干啥？我们要请假你批就得了，哪来的那么多话？到了秋天分不到粮食的事，我们又不是你在这瞎操心。陈建英被眼前的两人气得不轻。好，你个李丰年，你引人为亲，把计分员的岗位给了自己女婿不说，还纵容他消极怠工，我要到公社揭发你去。要告就早点告去，兴许回来的时候还能赶得上午饭。你们，咱们走着瞧。爹姓陈的不会真的去公社告状了吧？告去呗，爱告谁告谁，怕什么？爹，要不我这个计分员还是不干了吧，省得别人说闲话。知道你这个计分员是怎么来的吗？不是你给安排的吗？其实你的这个计分员的岗位是小薇拿自己的工作换的。啥是小薇的工作换的？我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曾立过一次一等功，按照规定回到县里后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到镇上工作。我们家里情况你也知道，就小薇这么一个姑娘，全家人都疼她，所以当时经过商量之后决定将这个工作名额给小薇。其实小薇高中毕业后不久就接到了县里通知，要她到镇子里的中学当老师正式工，每个月18块钱的工资。但是那丫头被你迷得神魂颠倒，没等上班就嫁给了你。她知道你受不了田里的苦，所以结婚后硬是要将这个名额给你。但是老师的岗位是正式工，早就在县里人事部门备案的，县里哪会同意换人？最后还是由我出面，用那个老师的名额给你换了个计分员的岗位。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岗位来得堂堂正正，就算陈建英这个告到县里，咱都不怕他。老丈人的话让苦13更加愧疚，前世为了回城，还给这个这么爱我的妻子抛弃了。知道了这些，此时的他心里狠狠地发了誓，我这次绝对不会辜负佑薇，也不会辜负李家的。苦13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家。回来了，请好假了吗？媳妇，你怎么不说你那个计分员的岗位是拿你中学老师的名额换的？我怕你不同意，就没告诉你。我当然不会同意了，一个计分员哪能和正式的老师岗位相比呢？你牺牲太大了。也没有，我也是为自己考虑，镇子离咱们村子那么远，我要是去那里上班的话，肯定是要住校的，就会和你分开，我不想和你分开。佑薇的话再次深深地触动了13，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苦13骑着自行车带着媳妇去了县城，就拍了10几张照片。居然要10块钱，也太贵了吧？没事，这都中午了，我们去国营饭店吃饭吧。还是算了吧，听说里面老贵了，你要是饿了的话，咱们就到供销社买点糕点饼干垫补一口。走吧，一直也没有带着你下过馆子，今天就带你去开开荤。来到国营饭店后，佑薇看到菜价什么也没敢点，一份炒土豆片要5毛钱，红烧肉居然要2块钱，太贵了，要不咱们还是走吧。贵是贵了点，但咱也不是天天来，就当是改善生活了。苦13点了一份红烧肉，还有纸烧鸡，一个紫菜鸡蛋汤，2碗米饭和媳妇吃了起来。就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国营饭店的窗前走过。是13他们居然吃红烧肉，你这个外来户凭什么能娶佑薇？凭什么能吃红烧肉？嫉妒的陈刚在外面用恶毒的眼神看着苦13。自从发生了上次的事后，陈刚好久没出门了。今天进城是为了陈家老爷子70大寿之办，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的陈刚却没有勇气进去，便恶狠狠地说道：“你给我等着，我会要你好看的。”只因苦13吃了一顿红烧肉，却被陈家一家人算计。殊不知，在他们算计苦13的同时，另一边的苦13也在整理陈家的罪行，将他们陈家连根拔起。爹，今天我在城里看到了苦13，他居然在国营饭店里吃着红烧肉不说，还买了好几斤的肉回来。这姓苦的怎么这么有钱了？队上的情况咱们都知道，一个工分合下来也就不到3分钱，就算是姓苦的每天能拿10个工分，也不过3毛钱，一个月合下来也就6块钱，他哪能拿出那么多钱买肉？他的钱肯定有问题。姓苦的这段时间经常请假去城里，不会是这小子在搞投机倒把吧？别说爹，还真有这个可能。听村里人说，每次他进城也带回来不少东西。老二这几天你哪也不要去了，就给我专心盯着苦13。我倒是想看看他哪来的钱买肉。如果那小子真的在暗地里投机倒把，这次就算是李丰年用上再不对的关系，也救不了他了。爹，你放心，我会盯住他的。吃完饭，一家人骑着车赶回村去。刚到村口就遇见了沈成禄。佑薇，你先去看电影吧，我一会就过去。你怎么过来了？苦13哥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不是我，是梁月。这几天小月不知道怎么的，经常无缘无故的流泪，有时候睡着了都会哭醒，而且她每晚都在做噩梦，经常尖叫的醒来。宿舍里的其他人也跟着遭罪，我希望你能帮帮她。你想帮她，但是人家未必会领你这个情。我不需要她领我的情，她算是我在八宝梁大队唯一的朋友了。我真不希望她出事。你倒是把她当真姐妹，我会帮她的。我也想让你看看事实真相，免得你以后也像她这样。什么意思？没什么，晚上电影放映的时候，你把梁月叫出来，我和她单独聊聊。好，那我先回去了。晚上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沈晨露借着散心的理由将梁月约了出来，而苦13早已在等待着他。露露，咱们怎么来见他了？陈露，你先走吧，我和她单独聊聊。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啊？我估计你很郁闷吧？沈晨露还在为你担心，难道你不感觉愧疚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将一个真心对自己的好姐妹亲手交给混子，自己却因为这事被人拿住把柄，被迫嫁给一个二流子。你不做噩梦，谁做噩梦？你都知道了。我不仅知道那天是你作为内应，帮着侯三把沈晨露带到小破庙，而且还知道这背后全是陈家人搞的鬼。他们实际上要搞的是我，沈晨露只是被我连累了而已。我还知道侯三的嘎并不是什么抢劫被反嘎，而是陈刚故意嘎人。而你要和陈刚订婚，也是陈刚逼迫的吧？我说的这些都对吧？那你知道这些为什么那天没有拆穿他们？因为时机不到，这点事还不足以扳倒陈家。你放心，我会帮你。你怎么帮我？你事先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吧？不知道。陈刚找到我的时候，只是和我说想不想让你身败名裂。我说想，后来他就让我一直盯着你。那天我告诉他咱们知青点要聚餐的事情后，他就让我晚上将沈晨露悄悄带出来。可是我没想到侯三要对露露下手，他们骗了我。梁月说完就哭了起来，说不愧疚害怕是假的，差点害了沈晨露。这几天还被陈家威胁力捕，他真的快要疯了。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事情结束后你去自首。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那你主观恶意并不明显，而且并没给我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问题不严重。如果有立功表现的话，完全可以从轻或者是免除处罚。真的吗？但是接下来你要配合我，不然你可能会性命不保。性命不保？难不成陈家他们会嘎我？你要知道，你现在就是陈家的命门啊！他们能下狠手嘎了侯三，还能再会多嘎一个。只不过你是知青又没有犯错，嘎了你的话不好交代。但如果你成了陈家儿媳的话，那他们有无数种方法悄无声息的除掉你，别人还没办法追究。梁月听到苦13的话，心里害怕极了。苦13说的没错，陈家现在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听你的，我也愿意自首。今天你先回去吧，明天我想办法给你送到县城，先保护起来，免得陈家看出端倪伤害你。擦擦眼泪，我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赶紧回去吧，免得别人看出异常。谢谢你。不用说了。另外，其实你也没必要恨我，你跟我表白我拒绝的事情，并不是我传出去的。我苦13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也没有那么烂。好，那我就先回去了，还是要谢谢你。苦13没有去看电影，而是直接来到了老丈人家，打算和老丈人商量接下对付陈家的计划。这么晚过来是有啥急事吗？爹，我今晚和梁月聊了那天的事，的确是另有内情。苦13将梁月那里得到的消息全部告诉了老丈人，他是越听越生气。这帮人真的是无法无天了。梁志清真的愿意去自首吗？他不自首，陈家也不会放过他。要知道，只有人嘎才不存在泄露秘密，他只有自首才能救自己。就算梁月自首，但也只是让陈刚身败名裂，给他定罪还不够，甚至也就关上一段时间就放了。但你这样却等于将整个陈家得罪了，事后免不了要被他们整个家族报复。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和陈家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了。陈刚惦记着右威，一天不嘎掉他，陈家就会一直想办法置我于嘎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你说的有道理，我早就看姓陈的不顺眼了，就他家里的那些歪瓜裂枣也想打我儿女的主意。爹，我有信心将陈家一网打尽。你说的一网打尽是啥意思？陈家老少鸡鸭鹅狗一个都跑不了，全都蹲局子去，贪污、投机倒把、侵吞集体财产，这些总够了吧？你说这些都是陈家人干的？爹，你还记得林婉婉吗？林志清她不是嫁给陈金的吗？怎么了？林婉婉并不是自愿嫁给陈金的，而是被他糟蹋后又受到了陈家人的威胁，最后不得不委身于陈家。啥？你说的是真的？林婉婉当年和我们是同期到的八宝梁大队，由于那时候知青点还没有建起来，我们刚来的时候需要借助社员家里，而林婉婉当时就被安排到了陈家。那她为什么不说呢？她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父母又不在身边，人生地不熟的哪敢说啊？最后只能屈服。然而这还不算，婚后的林婉婉也没有得到陈家人的善待，经常被家暴虐待，甚至于多次流产，整个人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陈家真的是造孽啊！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些都是苦13上一世调查陈家的时候查出来的，但是目前只能跟老丈人说个谎。上次我去城里碰见他了，他告诉我的。你打算怎么做？我打算先和林婉婉谈谈，由他出面控告，并指证陈金陈家其他人都是包庇者。而且据林婉婉所说，陈建英这几年利用陈金在粮库上班的机会，在交公粮以及大队分粮的事情上贪污了大量的钱粮，数额之大，足够他们蹲局子了。最后我再让梁月去自首，这么多罪行，陈家指定都完完。
再去城里找林婉婉，会不会打草惊蛇？哼，不用去找他，陈家老爷子要过寿，他们一大家子人肯定要聚齐。对了，爹，我打算找个由头，将梁月仙送到县城保护起来。那找啥由头呢？家里四嫂不是马上就要生了吗？咱们就说四嫂肚子大的有些异常，可能是双胞胎，所以为了四嫂的安全了，咱们准备将她送到县城医院待产，到时候让梁月和沈晨露一起跟着去，就说是让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帮忙照顾一下。行，这个理由也不会让别人怀疑，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去大队将这事跟大家说一声，醒着他们起疑心。如此一来，四嫂去大医院的生产问题也解决了，免得发生上一世的悲剧。第二天一早，厉丰年就来到了大队。续接上集，第二天一早，李丰年就来到了大队部。老张，陈队长，今天你们俩布置任务的时候，把沈志清、梁志清给空下吧，我有事找他们两个。陈建英听到李丰年要找梁月时，心里顿时警觉了起来。李知素，你找他俩干嘛？我家老四媳妇眼看着就要生了，但是她那个肚子实在是大的有点吓人，我家婆娘担心是双胞胎，所以打算将老四媳妇送到县里的大医院生产去。县里面医院可不像是在家里，得有个能识文断字的在身边照顾着，而且最好是女人，所以我想着让沈志清和梁志清去帮忙照顾几天。老李，人可以借给你们家，但是可不能亏待人家姑娘。放心，我们老李家不会白用人的，每天3顿饭，另外再给5毛钱。陈建英一听李丰年说的有理有据的，也放下心来。这事你直接和沈志清、梁志清本人联系，队里就不管了。虎13登记完所有社员知青们的生产任务后，就在大队部办公桌上开始了翻译。而陈刚这时正在观察着13的一举一动。当他看见13对着一本外国书在写画画时，差点激动地叫出了声。这年头要是敢看那些违禁的书籍，被逮住了那可是大事情。好你个13，不但私藏外国书，而且还敢将它拿到大队部来看，甚至于还在悄悄做笔记，这次答定了。陈刚撒丫子就往家里跑，他决定立即将这事告诉自己的老爹。跑啥跑，没出息的东西，有老撵你了咋地？看你像个啥样子？爹，我发现姓苦的把柄了。这么快？姓苦的在干啥买卖？他在和谁交易？是不是投机倒把？陈刚将在大队部看到的全部告诉了陈建英。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外国书。虽然隔得太远，没看清是哪国的，但肯定不是咱国的。爹，咱赶紧到公社吧，这下肯定能将那小子搞嘎。不行，没有真凭实据，咱就算是去公社，人也未必相信。而且李丰年在公社也是有人的，说不定咱们这边刚刚举报，人那边就接到消息把书藏起来了。咱先把书搞到手，然后拿着书去举报，这样人证物证全都有了，也不怕姓苦的抵赖。那我现在就去大队部抢说。你一个蠢猪，你以为你能抢得过来？后山都搞不过他，你以为你行？真不知道你这虎术随谁了，用不着讲。你这样。陈建英在陈刚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而陈刚听到他爹的话后，眼睛顿时一亮，并不断地点着头。随后父子两人就都出了门。苦知青，你快去地里看看吧，你媳妇幼薇在地里昏倒了。一听媳妇昏倒，苦13紧忙跑了出去，却没来得及收拾桌子上的资料。等苦13到了的时候，确实看到幼薇躺在了地上。媳妇，你怎么了？你可别叫我啊！傻瓜，我这不好好的吗？今天不知道陈建英是咋了，突然发善心了，说累了就歇会躺会。我寻思不躺白不躺，就躺了一会。当13听到了幼薇的话，突然想到了什么，再看了一下刚刚叫13的人，正在和陈刚小声的嘀咕什么。坏了，幼薇你没事就好，我得赶紧回去，先不跟你说了。当13回到大队部，却发现办公室桌子上已经空空如也，不但书没了，就连13翻译好的那几百字的稿子也消失了。居然真的是调虎离山，看来真的中了陈家这两个坏种设计的圈套。就在这时，你怎么过来了？我刚才准备来这里找苦叔你，结果看到陈大队长偷偷摸摸的来了。他怎么了？他把你桌子上的书偷偷拿走了，而且他好像去公社了。我爹让我赶紧提醒你，陈队长可能要对你不利。我爹还说了，实在不行的话，有啥事你可以往他身上推。你爹就不怕引火烧身吗？我爹说他这条命是苦叔救的，人要知恩图报。你回去告诉你爹，他的好意苦叔心领啊。但是姓陈的动不了我，让他放心。你来找我是不是你爹要拆线了？和你爹说等我空了就去。谢谢苦叔，我先走了。既然书稿都丢了，留在大队部也没啥意思了。13当即向着家里走去。13刚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就看到院门外站着好几个当兵的。知道是陈建英搞的鬼，13也没害怕，继续往家门口走去。什么人站住？同志别误会，我是这家院子的主人，想必你们是来找我的吧？一听13的声音，陈建英立马走了出来。他就是敌特分子13，抓住他！只见几个战士就冲了上来，然后将13给控制住。你就是13？我叫卢有明，是咱们县局刑警队的。现在有人举报你是敌特分子，正在搞敌对活动，且你家有大量的来路不明的钱财，我们奉命来调查这件事的。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卢队长抓贼抓赃，捉奸捉双，说我是敌特分子，有证据吗？
卢有明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这本书是你的吗？是我的。孩子，老师，这是明令禁止私藏的外文书籍，你竟然敢公然拿到生产队来看，而且举报人还说你家的开销严重不正常，所以我们有理由。不等卢有明的话说完，13当即打断了他的话。就凭这么一本外文书，就说我是敌特分子，你知道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吗？恐怕卢队长是不认识吧？这个我们会核实的。核实？你的意思是先把我抓起来，然后再核实？如果不是的话，就放掉。这有什么不对的吗？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让你明白点。媳妇，你去屋里把文件袋里面的2个证件拿出来。卢队长看着13的工作证，一时间进退两难。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编译局到底是什么单位，但是能拿出以华夏开头的证件，可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绝对不是他一个队长能招惹得起的。13同志，你这如你所看到的这样，我是咱们华夏编译局的工作人员，目前为华夏籍翻译师。我现在接受华夏的委派，正在执行经理文件的翻译工作，而你手里拿着的便是我们华夏好不容易从国外弄来的外文文稿。除此之外，你手里的那个文件袋里还有上级给我颁发的翻译师职业证书，以及他们给我任务津贴的相关说明。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证明？听了13的话，在场的人都被吓到了。毕竟这带着华夏2字的钢印证书，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陈建英看到13拿出2个小红本，就要将危机化解掉，便立马说道：卢队长，13怎么可能是华夏工作人员？这不是扯犊子吗？他要是华夏工作人员的话，早就回城了，还用得着窝在这个小村子里？再说了，谁知道他的证件是真是假？那些敌特分子可都是十分狡猾的，说不定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专门做出来迷惑你们。听了陈建英的话，卢队长陷入了犹豫。来之前他调查了13的档案，确实不太光彩。作为公安，你有这份警惕的心是好的，但是光有警觉还不行，还得有辨别真伪的能力。现在可以到县里的机要保密局找他们的负责人询问情况，同时你还可以直接联系市里新华书店负责人徐永光，他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当然了，更高级的还有，只不过你们没资格接触。卢有明被13的话彻底给镇住，因为如果13说的是真的，他可惹不起13这样的人。你赶快去核实一下。不一会手下就跑了回来。队长他说的都是真的，上面还明确表示13同志正在负责一项很重要的编译任务，不管出了什么事情，请务必保证13同志生命安全。你们是聋了吗？没有听到吗？赶紧放开13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我卢有明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希望你能给次机会。13同志，您受委屈了，我代表我们向您道歉，请原谅我们的工作失误。卢队长，虽然你们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念在你们也是受小人蒙蔽，且也是忠于职守，所以这事我就不再追究了。多谢您的理解。行了，这事算是翻篇了，我们现在可以谈谈正事了。卢队长，我以一个华夏工作人员正式向你报警，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秘密文件被人窃取，并可能导致华夏秘密和我的身份被泄露，请刑警队予以调查。13同志，我代表县局刑警队接手您的报案，涉案的相关人员我们都会带回去调查的，把他抓起来。有了卢有明的命令，陈建英立马被控制了起来。陈建英此时彻底的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去举报风声，最后被抓的却是他自己。我冤枉啊！凭什么抓我呀？卢队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这位陈大队长是先去的公社，他应该是先把机密文件交给了公社的人，然后再由公社上报，是这样的。为了确保机密文件的内容不被泄露，我希望卢队长能将所有接触过这份文件的人都带回去询问一番。这也包括我自己吗？你是办案人员，接触文件在所难免，我会向上级说明情况的。那就好，请你放心，我们刑警队一定会确保华夏机密不被泄露。那就好，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就在这时，陈刚拿着个铁锹枪的头，赶紧把我爹放了！你们知道我们陈家上面的人是谁吗？信不信明天就让你们这些人下岗，连个特务都抓不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当陈建英听到自己的傻儿子说的这话，彻底绝望了。他万万没想到，最后栽在了自己儿子的手里，因为他知道，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也救不了他了。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赶紧滚回家去！爹，我不走，今天谁要是敢把你带走，我就用铁锹抡他！哈哈哈，你可真是个有为青年呢。我卢有明倒是想听听你们上面的人是谁，把这小子带回去。今天不仅要抓你爹，你我也带走，我倒要看看我是怎么下的刀。就这样，陈家的这2个败类都被抓了进去。此时的13也没有想到会有意外惊喜，而且买1赠1，这下省事了。他还真害怕陈刚去找关系救他爹，打乱他的计划。这下10拿9稳了。就在刑警队撤离后，李丰年也回到了家。女婿爹来晚了，你没事吧？没事爹，陈家那2个败类都进去了。我知道，但是估计几天就会被放出来。要想他们出不来，你得尽快搜集证据啊！爹，你放心，我想好了怎么做。一会我和大舅哥去趟林婉婉家。好，抓紧去吧，要不陈家这2个祸害出来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知道了，爹，我这就和大舅哥过去。就在13和大舅哥去林婉婉家的路上，另一边林婉婉正要上吊。陈家你们都该嘎，我恨你们！续接上集，13和大舅哥去林婉婉家的路上，妹夫，你说我这2天左眼睛总跳，是不是又有好事发生啊？那可真没准啊。
大舅哥没准是哪个姑娘看上你这个帅小伙。妹夫说话就是好听。妹夫，你说这么晚了去林婉婉家好吗？会不会让人误会啊？我们就得晚上去。据我了解，陈金每天都出去喝大酒，这个时候正在外面花天酒地呢，只有这时候才是最佳时机。不一会，两人就到了林婉婉家。刚进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两人看见林婉婉晕倒在房间，不由得愣了一会。还好13先缓了过来，看见昏迷的林婉婉，13打算给她做人工呼吸，却被大舅哥拦了下来。妹夫，你干啥？你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大舅哥，你不懂，这叫人工呼吸，只有这样才能救他。眼看着13就要亲了上去，大舅哥忍不住，妹夫，让我来吧，我还没有亲过女人的嘴呢。13差点被他这句话干晕了过去。行，你来吧，你来吧，你会吗？我会不就是嘴对嘴吹气吗？就当大舅哥刚要亲上去的时候，林婉婉醒了，林婉婉尖叫了起来。别叫别叫！给李建国叫害怕了，紧忙说别叫别叫。随后13看大舅哥一脸难堪，便上前解释道：婉婉，你别误会，刚刚我们看你昏了过去，便给你做人工呼吸救你。林婉婉听到了13的话便不害怕，13看到林婉婉情绪稳定了，便问她为什么自嘎。林婉婉哭了起来。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你怎么这么傻呀？你难道不觉得就这样嘎了太不值得吗？难道你就不想让欺负你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吗？你的事情我多少知道一点，也很同情你，但是却不认可你的做法。我除了嘎还有其他办法吗？嘎是最简单，但却是最愚蠢的做法。你自己两腿一蹬，两眼一闭走了，你想过其他人吗？你的父母，他们现在即将步入老年，你知道当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将会经历怎么样的痛苦吗？其次是陈家那帮人渣，他们现在巴不得你嘎，你嘎了，他们不但不会伤心难过，甚至于还会庆祝一番。所以你的这种行为只会让亲者痛苦，这完全不值得。其实该嘎的并不是你，而是那些作恶的人，最该嘎的是他们。只是我能怎么做呢？能和我说说你的情况吗？你要是不愿意说也没事。我说，我来到八宝梁的时候，被安排在了陈建英家，第二天晚上就被喝醉酒的陈建英侮辱了。陈建英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还反过来诬陷我，说我勾引他，他们怕我出去告他们，把我关起来，不给我吃喝不说，还打我。期间陈金陈铁也侮辱了我，为了控制我，他们把我嫁给了陈金，让陈金看着我。结婚没几个月我就怀孕了。陈家的人知道这时候，非但没有高兴，而对我更加的厌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更是变本加厉地打我，把我打流产了，他才消停了点。他像吸血鬼一样跟我的父母要钱，给自己买了一个粮库的工作。他去上班后又勾搭上了一个女的，现在又天天打我。我知道他是想把我打嘎，给别人腾位置。天天受这样的折磨，我已经撑不住了，我只能用自己的命来结束这一切。听完林婉婉的哭诉，我和大舅哥都惊呆了。13原以为自己知道的林婉婉已经足够的惨了，没想到林婉婉真正遭遇比13知道的还要惨。最先作恶的竟然是陈建英，而陈金不过是给他爹背锅而已。这帮畜生！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林志清，你不要怕他们，我们带你去公安局，咱告他们去。我斗不过他们的，我怕。你怕他们？我要是敢告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说我勾引他们陈家的男人，还会把这事拿到我爹娘的单位宣扬。我怕父母被我连累。林婉婉，我认为你根本不应该怕他们。你是一个连嘎都不怕的人，还会怕几个人渣吗？林婉婉一想也是，自己现在连嘎都不怕，还会怕他们？就算嘎也要带着陈家这些败类。这样吧，我们先去医院验个伤，开个证明，拿个证明号。我领你去警察局，放心，有我在，陈家动不得你。但是你必须要实话实说，事到如此，想要整垮陈家，你就不能怕别人知道你这些事。好，我答应你，我全都说。就这样，13他们一起来到了医院。这姑娘怎么浑身都是伤痕？你这个臭小子，咋对人家女同志下这么重的手？钟叔，我是那样的人吗？他是我救过来的，顺便将他带到了医院。姑娘是他说的这样吗？是的，他说的没错。13跟钟镇南说了一遍这个事，钟镇南听了后，气愤地说：“验伤报告包在我身上，你们去找叔叔吧。”好的，钟叔，给你添麻烦了。随后他们3个人就来到了公安局，接待他们的正好是卢永明。卢队长再次见到13，以为他是觉得处理结果不满意来兴师问罪来了，可没想到13这次来却给他送了一份大礼。听了林婉婉的控诉，卢永明是越听越兴奋。这个案子他要是办好了，便可以直接升职加薪。卢队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煮饭都不用你去抓，现在被你关着呢。我的天啊！没想到陈家居然能干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姑娘，你别哭了，你的事包在我卢永明的身上。明天一早我就去陈家将这帮畜生全抓回来。谢谢你了，卢队长。第二天中午，陈家人都来给老爷子过寿来了。由于陈老爷子之前就是八宝梁大队的老支书，且他这个人为人仗义公道，所以在村里很有威望，村里也来了好多人。正在寿宴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卢永明带着手下将陈家包围了起来。谁叫陈金？此时的陈金已经喝得大醉。谁喊我不想活了呀？你就是陈建英的大儿子陈金，那他们是什么人？
这是我娘，这是我三弟陈铁。没错了，抓起来！随着卢永明的命令，早已经蓄势待发的几个叔叔立马将陈金母子三人给制服了。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犯什么法了？看到孙子和儿媳妇就这样被人抓了起来，陈老爷子立马问道：“同志，抓人也得有个缘由啊，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事？总得告诉我这个老头子吧。”李桂兰、陈金、陈铁涉嫌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现在我们奉命对其进行抓捕。至于具体案情，现在不方便透露，等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你就是村支书吧？对，我是村支书李丰年。好，那麻烦您带我去趟陈家。我现在要对陈建英的住所进行搜查，请你带一下路。跟我来。在李丰年的带领下，一群叔叔赶往陈建英家，不明真相的社员们也跟了上去。刚到陈建英家，卢有明就吩咐手下开始搜查。不一会，就见一名叔叔跑过来。队长，这个盒子里装了大量的大团结，我简单统计了一下，一共是14000元，而且还有几根金条和现大洋。听到手下的话，卢有明顿时愣住了。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家里，竟然能搜出上万的现金和金银财宝。要知道，即便是县城里那些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一个月毛收入也不会超过60块钱。单凭这一点，陈家就完了。随后，其他叔叔也陆陆续续的往外搬着东西。不一会，院子里摆满了粮食，看着满院子的大米、白面，还有一些白糖，顿时勾起了村民的怒火。姓陈的，你们哪来的那么多的钱粮？是不是吃我们的亏空？李桂兰，你们不是人了！你们家的粮食放在地窖里都快发霉了，不给我们吃，你们的心是黑的吗？要不是我们大家伙相信他陈建英，他凭什么当那个生产队长？现在他却做出这种事。眼见社员们的情绪都有点控制不住，吴队长立马收队，带着陈家母子三人回了局子。而另一边的13和林婉婉正在所里等着卢永明的消息。他们应该快要回来了。虎知青，谢谢你帮我。不客气，帮你也是等于帮我自己。你和陈家有仇吗？对，这次他们估计要吃花生米了。那个家你肯定是回不去了。我不想回陈家。以你的情况可以办理并退，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县里给你弄申请。我也不想回城，我不能让我的爹娘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看到那几个恶魔得到惩罚，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对了，我带你去见见陈建英吧。不去了吧？他现在还不知道陈金他们被抓的事，你难道不想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吗？听了13的话，林婉婉顿时两眼放光，想象陈建英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情，恐惧、生气、愤怒、担心、不甘等等，每一种情绪都是林婉婉做梦都想看到的。没必要怕他，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落水狗，翻不起什么大浪。我可以陪你一起去。13知道林婉婉还处于恐惧中，但重塑信心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撕开血淋淋的伤口，直面这件事情。现在不面对，以后心里会出问题的。好，我们一起去。而此时的陈建英和陈刚正在审讯室里互相撕咬，陈刚也被陈建英揍得满脸淤青。别弄了，别弄了，我错了。你天天给我惹事，你没长脑袋吗？害得我进了局子。爹没事，大哥会花钱找人给咱们整出去的。但愿吧，就怕你大哥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那个13也不好对付。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还调虎离山，给咱俩都调到局子里来了。你还说我今天非能干你不可。你再弄我，我可要还手了。来呀来呀，你还个手我看看。就在这时，13走了过来。哟，陈大队长在这拿儿子锻炼了啊。13，你等我出去，我一定把你嘎了。李丰年来了也不好使。13，等我出去，我一定要把你嘎了。陈大队长，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姓胡的，你是来看我的笑话吗？不是，我没有这个雅兴，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的。什么天大的好消息？你会有那么好心？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马上你们一家人要团聚了。陈建英听了13的话，以为自己要被释放了，当即猖狂了起来。姓胡的，你是知道我要被放出去了，所以是来求饶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件事咱们没完，就算是李丰年来求我，我也不可能放过你。陈大队长，你想多了，我说的是你们一家人要在牢里团聚了，或许过段时间就会在阴曹地府团聚。什么？你这话是啥意思？字面意思，你老婆和那几个儿子已经被抓起来了，很快你们一家人就会见面了。你胡说，举报你的事和我老婆儿子又没关系，凭什么抓他们？那件事确实和他们没关系，但是你们犯的又不止一件事。我们还犯啥事了？你自己干的啥事，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可不要给我们扣屎盆子，我不吃你这套。看来陈大队长的记性不好啊，连自己犯了啥事的都记不住。不过没关系，我给你带了一个人过来，想必见了，怕你就能想起来。我倒是看看是谁。过来吧。看到走来的人，陈建英立马慌了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当然是来控告你们的。儿媳妇，我们错了，你不要告我们，我会让老大以后对你好的。
不会再让他动你一根手指。你觉得可能吗？想想你们这几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在你们家连一条狗都不如，谁想欺负就谁欺负，现在没用了，你们还想把我给嘎了，我恨不得将你们千刀万剐。婉婉，你毕竟是老陈家的儿媳妇，害了我们的话，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你给我闭嘴吧！好下场我都变成不人不鬼的样子，再坏又能坏到什么地步呢？更何况只要能看着你们下地狱，我就算是收了这条命又能如何？你太天真了，你们有证据吗？身上的伤顶多只能说老大打你了，和我们又有啥关系？陈大队长，天真的是你，以为我们就有你这一个罪名吗？侯三怎么嘎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吧？还有你家米缸下面的那些钱，地窖里的那些粮食，这些都够你吃花生米的了。听了我的话，陈建英面如死灰。这些都是你告诉他的，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把你给嘎了。事到如今还敢这么猖狂，卢队长应该也快回来了，我们走吧，让陈大队长享受最后的时光吧。13，你别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13，我出去之后一定要你好看。别挣扎了，我们都死到临头了，省上力气吧。你看我都不浪费那口水。臭小子，你还有脸说？我陈建英一时英名就毁在你们两个村主身上了。你是村主我理解，没想到陈进也是个棒槌。13和林婉婉从审讯室出来，刚好碰见被抓回来的陈家母子3人，看见他们后也顿时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来，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杀意。林婉婉，你个败家娘们，什么时候又跟13勾搭一块了？等我出去，我就废了你！搞什么都给我老实点，赶紧走！从你们作恶的那一天起，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卢队长抓捕还算顺利吧？有你们提供的线索和情报，哪还有不顺利的？你们都不知道姓陈的家底有多少钱，足现金就有14000多块钱，还有半箱子现大洋和金条，也不知道那些混蛋是哪里来的这些东西。那些现大洋和金条是陈建英前几年从别人家里抄回来的，被抄的那家人家以前是地主。好，罪名又多一条，刚好一块算。卢队长，像陈家这帮畜生，多久可以宣判？这又是调查又是起诉的，最少要3个月吧。时间太长了，能不能缩短到1个月？1个月时间恐怕不够啊。对了，卢队长，我忘了告诉你，陈建英这一家身上还有一起命案，我们想尽快看到判决结果。我懂了，我们会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并向上面申请从严从快审理这起案子的。还有一件事，我想麻烦你，林婉婉同志作为本案的被害人，希望你能帮她申请相应的物质补偿，以保障她今后的生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案件审理结束前，我们会安排好林婉婉同志的。行，我现在要去一趟县医院，关于命案的相关情况，我等一会回来再和你详细的说。好，我等你。梁月和沈晨露被安排在了县医院，13现在就是要去找梁月，让他自首指控陈刚。当13出现在县医院里的时候，梁月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陈露，我和梁知青出去办点事，梁知青你方便吗？梁月知道我这次来找他，肯定是带他去自首了，他的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行，我们走吧。小月，你先到外面等一会儿，我和苦知青说几句话。你是来带小月去自首的吗？你都知道了。你和小月那天说话的时候，我没走远，就在暗处听着。那你是怎么想的？当年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满18岁，举目无亲，身体还不太好，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可能等不到你回头就会嘎在这里，但每一次都是小月把我送回宿舍，照顾我的生活，甚至于还替我完成生产任务。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的照顾，或许我早就嘎了。虽然那天那件事情她确实做的不对，即便是判刑也不冤，我的心里也怨她，但是却不想毁了她。我懂了，他的事情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性质却有些恶劣。如果你想帮他的话，可以出具一份谅解书，或许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好，我会写的。随后13带着梁月再次来到了公安局，和卢永明说了一下情况后便离开了。陈家这几只人渣的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剩下的就看公安机关怎么审，法院怎么判了，而我只需要等消息就行了。眼下要解决是4嫂的生产问题，不能再发生上一世的难产了。13离开了公安局，便直接来到了医院。钟叔，我4嫂的情况咋样？情况不容乐观。听到钟振南的话，4哥和4嫂都被吓到了。毕竟在这个年代，一个阑尾炎手术都是大手术，更别说这个手术了。钟叔，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危险？只要是手术，就可能存在风险，所以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会尽力的。钟叔，我希望您能亲自给我嫂子做。行，反正我就住在医院，有什么情况就去通知我。4哥4嫂，你们别紧张，钟医生是有名的专家，医术高超，有他在肯定没事。但是他刚才不是说有风险吗？哼，人家那样说也没毛病，毕竟即便是割个菊花，也都有感染的可能。你们就放宽心吧。4哥，你忘了严耕东受伤那么严重，都被钟大夫抢救过来了，他的医术绝对没有问题。听了13的话，4哥才安心一点。当初他和13一起送严耿东过来，严耿东的伤他还是知道的。安顿好4哥4嫂后，13和大哥就准备回村了。出来了这么久，媳妇该担心了。现在陈家人全都被抓起来，梁月也自首了，沈志清在这里也不太方便，就和我们一起回村了。路过邮局，13把这次带来翻译好的稿件寄了出去。同志，我想记下东西，
13是吧？这还有你的一封信呢。有我的信。13接过信一看，是老徐寄过来的，里面是一张汇款单，竟然有528元。翻译等级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加上这些钱，一共有900元了，在这个年代也算不错的。但是算算以后和媳妇上大学的钱，照顾父母的钱，还有预留看病的钱，这些还远远不够，看来还要多接点任务啊。80年代才开始倡导做生意，即使再有生意头脑的人，现在也只能乖乖待着。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沉默了一路。回到村里，我要走了。都到知青点了，不走咋样？难道你还想跟着我们？你是要回城了吧？那明早就走，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也许会吧，老一辈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不要想太多，祝你幸福。大舅哥驾车带13走了好远，沈晨露还站在原地。哎，那姑娘也真是痴情啊，你不回去安慰一下吗？好主意啊，大舅哥，要不我就勉为其难的如了他的愿。臭小子，你敢做对不起微微的事，我们李家4大金刚废了你！你看你明明是你让我去的，我这不是看沈知青有点可怜吗？多好的姑娘，就摊上你这么个瘪犊子玩意！呦，大舅哥可真会怜香惜玉啊！可惜了，这话说的好像是我糟蹋了他一样。你倒是没糟蹋他，但是糟蹋了我妹妹。赶紧走吧，我着急回家见媳妇。媳妇，我回来了。听见我的声音，媳妇紧忙地跑了出来。当其他人都在好奇陈家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只有她在担心自己的男人。看到我安全回来，她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你终于回来了，媳妇别哭了，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吃晚饭的时候，13将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佑薇，听得她是又惊又怒又是后怕。幸好她看不上陈刚，李家也都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不然的话，她就真跳到火坑。当初李家要是愿意嫁闺女，陈家可是承诺可以给300块彩礼钱，要是碰上那种不管女儿死活的父母，或许真的就把人嫁了。你说陈家人出来后会不会报复我们？报复先不说，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会吃花生米？就算有人能活着出来，那都是5年、10年之后的事了，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听了我的话，媳妇心里安定了很多。你在家里待一会，我去一趟老宅，把这事和爹说一声。好，你早去早回。事情老大已经和我说了，陈建英那个老小子这次算是栽了，铁定吃花生米了。以现在的形势，他和陈金陈刚吃花生米的可能性最大，但陈铁和李桂兰应该不会重判孤儿寡母的，也搞不出什么事情。陈家那边我倒是没放在眼里，我是有点担心陈老爷子那边，以他在村里的威望，他会不会？你担心陈家老爷子会报复你？毕竟我把人家儿子和孙子都整到监狱里了，他能放过我？陈家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你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你也不用担心陈老爷子会报复你，因为陈建英根本就不是陈老爷子的亲生儿子。不是亲生的？没错，陈建英是抱养的。爹，那你又是咋知道的？是陈建明和我说的。当年选生产队长的时候，陈建明以为陈叔会推举他，毕竟他是家里的长子，论威望和能力也都比其他人强，但是却没有想到老爷子竟然推了陈建英。事后陈建明不服气，喝了酒之后和我诉苦，所以我才知道这事的。陈老爷子为什么将生产队长的位置让给养子，而不是亲生儿子？这我就不清楚了，但肯定不是因为和陈建英亲近，毕竟这些年陈老爷子可是一直跟着大儿子生活，很少到陈建英家。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我回头找陈老爷子谈谈。那要是谈不拢呢？谈不拢就谈不拢了，有我在，他们就别想把你怎么着。你爹我能当上这个村支书，那也不是吃干饭的。算了，不提他们了。我听老大说老四媳妇有难产的可能。是有可能，不过爹你不要担心，我已经给四嫂找了一个护城来的专家大夫，他的问题应该不大。第二天13照常在大队部里翻译着期刊，通过陈建英的事，村里也都知道13是国家编译师，他也不再遮遮掩掩的了。就在这时，老丈人李凤年赶了过来。爹你怎么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的。什么好消息啊爹？经过村委会一致投票，决定由你来接替陈建英的位置，你觉得咋样？13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高兴，因为一个大队队长根本挣不到什么钱，而且上到村民一家老小，下到村里的牲畜都是村里大队长在管。爹，我想了想，我还是不当这个队长了吧。我现在已经属于给国家干活了，并且任务也不断的在加重，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村子上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同意。好吧，那你给我推荐，看看谁更合适。我觉得有3个合适的人选。你说吧，我听听。第一个是陈建明，他的情况爹你也清楚，当那个生产队长绰绰有余，只不过什么？快说。只不过大家现在并不知道，陈建英并不是陈老爷子的亲生儿子，说不定会因为陈建英的事情对陈家其他人产生怨言，并牵连到陈建明。确实会受到牵连。那第二个呢？队里的会计梁峰。啥梁峰？他都快土埋半截了。但是他这个人读过几年书，有文化有思想，不守旧能力是有的。那第3个人选是谁？我大哥李建国呀。建国他不行，就他那脑子还是算了吧。李丰年知道自家大儿子是啥样的人，干活是把，好手为人也挺正直的，但就是那个脑袋瓜子也不知道是跟了谁，轴得很，再加上那一点就爆的脾气，他真的觉得他不适合当这个生产队长。
我觉得在这3个人当中，还就我大哥最合适。爹，你想啊，生产队长这个职务，他其实不难干，毕竟就那么点农活安排下去就行了。真正难的是让所有社员都心悦诚服。我大哥这个人脾气是暴躁了点，做人做事也没有啥心眼，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肯定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队里，除了陈建英这个蛀虫的接骨眼上，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消除社员们心里的疑虑。您觉得呢？听到13的这些话，李丰年陷入了沉思。他心中的最佳人选就是眼前这个女婿，可这小子还不乐意赶心中勇气，也不敢对眼前的女婿撒，毕竟不是自己儿子。要是自己儿子，早给他记短账，还敢不听我的话？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二哥的声音：“妹夫，妹夫，妹夫，妹夫。”随着声音的传来，二哥也跑过来：“爹，那个。”李丰年正愁这气不知道朝谁撒，二儿子真是及时雨。臭小子，你毛毛躁躁的成何体统？爹，你听我。哼，闭嘴！你说你学谁不好？你学陈刚，整天慌慌张张、毛毛躁躁的，咋地？家里着火了呀？你要知道，你是个爷们，怎么能这样不成事呢？你看看你爹我，堂堂7、8尺男儿，站如锋利如松，大家都叫我李老登。不对，这话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我都被你整懵了，快说啥事？爹，四弟妹。四弟妹咋了？你小子说话真费劲，给我一口气说完。四弟妹生了个大胖小子，10斤2两。13紧忙问道：“那四嫂怎么样？”果然如妹夫你预料的那样，四弟妹在生产的时候难产了，甚至于还大出血。要不是那个钟大夫处置的及时，四弟妹真可能一尸两命啊！人没事就好，你们2个聊吧，我先走了。二哥，你详细的跟我说说四嫂的事。就在两人有说有笑的时候，另一边13的父母也收到了13的信。老婆子，你快看，这张合照居然是咱儿子，这个姑娘8成是儿子的媳妇。伯母看着手中的照片，不由得掉下了眼泪。想起之前发生的事，让这个儿子去村里插队，才勉强不被饿死，而自己现在还在为了冬天的粮食发愁，根本顾不上这个可怜的孩子。看着儿子和儿媳妇过得还不赖，古亚文看着心激动不已。当年他们家落寞了后，他们就被送到这东泉农场改造，吃尽了苦头，他们都不敢想象能收到13给他们寄的信。而这封信单单盖章的部门就有6个，涉及县公社、农场管理处3级管理机构的多个部门，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得出这里管理有多严格。而这样一封信能送到他们手里有多么的不容易。老苦，你缓缓，别激动，你的血压可不大好。我好多了。儿子信上说了啥？他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媳妇就是照片上那个姑娘，叫李幼薇，是他插队时认识的。还真是咱儿媳妇真俊。儿子在信上还说了，他插队的地方就在隔壁云山县的团结公社，等过段时间不忙了就来看咱们。咱儿子真的是要来看咱们？等他还说了来的时候会带上儿媳妇。那儿子有没有说他现在过得好不好？说了，他说现在自己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家庭和睦，夫妻恩爱，还是生产队的积分员。咱们亲家是本地人，他们对咱儿子很好，没少帮衬他们那个小家。那就好，咱们一大家子人。我最担心的还是他从小就没有吃过苦，甚至于在插队前连什么是庄稼，什么是野草都分不清，忽然间就被送到农村了，而且还是大冬天去的，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儿子现在过得好就行，别的咱也不强求了，咱们现在就想着如何活下去就行了。今年大旱，粮食收成肯定又不好了，冬天不知道咋熬啊。明天开始我多储备点野菜吧。陈叔你来了呀。陈叔你找我有事。苦知青，我听说老二家那事和你有关，不知道是不是？不仅和我有关系，我还是被害人。陈叔你知道陈建英家都犯了什么事吗？不是贪的堆里的粮食吗？难道还有别的事？实话告诉你吧，陈建英一家是不可能被放出来了，而且还可能满门抄斩。13将陈家的罪行全部详细的告诉了陈建明。这些都是他们干的，不然的话，你啥时候见过一人犯事全家都被逮起来的？他们这叫团伙作案，共同犯罪。陈建明在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个兄弟竟然会做出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苦知青实在是抱歉，给你添麻烦了。陈叔，你和我爹的关系不错，所以我想提醒你一句，陈建英家的这趟浑水，您还是不要插手为好，免得受到牵连。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而已，你要是觉得不中听就当我没说。谢谢你的提醒，我先回去了。陈建明刚走，13突然想到了什么。坏了，陈老爷子上一世知道真相后，直接被气得离世了。陈建明现在不会去告诉陈老爷子了吧？可当13追出去的时候，陈建明早已经走远了。13也觉得算了，嘎不嘎谁的，不管那么多了，就回去继续翻译了起来。一转眼就到了晚上，村民们也都下工了，13也一样，收拾好东西就准备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匆匆忙忙的老丈人。爹怎么了？是出啥事了吗？去了趟县城，刚回来，想你的小孙子了。不是送陈老爷子去医院。啥真出事了？上午陈建明回家把那事一说，老爷子气得当场吐血，人也陷入了昏迷了。那陈老爷子现在咋样？人就回来了吗？医生说老爷子只是气急攻心，并没有什么大碍，
而且由于送医的比较及时，现在人已经醒了，只不过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好，可能要在医院住几天了。人就回来就行，不然的话，这锅说不定又得我背。行了，陈叔表态了，这事他不怪你。他真不怪我？哼，这你也相信？不信，毕竟是他养大的儿子，现在被人整成了这个样子，心里面哪可能一点都不介意？你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行了，赶紧回家吃饭吧，要不一会佑威又该满村子找你了。第二天13刚到大队部，就看见一辆军绿色的汽车停在了门口。又是什么风把卢队长你给吹来了？去后面的村子抓个人，顺便来看看你，主要是有这么几件事要和你说说。好，卢队长你说。首先呢，是和你说说案情的进展。作为报案人以及本案的受害人，你有权知道案情的进展。这是我正想问问呢，案子审理到哪一步了？陈家父子认罪了没有？认了。陈家父子不但对自己所有的罪行都认了，另外还供出了另一个犯罪嫌疑人陈双。我这次去靠山村就是抓捕陈双的。陈双也参与了这事。跟当初虐待林婉婉这个陈双可是主力。那抓他不冤，只是陈建英父子这么轻易的就认罪了吗？他们难道就没有顽抗一番吗？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老实死，不认罪，要么就是避重就轻。但是对付他们这种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分开审问的同时，大量的收集证据，再针对其中意志不坚定的进行重点突破。最终，陈金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最先崩溃，交代了所有的案情。和我预料的一样，那几个人里面，陈金和李桂兰最容易突破。案子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人证物证齐全。陈家那些人有盼头了。另一件事则是我已经按照程序向县委那边提交了公审的请求，想来很快就会被批复，到时候还得你出庭作证。公审出庭作证，你也知道，我们公安只有调查权，审理审判则是由检察院以及法院办理。按照正常办案程序，像这样的案子，从调查到取证再到公诉审判，至少需要半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而你却要求我们1个月内做出审判结果，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你说的另辟蹊径就是公审？对，公审是的，在群众参加下，在法庭外审判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案件。而陈家这起案子不但社会影响恶劣，而且极具警示意义，所以适合进行公审的案子，一般会遵循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基本上会当庭宣判，或者是延期几日内宣判。那怎么还需要我出庭作证？侯三那起案子，你和沈志清都是直接参与者，也是受害者。在沈志清离开的情况下，你就成了唯一的证人。你不出庭的话，可就没人指证陈刚。一听到指证陈刚，13立马答应。行，到时候我会配合你们。还有件事关于林志清的。林婉婉她怎么了？这些案子很快就会审理完，她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我看她的状态很不好，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她。行，正好我1、2天要去一趟县城，到时可以顺便去看看她。好，事情已经传达到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咱们回见。怎么警察又来了？又来找你干啥呀？没事，爹过一阵要公审陈家的案子，需要我当证人配合一下。哦，没事就行。对了，今天晚饭过后到村上的小学校集合，讨论并选举生产队长，你必须要去。好的，爹，我吃完饭就过去。对了，爹，昨晚你回家那么晚，我娘没说你啊？啥？昨晚我一直在家呀，我也没出去呀。啥？爹你说啥？爹你说啥？昨天晚上下工看见的不是你吗？是我，哈哈哈，我就是逗逗你，看你的小胆吧。行了，去忙吧，别忘了晚上去学校开会。知道了，爹。到了晚上，几个大队的社员们都来到了学校集合，都疑惑地看着前面的几个人，以为村里又发生啥事。大家先静一静，眼前这几位是我们团结公社的干部，为保证此次选举的公平性，他们将会全程参与此次选举工作。八宝梁大队的社员群众们，今天这次选举事出突然，但意义重大。在除了陈建英这样的大蛀虫的情况下，你们必须重新选出一个领头羊来，以保证你们第4生产队下半年的生产任务，确保今年的粮食丰收。不要小看这小小的生产队长，在公社大队、生产队3个层级中，生产队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从整体上讲，生产队搞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命运；具体到某个生产队搞得好不好，关系到几百口人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在今晚的选举中认真选举，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很快，第4生产队的3个社员小组就将他们的候选人推了出来。只是当看到各个社员小组选出来的候选人之后，干部们顿时愣住。怎么3张纸都是13同志？这3个社员小组竟然选了同一个人作为候选人？就是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有些诧异，甚至于有点难以置信。第4生产队的社员们集体选13，还没有其他候选人，直接给干部们整不会了。李丰年同志，你是八宝梁大队的村支书，就由你说说这个13同志吧。这18我还真不好开口，老鲁你还是问问其他人吧。李丰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啥不好开口的？我得避嫌，
啥避嫌？这位13同志是你的啥人？他是我女婿。我听说你那女婿为人不咋样啊，这些社员们为什么会集体选他当这个生产队长呢？我这女婿之前确实挺懒惰的，因此被人给误解了好几年。但是他这个人确实很有能力。李丰年将这段时间13做的一些事情，简单的和鲁振勋等人说了一遍。当得知13不但是国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是揪出陈建英这个大蛀虫的英雄，鲁振勋等人也都是大为震动。既然13同志是第4生产队全体社员们的选择，那我们就按照组织程序找他谈话，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女婿过来。您叫我啊，爹。进来吧。公社的几位同志代表组织要和你谈话。听了老丈人的话，13的心里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13同志，我是鲁振勋，现在代表组织对你进行选前考察，请务必配合。等等，那个，我好像并没有参与这次竞选，为什么要考察我啊？情况是这样的，就在刚才第4生产队的3个社员小组进行了队长候选人的推举，结果3个社员小组一致决定推选你为生产队长唯一的候选人。啥？我是唯一的候选人？没错，就是你。那啥，我能不当这个生产队长吗？听了13的话，鲁振勋等人懵了，不想当生产队长，这年头还有这样淡泊名利的人吗？送上门的好事情还往外推。13同志，能谈谈你的想法吗？虽然我不大清楚队里的社员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选我，但是我自己觉得个人并不适合担任这个生产队长。我这个人比较懒惰，也不太会和人打交道，领导能力比较弱，我也不擅长干农活，将几千亩地交给我来打理，很容易影响队里的生产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手里还有国家交给我的任务，要是因为担任这个生产队长而耽误了上面的事情，这就更不好交代了。但是现在舍友们的想法你也看到了，大家一致推举你来当这个队长，而且还没有其他候选人，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其实我觉得队里的同志们之所以选我，大概率是因为担心出现第2个陈建英，只要最后选出的人能让大家伙消除这个疑虑，这不是我13其实也没关系。此话怎讲？各位领导也应该知道，这次陈建英的事情对社员们的打击不小。想想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在仅仅10几年的时间就侵占了集体那么多钱粮，这给大家伙造成的伤害真心不小。所以社员们在选生产队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选那种不贪不占的。而我呢，应该是整个生产队最不可能侵占大家的人了，因此他们才会选择我。为什么你不可能侵占集体利益？第一是我不能贪，因为我有一个当村支书的老丈人，我要是贪了的话，我老丈人这关就过不了。第二，我没必要贪，我和我媳妇2个人在队上挣工分，完全可以解决家庭的口粮和日常开销。而我现在又给编译局做翻译工作，1个月也有几10块钱，1年下来就是好几百块钱，这些钱基本上都能存下来了。我还有必要贪队里的那3瓜2枣吗？有道理，这样吧，你我各退一步，你不当队长，可以当个副队长吧。这样既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也能让社员们放心，毕竟大家都比较信任你，你可不能让大家伤心啊。我看这样行。老丈人都这样说了，13也只能答应了。经过又一轮的评选，第4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终于确定了下来。大队里原来的出纳王平担任第4生产队的队长，13和大舅哥李建国2人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干啥呢，臭小子？是不是我让你当副队长你不满意呀？没有，爹我哪敢啊？没有就好。臭老头子，这哪是选举，这分明就是你给我下的套。我就是套你了，你能咋样？就你这2下，我李丰年不轻松就拿捏了。对了，爹，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我来和你商量点事。啥事啊，爹？这不，村里都1个多月没有下雨了吗？再这样，眼看庄稼就要旱死了。这要旱死了，不仅仅是收成不好，可能是有些村民就要饿肚子过冬了。那真要是不下雨，你有什么应急的办法吗？目前还没有，所以才想问问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13思考了片刻，突然想到，上一世就因为一场大雨下个不停，导致水库崩塌，老丈人全家都丧命于此。有了，爹，你说我听听。咱们不有个水库吗？就用水库灌溉一下。不行，县公社是不会同意的。县里20多万人都指着这水库吃鱼呢，这要是放了，县里有可能今年都吃不上鱼了。那也不能为了县里的人吃鱼，咱们这些村里的村民冬天挨饿啊。再说，我有理由让他们同意。什么理由？就说村里的堤坝已经好多年没有维修了，也借此机会维修一下，不然真下起了大雨，这个堤坝容易崩塌，导致下游的村民跟着遭殃。到时候真出现这种紧急情况，谁来负责？还是我女婿聪明，好，就这么办。哈哈哈，你要是办成了，我陪你喝2盅。这老头子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看来他心里已经想到了这个办法，就是让我去办。哎，这老头子坏得很啊！爹，我明天就去。早去早回，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13第2天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县，他县里也没什么熟人，便来到了公安局找卢永明来，问问他知不知道县里谁管这个。卢队长，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水利局的人，可否帮忙引荐一下？
水利局，我和他们的局长李长青是同学，关系也挺好，引进倒是没问题。那太好了。实不相瞒，眼下旱情严重，我们想让宝丰水库那边开闸放水缓解旱情，但是公社那边怕影响渔业生产，百般推脱，所以我想求水利局的领导。那行，这是我替他应下的，等到中午下班，我带你去找他。但卢有明看了看13的表情，看来这是很着急，便直接开口说道：你也别走了，眼看就要下班了，我去交代一下，先走一会。我们现在就去水利局吧。哟，这是什么风给老卢吹来了？我这不是想你了，来看看你老李吗？顺便给你介绍个朋友。他们村现在有点难处，看看你能不能帮忙。李局你好，我是13。你好，我是李长青，能和我说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吗？情况是这样的，从6月份到现在近1个半月的时间，我们那地方只下了1场雨，而现在正是庄稼需要雨水的季节，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减产变成了必然，绝收也有可能。眼下解决旱情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宝丰水库的水闸，引水库的水灌溉农田。现在我们队里开闸放水的申请却被公社给否决了，没办法，只能找您帮忙。13同志，我理解你们想要开闸放水缓解旱情的心情，但现在的问题是，宝丰水库的水位也远远低于正常水位。你也知道，宝丰水库是县里渔业生产的重点单位，一旦开闸放水，水位就会持续下降，而且水库里面的鱼也可能放好一部分，这必然会影响渔业生产，这个责任可不小。这个我也知道，但是相比于全县人吃不上鱼，我认为几万人吃不上粮更严重。这个道理我明白，所以我今天上午已经给县委那边打了报告，尽量帮你们争取。老李你就直说吧，这事能不能成？问题不大，毕竟我这个水利局长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但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既然老李已经这样说，那肯定是没问题。13兄弟，你就放心好了，不能再等了，多等1天，庄稼就旱死不少。李局，其实我今天过来找你，也不仅仅是为了开闸放水的事，还有一件很重要事要向你汇报。啥事？宝丰水库的大坝要垮了。啥要垮了？宝丰水库的大坝。13同志，这事可不能信口开河，这是要负责任。13兄弟，这可不信开玩笑的。李局路队，我知道这事对你们来说确实难以置信，甚至于怀疑我是不是为了开闸放水故意这么说的，但很可惜，我并没有唬你们。随后13便将宝丰水库的实际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13同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李局，真的假的其实很好判断，您自己去宝丰水库看看不就行了。而且我刚才说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可能比这更加的严重。比如说大坝出现渗流现象，会不会是地基发生了沉降，再或者是设计的时候存在缺陷，这些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好，我亲自去水库看看，真要是有险情，必须立即进行评估补救。局长情况不太乐观，还能补救吗？这得看下面的结构损伤有多严重，如果太严重的话，那就只能爆破拆除重建了。啥？拆除重建？听到这个结果，李长青的心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只能心里默默的祈祷，堤坝下面结构损失不严重。局长，眼前这座大坝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要是不能补救的话，也只能拆除了，不然的话，不然怎样？不然等到这颗炸弹突然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爆炸，下游10几万亩农田和数万百姓可就要遭殃了。行，我知道了，你们立即对大坝里里外外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务必要将大坝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另外，立即给县里打报告，鉴于宝丰水库大坝存在极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要对水库里的蓄水进行泄洪，请县里面批准的同时，让各个公社和乡镇做好农田灌溉工作。吩咐完手下的工作，李长青立即看向13，他现在很感谢眼前这个青年，如果没有他的提醒，有可能他这个局长当不了，没准下半生都要在大牢里度过。13兄弟，这次老哥我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提醒的话，老哥我这次真的是惹上大麻烦了。李局严重了，我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13兄弟，以你的能力，窝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实在是有点可惜了。要不我推荐你到县里工作吧。谢谢李局你的好意了，但是我现在还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实在是脱不开身，这事以后再说吧。行，那咱们以后。话音未落，突然大坝顶上传来一道暴力的质问声：你们是干什么的？在大坝下面干什么？赶紧给我出去！听到这个声音，所有工作人员都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看向堤坝上面。李长青也被此人的话吓了一跳，正愁有气没处撒呢。你们赶紧检查堤坝，13老弟，我们上去看看。随后两人便从堤坝底下爬了上来。刚上来，13由于好奇就多看了这个人2眼，没想到这个胖青年却不乐意了。你瞅啥瞅？再瞅眼睛给你扣出来！13也不示弱，刚想回一句瞅你咋地，李长青先开了口：你这年轻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你又是哪里蹦出来的臭虫啊？你什么你？赶紧说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想偷鱼？李长青一个堂堂大局长，竟然被人当成了偷鱼贼，这他哪能受得了？你又是什么人？凭什么在这里吆五喝六的？凭我是水库管理处的正式工，凭水库管理处的主任是我姐夫，咋地就不能管你们？听到这话
13嘴角抽了抽，顿时为他的那个姐夫默哀1分钟。摊上这样的小舅子还真是造孽。小鬼在阎王爷面前耍威风，真的是离岗不远啊！哼，好一个正式工，好一个姐副主任。看来这宝丰水库绝不仅仅只有工程质量有问题，管理上也存在不少漏洞。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告诉你，赶紧走！闭嘴！张贵龙在哪里？让他过来。听到眼前这个人竟然直接喊自己姐夫的大名，年轻人顿时有些怕，急忙向着水库另一侧的管理处办公点跑去。这几年早就听人说，管理处的这些人把水库当成了自家池塘，我们都没有当回事。看来情况要比人们说的还要严重，回头一定得好好查查才行。李局别跟这种人生气犯不上。对了，李局，刚才我到下面的闸口以及泄洪道都看过了，发现水库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开闸放水了，水闸都生了厚厚一层铁锈，泄洪道里面也是各种泥土、沙石和杂物。要不咱们等一下，让管理处的同志试着开闸放水看看情况。还是不用了吧。再说了，上游开闸放水都要事先通知下游的各个公社和大队的。咱们又不是放多长时间，就是看看这水闸以及其他设施还行不行，就当大坝彻底检修前的一些测试，只要设备没问题，咱再把水闸合上不就行了吗？绝不会危及下游百姓的安全的。李长青想想13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况且这也不算什么大事。那请等一会，让他们开闸试试。就在这时，突然看到几个身穿干部制服的人影向着这边跑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李局，您今天怎么来这里了？也没提前打个电话。我要是打了电话的话，就看不到你家小舅子那嚣张的样子。贾建国，你给我过来！你想教训小舅子，回家教训去。现在立即组织人手开闸放水，测试一下设备。好，我这就去告诉人员，准备开闸放水。不放不知道，一放给李长青放的这个新粮，总共8个泄洪口，5个堵住了。就在李长青训斥着张桂荣的时候，13离开了，因为这也没他什么事了，得回村里看看社员们灌溉渠道疏通的怎么样了。刚到大队部就被李丰年叫住了。女婿放水的事办得咋样？成了爹，明天就能放水了，咱们不用担心干旱的问题了。好，家里这边也基本上都疏通完了。那就好。对了，爹，明天我得去趟县里，陈建英的案子我得去当证人。行，那你就和你大舅哥一起去吧，正好把你4哥4嫂也接回来。好的，爹。你要是晚上没啥事，来老宅爹请你喝2杯。哼，不了爹，明天去县城，我正好把这几天翻译的书刊寄出去，还有一些没翻译完，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您帮我告诉佑威一声。好吧，那咱们哪天再喝。对了，下午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你的信，我给你放在了你的办公桌上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忙吧。13本以为是老徐寄来的稿费，可当他看到信件，顿时就愣住了。东泉农场，这信是父母寄给他的。13强忍着内心的悸动，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撕开了一道口。信里除了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里面竟然还夹着一叠钱。虽然没有看信里面的内容，单单看着手里的这一叠零钱，13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他这人感情太充沛，而是他知道父母现在的处境，相比于他而言，父母在东泉农场的日子更加的艰难。可以想象到这些钱一定是他们二老从牙缝子里抠出来的，是他们在东泉农场保命的钱，现在却给他寄来了，这让他如何能不动容，痛哭良久。13终于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缓缓地将信纸展开看了起来。就在这时，李佑威走了过来。你怎么哭了？是遇到什么事了吗？没有，媳妇，父母那边来信了，说他们过得很好，还给我们寄来了一些钱。我知道他们在里面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却还给咱们寄钱，就一时没忍住哭了起来。你怎么来了呀？爹说你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在这翻译稿子，我担心你没吃饭，就给你送来点。此时13一把将佑威抱住，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地哭了出来。哭吧哭吧，别憋着哭出来就好了。谢谢你，佑威，我感谢老天给我机会，让我重新回到亲人的身边，能好好的爱你一次。我13发誓，这一世我一定让我的家人团聚，过上幸福的生活。傻瓜，你在说什么胡话？我们这不一直都没有分开吗？你也别难过，过一阵我们没什么事了，去东泉农场看看他们老人家，最好能给他们接出来。好，过一阵我们就去看看他们。你今天要不回家住吧，别翻译了。不了就差一点了，正好明天去县里一起寄出去了。那行吧，你别那么拼，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佑威走后，13一直翻译到了天亮，整理好翻译的内容，大舅哥也来了。妹夫，我们走吧。妹夫，你说咱们2个当上了副队长了，得为村里干点啥呀？陈建英那个祸害判了那么多钱和粮食，咱俩得让社员暖暖心啊。妹夫，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是啊，确实得让社员们暖暖心。那我们干什么好呢？养猪吧。别闹了，妹夫，咱们现在人都快饿死了，咋还养猪？哪有东西喂猪啊？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都想好了，咱们自己做饲料。做饲料？你会做饲料啊？我会做。4嫂的父母不在肉市场上班吗？还是管理人员，他们那有大量的骨头，据说还没有用处。而猪饲料主要成分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把骨头买回来做成饲料，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饲料的问题了。行了，等会陈建英那边完事了，接4哥4嫂的时候，你跟4嫂的父母谈谈吧。不一会，2人就到了县里的第一中学。今天的云山县第一中学异常热闹，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只因今天这里要开公审大会，既然是公审，
那就要有警示意义。除了被审判的那些渣渣外，还得有被警示的人上级专门给全县所有的乡镇公社都发了文，要求将所有的生产队长都叫到现场参加这次公审。作为生产队副队长兼重要证人的13，一大早就来到了这里，等着被传唤。冯知青，你来了。你这段时间还好吗？还行，就是有点睡不着觉，还经常做噩梦。林知青，你是不是小睡的时候不困难，但是睡不长时间，往往几小时后就会醒来，苏醒之后心情就不好。但有时候睡一小会也会做噩梦，醒来后头还特别的疼。你是不是也不太想吃饭？但有时候一天只吃1顿饭，甚至于一天什么东西都不吃，也感觉不到饿。坏了，林婉婉这是得了抑郁症了，必须尽快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再次走上绝路。林知青，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没有想过。这样吧，村里小学还缺个老师，你有兴趣吗？小学老师，我可以吗？完全可以啊！我知道你插队之前上过高中，而且学习很好，没道理一个高中生教不了一群小屁孩。公审结束后，13他们3人来到了医院，带林婉婉来是为了让钟医生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如果是的话趁早治。臭小子，你怎么又来了？你一来准没好事。哈哈哈，钟叔，这里是医院了，来这哪会有好事？说吧，今天什么事？钟叔，你看看林婉婉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啥抑郁症？你怎么会知道有这个病？你小子连抑郁症都知道？一个抑郁症而已，知道这个很稀奇吗？我们国内现在很少有人研究这个。你小子没学过医，却一眼就判断出那个女知青患的是抑郁症，你说不稀奇吗？叔，你对她的病有办法吗？要是在护城的话，我倒是可以给她针对性的开一些药物，但是现在嘛，实在是有心无力。而且抑郁症这种病，药物方面控制只能治标，想要让它恢复正常，心理更为关键。13点了点头。药物治疗只能抑制抑郁症留下的身体免疫调节变差的情况，想要彻底的根治抑郁症，确实需要心理上的调理。我倒是知道一些抑郁症的调理治疗方法，但毕竟我是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已婚男人，确实不大合适出手。思之再三，13还是决定让林婉婉在医院调养一下，以防林婉婉再想不开自拔。与钟医生交代完，便和大舅哥来到了4嫂的病房里。看到13进来，众人的视线都定格在了他的身上。尽管钟父钟母是第一次见13，但是却都对他充满了感激。小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婶子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呢。婶子快别这么说，4哥和4嫂在家里的时候也很照顾我们，能帮到他们我也很高兴。小苦，别的话叔叔就不说了，以后用得着我们钟家的你尽管开口。钟叔，我还真有一事请求。行，你说，只要我和你婶能办到的都行。钟叔，我听说你们肉联厂的骨头并没有用处，而且每天更是都因这些大量的骨头而犯愁，我想用那些骨头渣子做饲料。啥？骨头渣子做饲料？听到13要拿骨头做饲料，不仅仅是钟父惊呆了，其他人也都是一脸的懵。骨头那玩意咋能做饲料呢？给啥玩意吃呢？那得有多好的牙口和多厉害的肠胃，才能消化得了那些骨头棒子。叔叔，那些骨头当然不是直接喂牲畜的，而是需要将其粉碎成骨粉，再配合其他饲料才行。这样那行，你要多少？叔给你屁。钟叔，这个骨头渣我不能白要的花钱买。花啥钱？那玩意在肉联厂就是垃圾，放在那里都嫌它占地方。你要多少，直接去拉就行了。钟叔，如果我是为自己要的，那不给钱也就不给了。但这是为生产队办事，不能这样。另外，这骨头渣的事，我们不是只要几百斤、几千斤，而是要长期要，一直不给钱，显然是不成的，容易被别人说闲话。听到这话，钟建安也正视起来这件事。毕竟肉联厂也不是他自己家的，数量少的他确实能做主，但要是数量太多的话，这可得谨慎点。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叔就依你，只是不知道你打算花多少钱买。钟叔，你看一吨10元如何？10元？小苦，你真的愿意10元1吨的价格买走我们厂的那些骨头渣吗？钟建安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们肉联厂有几个肉食品生产车间，每天至少要清理出几千斤骨头渣，而厂区后院现在堆积的烂骨头没有10万斤，也有8万斤。要是1吨10块钱的话，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进项。更重要的是，这买卖可是长期的。说实话，钟建安心动了。钟叔，我确定以及肯定，而且这个事我们一旦定了下来，就得签合同的。你这是叔做主了，就按照10块钱1吨的价格，你们啥时候要可以直接到肉联厂找叔。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就这么说定了。对了，钟叔还有一事相求。什么是小苦？你别不好意思，有事直接说。叔，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家卖粉碎机的厂子？毕竟这骨头渣子弄回去，我们还得把它变成骨粉，单靠人工确实太费劲了。粉碎机啊，我这里确实没啥门路。钟海，你那里有没有地方买？有倒是有，只是价格可能有点贵。钟哥，你估摸着一台需要多少钱？至少3000块钱吧。我们铁矿去年采购回来几台，价格可不低。啥？3000块钱？听到这个数字，13便放弃了粉碎机的想法。不过13老弟，我们铁矿那里倒是有几台旧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帮你问问。
那个应该会很便宜，毕竟是矿场淘汰下来的，也没什么用处。那就太好了，谢谢钟哥了。客气啥？你毕竟救了我妹妹一家，我们全家都应该谢谢你啊。就这样，猪饲料的事也解决了，他们一家便也回到了村里。刚到村里，13决定将这个事跟李丰年商量一下。爹，我有点事要跟你商量一下。说吧，什么事？我看你大哥也好像有心事，回来说什么让我投资干买卖，他那个混球脑袋能干什么？爹确实是个大买卖，不但能让咱们家富裕起来，还能让咱们村里的人都富裕些。哦，你说说看。我想带着社员们养猪。爹，我知道咱们村的情况，现在人都没吃的，更何况猪了，肯定喂不起。但是我已经解决了猪饲料的问题了，我会制作猪饲料，正好四嫂的父母是肉联厂的，每天都有大量的废骨头渣，刚好可以当猪饲料的原材料。我研究过，骨头的营养成分很高，猪长得肯定又大又肥，生长周期也会很快。李丰年想了想女婿的话，儿子说的话他可以不听，但是眼前这个女婿不一样，读过书还很有能力。女婿呀，不是爹不支持你，现在村里能支配的钱很少，村里并不能拿多少啊，也就能拿出200块钱。爹，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这里有我先垫上。如果赚到了钱，村里面一起分；如果赔钱了，算我的，你觉得咋样？听到女婿这话，让李丰年心里一暖，看来他真的没有看错人，让他当副队长是最正确的选择。来，爹敬你一杯。女婿，我知道你养猪是为了社员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吧，明天一早我组织一下开个会，跟这几个大队的队长商量一下，尽量让每家每户都凑出来点钱，等到时候年底一起分红，赚钱的生意他们也会同意的。好的，爹，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我都1天没回家了，想媳妇了。臭小子，快回去吧。回去的路上，13一直在想，这扩建猪场的事基本上是成了，但是让谁来管理呢？自己是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打理。而另一边的佑威正在家里走来走去，担心13是不是出了事。媳妇，我回来了。哼，你怎么才回来啊？我还以为你是出什么事了呢。傻丫头，我能出什么事啊？从县里回来，我直接去了老宅，去爹那边商量事来着。那你也要先回家告诉我一下呀，害得我这个担心。好，我错了，媳妇。对了，媳妇，陈家公审结束，陈建英以及陈金、陈刚都被判吃花生米，其他人也都分别获刑，就连梁月也被判了2年劳改。当李佑威听到这个结果，并没有开心，而是沉默了。怎么了？是不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有点。其实这是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坏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像陈家父子那样的人，他们要是不吃花生米，真的是天理不容。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想到他们就那样嘎了，我的心里就高兴不起来。啥？那你是想看他们继续活在这世界上害人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感到挺意外，挺突然的。其实我一直都担心他们不会被判嘎，担心他们会出来报复我们，但是现在得知他们都嘎了，我的心里又不大舒服。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矛盾的？13知道这不是妻子圣母心泛滥，而是他一时间没有适应。毕竟佑威和陈刚也算是一起长大的，和陈建英以及陈晶也比较熟悉，大家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了20多年。即便是那几个人渣，确实是罪大恶极，但当听到他们被判嘎，佑威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倒不是说这妮子为陈家那些人打抱不平，而是因为她太善良了，难以接受几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不说这个了，聊点开心的事。啥开心的事？你家小侄今天出院了，爹让我们明天晚上到老宅吃饭，说是要庆祝一下。真的吗？小家伙长得怎么样？不好看，皮肤皱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新生儿都这样，等长开了就好看了。傻丫头，我骗你呢，小家伙白白胖胖的，非常的好看。哼，就知道拿我寻开心。今天晚上不许上炕睡觉。13一听不让上炕，紧忙抱着佑威去了卧室，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娇妻。第2天一早，几个队长分配完任务，就被李丰年留了下来，把13昨天跟他说的事跟大家学了一遍。听到李丰年的叙述，王平、张登旺等人也都变得激动起来了。是啊，8个月就能长到200斤，养猪这是真的是大有搞头啊！苦之青要是加入那个骨粉的话，真的6个月猪就能长到200斤吗？能效果只会比我预料的更好。可惜那个新的粉碎机实在是太贵了，咱们根本拿不出3000块钱，不然的话买一台也行。就是太贵了，咱生产队300块钱都拿不出来，去哪里弄？3000块钱可惜了。就算是能拿出来也不划算，要是旧的价格合适的话，那就买旧的；不行的话，咱就自己辛苦点人工弄骨粉。我之前算过了，要是按照我的方法饲养的话，一头猪仔长到200斤出来，在不计算人工和场地的前提下，差不多需要30元的成本。而以现在的市价，一头200斤重的生猪，差不多可以卖到120元左右，利润差不多90元上下。也就是说，单单一台粉碎机就需要他们白养30多头猪，实在是不大划算。苦之青不用粉碎机也能弄出骨粉来吗？能就是有点费事而已。其实自制骨粉也不复杂，只需要将骨头用清水浸泡1-2天，然后放到锅里蒸一段时间，其目的是使骨头更进一步熟化，排出其内里的盐分。蒸完的骨头待凉透后，放在露天的太阳下晾晒，一般晾晒2个星期就可以了。晾晒的目的是把骨头内的水分蒸发，把晾晒好的骨头用锤子敲打碎，就会得到骨粉。当然了，
这样做出来的骨粉还不够精细，但我知道村里有好几个碾子，到时候只要将这些骨头碎渣放到碾盘上过上几遍，效果不会比粉碎机里出来的差。只不过这样实在是太费时费力了，哪有粉碎机那么方便？然而13显然是低估了这个年代的老百姓摆脱贫穷的决心。二人听到他的话之后，当即纷纷表示：那都不是事，村里壮劳力大几百人，实在不行专门调拨一批人做这个业绩，只要能把猪养好。行了，养猪这事是咱们生产队的头等大事，回去之后大家全力配合，争取早点将这事给搞起来。行，我们4队有人给人要粮给粮，我们5队也一样，只希望苦之清可不能厚此薄彼啊。咱们虽然是2个生产队，但却是一个村的，哪能给4队不管5队？那我成啥人了？根望我这女婿性子是淡了点，但是为人处事却没问题。苦之清的为人我还是相信的，刚才只是和开个玩笑，没其他的意思。再有2天的时间，地里的庄稼就交的差不多了，庄稼撑到下次降雨应该没啥问题。秋收前地里的营生不会太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社员们的主要任务就集中到办养猪场吧。苦之清具体怎么做，你直接安排就行了，我们都听你的。养猪场的扩建方案我已经做好了，过2天就交给你们，我只管把饲料给弄出了，具体的你们来做。另外，我给养猪场找了一个合格的厂长，或许你们听他的调度也行。厂长是谁？严耿东。傻，为什么要让他当厂长？啥？养猪还得有文化？苦之清养个猪而已，又不是给学校找老师，跟文化水平高低有什么关系？养一头猪确实不需要什么文化水平，但是养100头猪，甚至于1000头猪的时候，文化水平高低就成了关键。就比如说100头猪该下多少猪饲料，配多少骨粉和其他谷物饲料，一般人会计算吗？此外，猪一旦养得多了，就必须注意防疫问题，连字都认不全，咋能搞好这个？听到13的话，众人都沉默了。行了，就按苦副队长说的办吧。既然大家都信得过13，就别担心他会害大队。没什么事都散了吧。女婿晚上别忘了去老宅吃饭。放心吧，爹，我忘不了。等到右威下工，我们就过去了。到了傍晚，李家老宅今天非常的热闹。13和李右威来到老宅，来到屋檐下，13看到李丰年正在与几个儿子聊天。这父子5人除了老四李国强外，其余几人和岳父一个样，每人拿着一干旱烟锅，边说话边吞云吐雾。看到13走了过来，李建国当即招呼到妹夫：“快坐，妹夫，我们正在聊你的那个新饲料，真的可以8个月就能把猪养到200斤吗？”哼，8个月只是保守估计，要是配合骨粉以及麦麸豆饼等谷物饲料的话，6个月都有可能。6个月？众人都被13的话惊到了。这不就等于节省了1半的养殖时间吗？对，就是6个月。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得赶紧把那个养猪场给搞起来，过年的时候正好能吃到猪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确实能赶趟。妹夫，你那个新饲料啥时候能搞出来？我打算明天就弄。你尽管放手去干就行了。缺人让王平给你安排，缺钱队里暂时还有几百块钱。行，不过这事我打算让二哥和我一起干，以后二哥就管生产饲料这事，总比下地干活要轻松些。行，这是我明天和老张和王平他们说，谅他们也不敢有啥意见。另外，骨头渣的事情也得尽快去办，骨头渣变成骨粉还是挺繁琐的，得提前准备。至于骨头渣的事情，老四，你明天带人亲自去一趟你岳父那里，先拉起车回来试试。爹，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肯定给您办得妥妥的。正说着，突然听到岳母在厨房喊道：“老大、老二，把桌子收拾一下，开饭了。”酒足饭饱后，13就和佑威回家了。在路上，13发现佑威并不是很开心，好像有心事。咋了，媳妇？你看起来不太开心。没事。是不是又想起陈家那帮人渣了？哼，没有我老想他们干嘛？我还怕晚上做噩梦呢。那你这是？这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咱们老夫老妻了，还有啥不好说的？李佑威突然像是受到了鼓励一样，鼓足了勇气说：“咱们要个孩子吧。”13知道孩子已经成了李佑威的心病，自己要是不帮他解决的话，恐怕以后每天都会这样闷闷不乐。那还不快点走，时间紧迫。第二天，3哥李建军和4哥李国强则是带着13已定的合同，赶着10几辆骡马车前往肉联厂。他们今天就得将那些骨头渣拉回来，准备制作。刚到肉联厂，看到眼前的一大堆骨头，哥俩就懵了。3哥，这不扯犊子吗？这骨头都臭了，闻着都恶心，猪能吃吗？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是妹夫说的不能错，咱们这脑袋瓜肯定想不到。干嘛？先装车拉回去再说吧。先装车。回去的路上，3哥也在想，这社员们看到他们的钱买这些臭骨头，肯定会炸人，但是还不能不听妹夫的话，只有硬着头皮往回拉。刚进村就被社员们围了上来。这苦副队长哪是带着咱们创业啊？这不就是糟蹋我们的血汗钱吗？对啊，用我们的钱买这些臭骨头，这就是第2个陈建英了。不行，我们去大队部找他们说说理去。走，都去。而老3看势不好，先跑到了大队部。不好了，惹祸了。此时的李丰年和13被李建军喊懵了。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慌张个什么劲？爹，我们把骨头拉回来了，在村口被村民们看到了，不让我们拉回来，还说要你们给他们一个说法，为什么用他们的血汗钱去买这些垃圾？李丰年刚要说话，就看到社员们都走了过来，本想着带村民们养猪发家致富，却不料遭到了社员们的反对。李支书到底是咋回事？你得给大伙交个底。就是花那么多钱买那些臭骨头回来，到底要干啥？那可都是俺们的血汗钱，可不能就这么霍霍了。听着社员们七嘴八舌的责问，李丰年的眉头不由得紧皱了起来。说实话，他真没想到这事竟然会有社员们反对，而且看这势头，反对的人还不少。他当即意识到，这事必须得处理好，不然的话，这养猪场恐怕是办不起来的。既然大家对这事心里犯嘀咕，那就开大会吧，跟大家说明白。现在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问，我会一给大家解答。谁先来说说？俺先说。詹夫同志，你对生产队有啥意见请说。那俺可就真说了。说吧，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就得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那行，俺就说说俺的想法。俺听说生产队要扩建猪场，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有，今天猪场那边已经开工了，未来那里将会建成一个拥有200个猪舍的大型养猪场。支书，现在已经7月份了，这个时候抓小猪仔的话，是不是有点晚了？正常来说，确实有点晚了。但是咱们第4生产队的苦副队长，也就是我女婿13，他研究出一种新型饲料，可以让小猪在8个月内长到200斤。这么算的话，到过年的时候，差不多就长成了。听到这话，下面的社员们顿时交头接耳起来。显然，大家伙对于这个事都感到很意外。这时，人群里一个女人起身说道：“李支书，苦志清弄出来的那种饲料，真的能让猪崽子8个月长到200斤？不是在骗我们吧？”13知道该自己出场了。只见他站在凳子上，这种新饲料是我研究出来的，那么这事就由我向大家解释吧。新饲料是我的一位老师研究出来的，他是京城有名的农业专家。至于效果嘛，8个月200斤，只是保守估计，实际上可能比这更好。我知道大家今天是为什么来的，我也不瞒大家，那些臭骨头渣确实是我让生产队从肉联厂买回来的，价格10块钱一吨，折算下来5厘钱一斤。听到这话，当即就有人喊道：“苦知青，那些臭骨头一不吃二不能喝的，花那冤枉钱干嘛？”是啊，大家伙信任你才选你当队长，你可不能霍霍大家伙啊！就是，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啊！这些骨头渣是新饲料里面调用，具体什么用处说了你们也不明白。这样说吧，现在你们眼里这些没啥用处的骨头渣，经过我的处理之后，10斤就能变成1斤猪肉。此话一出，众人当即懵了。10斤骨头渣变成1斤猪肉，这买卖划算啊！1斤骨头渣5厘钱，10斤也就5分钱，而1斤猪肉现在能卖到7毛钱，有钱没票还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买卖，即便是连扫盲班都没有上过的人都知道划不划算。苦志清，你真能把那些臭骨头渣变成猪肉？我不能，但是新型猪饲料加上小猪仔却肯定能行。这时场中突然响起一道尖锐的声音：“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们？你们这些读书人心眼太多了，就和那马蜂窝一样。”13循声望去，发现说话的是个50多岁的老女人。周大娘，你这话可是妥妥的阶级歧视啊！往小了说你是看不起读书人，往大了说可就是挑拨普通社员和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单凭这个就能把你送到公社教育了。啥阶级歧视？没那个意思，就是不信你这个外来户。你凭什么不信我？是因为我有文化有学识，还是因为我是华夏工作人员？啥狗屁工作人员，就是不信你，你能咋的？那好，既然你不信我，那养猪这事你可以不参与。我今天也把话撂这了，养猪场这事谁不想参加都可以，以后也不会给你们这些人安排任务。相应的，等到年底结算的时候，养猪场的收益也没你们的份。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寂静。13硬气的话，顿时将在场所有的人都震慑住。他们没有想到13会这么说，一时间都愣住了。养猪场是集体的，你们买猪崽子和那些臭骨头也都是花集体的钱，凭什么不给我们分钱？这个也可以不用集体的钱，几百块钱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这话一出，众人再次沉默了。各位社员们，你们以为生产队现在有很多钱粮吗？你以为我们这些村干部整这个养猪场是想从里面捞点好处吗？实话告诉你们，想多了。梁会计，你是咱们八宝粮大队的大管家，你的人品大家都信得过。你给社员们说说咱们八宝粮大队以及咱们第4生产队和第5生产队的财务状况。既然苦知青要说说，那我就和大家说说吧。咱们八宝粮大队17个生产队，目前账面上还有1276块钱，粮食加起来有7万多斤，牲畜不算。而第4生产队和第5生产队，在整个大队所有的生产队中，财务状况算是不错的，但是加起来也就只有300多块钱盈余，各类粮食也仅仅只有1万多斤。都听到了吧？
咱们村2个队加起来也就这么点家底子，你们觉得我13能看得上吗？说实话，要不是4队的同志们信任我，非要让我当这个副队长，不然的话，我还真不想管这些闲事。想想我们2口子在队上挣着工分，上面那边还得发着工资，有必要盯着队里那3瓜2枣吗？就算是真的摊到手了，但是能安心吗？别忘了陈建英的尸首还没有安葬呢，谁嫌自己命长，敢向集体财产伸手？说实话，要不是看大家苦哈哈的，想要带着你们多创收致富，我还真没那个闲心思整这些。今天我也把话搁这了，养猪场的事，大家伙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参与不强求。实在不行的话，我自己出钱弄，到时候挣钱的时候，你们不要眼红就行。说完13就走了。此刻的社员们也百感交集，不知所措。在各队队长一顿解释，也都同意了。据接上集，有了昨天的社员大会，在扩大养猪场这件事上，所有的社员们都和村干部达成了共识。所以第2天，13安排完任务，便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就在这时，李长青走了过来。你怎么过来了？我这次来这里是专门感谢你的。女婿这位领导是？爹，这是县水利局的李长青局长，这次是来找我的。李局这位是我岳父李丰年，同时也是八宝粮大队的支书。李丰年同志你好，我是李长青，感谢你培养出这么好的女婿，要不是他的话，咱们云山县可就要遭大难了。李局长你好。李局刚才听你说是来感谢我的，咋回事？13兄弟，暴风水库的问题，我们已经彻底的调查完了，情况很严重。很严重？可以说暴风水库的大坝已经成了一座危坝。幸好我们听了你的建议，进行了全方位的检修，不然的话，一旦进入秋天雨季，那是要出大事的，甚至于有溃坝的危险。虽然早已经预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听到李长青这么说，13还是有点被吓到。李局内现在县里准备怎么办？县里已经决定对宝丰水库进行控库运行，同时聘请省里的水利专家对整个水库再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评估，看看有没有修理的价值。那要是没有修理价值咋办？是不是就要拆掉了？如果最后的评估结果真的是没有抢修价值的话，确实得拆掉。这么大的工程可惜了。爹，我觉得县里的决定是对的，一旦真的不能抢修了，还不如拆掉呢，免得发生意外。当年修宝丰水库的时候，我也就你这么大岁数，正好回村休假，本打算回来好好休息几天，结果被我爹给拉到了工地，硬生生干了半个月。我记得当年为了修建宝丰水库，原本住在那一带的7个村子被迫搬离，现在那些村子大多数都还被淹在水库底下，却不曾想这才20多年的光景，这水库就不行了。谁说不是呢？修建宝丰水库的时候，我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还只是局里的一个测绘员。当时水库建成的时候，我们那叫一个高兴，县里甚至于还给我们发了奖金。结果我还没退休，这水库就先不行了，真是世事无常了。你们2位也都不要这么悲观，说不定大坝的整体结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需要将那些有渗油的地方修理好，就可以重新使用了。也有这个可能，一切还要看省里专家们的鉴定。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得感谢你，你此举不仅仅救了水库下游数万老百姓的性命，同时也挽救我们这些人。不然一旦水库出事，我们这些人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我这次带来了县委县政府写给你的感谢信和颁发给你的锦旗。另外县里的梁书记专门给你拨了50元的特别奖金。你们进来吧。李局话刚说完，一行人就开始往里面搬东西。13看着这些东西吃了一惊，除了整箱的麦乳精外，有2箱茅台酒以及几条桂花香烟，此外还有不少花布棉布以及大白兔奶糖饼干糕点，甚至于还有很大一包猪肉。抛开奖金不说，单单这些物品就不少于200块。李局，这些都是县里的奖励吗？这50块钱的奖金是，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局里的同志们集资给你买的。这奖金我就留下了，这些东西还劳烦你给带回去吧。13兄弟，我要是把东西拉回去，真没法向局里的同志们交代。这有啥不好交代的？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可能在你而言，这确实只是举手之劳，甚至也是为了给你们队上讨水浇地。但是对我们这些人而言，这可是关系到仕途命运及身嘎的大事啊！那也用不着买这么多贵重的礼物。其实局里也就凑了不到150块钱，相当于每个领导拿出半个月的工资，剩下的全都是宝丰水库的张贵龙支援的。他被撤职了，但即便是如此，今天早晨他还是亲自跑到局里给送来2箱好酒，让我帮忙转交给你。一旦水库溃败，这个张主任最直接也是第一责任人，吃花生米都有可能。可以说13此举确实是救了他的命，即便是被撤职，他最应该感谢的还是13。既然李局已经这么说了，你就收了吧。那行钱和东西我就厚颜留下了。李局，你替我谢谢局里的同志们。另外，以后有啥事你直接到水利局找我，这是老哥哥我记着呢。行，有事肯定麻烦你。好，我先走了。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要你收下这些东西吗？爹，是为了让你觉他们安心吗？这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确实是大恩啊，这相当于挽救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哪能不有所表示？
道理我也明白，只是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奖金加上礼物，恐怕价值270-280元了，都能顶得上你1年的工资了。那又如何？相比于他们脑袋上面的乌纱帽，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咱一没偷二没抢，这些东西拿着问心无愧。行，那就收下了。不过那酒您搬1箱回去，剩下1箱我打算给我爸送去，他就好这口。行，哈哈哈，那我借我女婿光拿回去1箱。爹，还有件事我想和您商量一下。陈铁被抓后，村里的小学老师空了出来，我原本是想给微微把这个岗位拿下来，让她一边教孩子们，一边复习以前的知识。但是现在我想推荐另外一个人。你想推荐谁？林婉婉，林知青。我这里没有啥意见，但这事得和其他几个干部商量一下。你也知道，自从陈铁被抓之后，不少人盯着那个位置。行，有空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日子里，社员们都各司其职，非常的忙碌。盖猪舍的盖猪舍，磨布粉的磨布粉。13也挺忙的，不过他忙的可不是队里的营生，而是忙着翻译稿子。最近13想去看看父母，所以还剩2本教材。13想抓紧翻译完去的路上顺便带给老徐。就在13认真的翻译着书籍，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刹车声，13紧忙走了出去。呀，徐哥，你怎么来了？难道是我稿子翻译的太慢了？13老弟，这是哪里话？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又是斗恶吧，又是忙生产队的生产，这不是来看看你小子吗？你小子许久不见，胖了不少啊！看来弟妹的伙食不错啊。那也是托了徐哥你的福啊。徐哥，你看你也不给我介绍这2位。看我这脑袋，光顾和你说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省编译局的郭副局长。郭局好，我是13。这位是我们塞北大学化学系的杨云昭主任。杨主任好。13同志你好，总算是见到你了。杨主任，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郭局和杨主任还真找你有事，我就是个带路的。13同志，我想让你帮我们翻译一些东西。杨主任，你要翻译的是什么东西？尽管说就行。我想请你翻译的是一批化学教材。化学教材？现在学校里应该有现成的教材啊，为什么会找上我啊？13同志，之所以找你有2个原因，一是郭局的引荐，其次是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翻译人才了。我们塞北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建国后才组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距今也不过20年的时间，实在是没啥底蕴。在过去的几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北大学化学系的老师嘎的嘎，下放的下放，偌大个化学系如今只剩下小猫3两只，完全成了一个空壳子了。因为政策的原因，这些年大学生由考试录取转为了推荐制，即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由于推荐上来的学生有工人、农民以及军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在上大学之前，干脆就没有接触过化学，我们原先的教材他们根本听不懂。我们只能将教科书简化，一个重点大学的化学系教给学生的，竟然知识相当于高中化学的知识，这让人觉得丢人。我当上化学系主任后，上级明确要求我重新把塞北大学化学系给撑起来，不要让这么一个重点学科就这么垮了。现在我们决定重新编写一部更加简洁有效且符合塞北大学学生水平的教材。于是我托人从国外的牛津、剑桥等大学弄回来几10本教材，然后希望综合这些教材的优点，重新编写塞北大学的教材。然而问题来了，当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将这些教材从国外弄了回来，想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却遇到了麻烦。现在翻译人才太缺了，并且化学毕竟是相当专业的学科，一般的翻译师即便是英文水平再好，有些专业名词以及解释却依旧翻译不出来。这玩意还容不得一点错误，一旦教材书发生错误，那可真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办法，我找到了省编译局的郭副局长，希望他能给我找一个合适的翻译师，然后他就推荐了你。郭局，咱们编译局应该有不少翻译人才吧？您怎么偏偏让我来做这事呢？咱们省编译局目前在册登记的翻译一共有300多人，但有能力翻译教材的绝对不超过20人。而在这20人里面，不管是工作效率还是作品质量，你都是最顶尖的。最重要的是，我看了你前段时间送审的物理学教材，翻译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务非你莫属。那行，这个任务我接了，不过这几天我想出一趟远门，等回来之后再给杨主任翻译。那真的是太感谢了，可再过1个半月学校就要开学了，你能不能在此之前将那基本基础教材翻译出来？有多少？一共7本，牛津大学的2本，剑桥的2本，剩下的都是哈佛大学的。这么多，那我尽量完成任务。虽然说化学是我最拿手的学科，翻译起来肯定是得心应手，但越是基础的东西越不能马虎。更何况一下子要翻译7本教材，就按照每本10万字计算，那也有70万字，生产队的驴也没有这么干。这要是答应了，最终却没能在1个半月内完成，不但可能耽误人家的事，也可能会给自己惹麻烦。行，13同志，只要你能将这个任务圆满完成，我们塞北大学必有重写。说不定我以后还真有求到杨主任的时候，希望您到时候可不要拒绝啊。哼，哪能呢？只要不违反纪律，我绝对不会推辞的。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对了，小苦，我把你的稿费带来了，一共是618块钱。看到这些钱
13心里非常的高兴。这段时间13一直都在疑惑，按道理说稿费也该到，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老徐是打算亲自送过来。这马上也到饭点了，您3位去我家吃饭吧。我们去国营饭店吧，我请客。就听小苦的，我们去他家吃也好，正好去认人门。也行，13同志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挣了1500多块钱。他这种特殊人才啊，比我这个领导挣的都多，一顿饭吃不穷。13为了款待这几位，他决定亲自下厨整几个硬菜。就在13在厨房忙活的时候，佑威从地里下工回来了。刚到门口，就看到这辆挂着省城牌照的车子突然停在家门口。他真担心是来接13回城的，他一路小跑往家里出。13看着佑威急匆匆的跑了进来，紧忙上前解释：“媳妇，你别担心，这不是来接我回城的。”听到了13的话，佑威才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想必你是弟妹吧？我是徐永光，13的同事兼朋友。佑威知道老徐，13和他说过这个人，也知道13能通过当翻译赚钱，离不开这个人的帮忙。徐大哥好，我是李佑威，13的爱人。我们3人今天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弟妹了。不打扰不打扰，其实我们2个一直都说，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请徐大哥吃顿饭。要不是你给了13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也没有现在的好生活。徐大哥，你们先吃，我去厨房再给你们做2个菜。13老弟真是有个好媳妇啊。是啊，难怪13同志这么出色，原来家里有个这么贤惠的妻子。是啊，如果没有他支持，我哪有机会和时间去翻译啊？徐哥，你们先吃，我去看看他。媳妇别忙活了，去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就出发去东泉农场。啥？怎么这么急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啊。傻丫头，不用准备什么，我都准备好了。再说了，这不有顺风车吗？徐大哥关系多，我们去东泉农场也会省去很多手续。好吧，那我去收拾收拾。好，你去收拾吧。酒足饭饱后，13一行人开车就出发了。就这样坐了3个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了13日私夜小区。看见眼前荒凉的土地，就知道在这里劳作的人多。呀，什么风把你老徐给吹来了？哼，瞧你说的，我这不是想你了吗，老赵？得了吧，快说什么事吧。行吧，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这位是我的小兄弟，他父母在你们农场里，现在想要看看他的父母，你看行不？没问题，只要他证件齐全就可以。那行，剩下的交给你了，我先走了。打完招呼后，老徐就开车离开了。张主任您好，我叫13，我爸是苦亚文，我妈是叶丽芳。随后13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各种证件掏出来递给了张主任。张汉武仔细查看了13的介绍信以及备案证明后，原来是老苦家的娃来了，证件没啥问题，我让人带你们去老苦住的地方吧。那多谢张主任了。随后13在一个年轻战士的带领下，来到了不远处的那片窝棚区。同志，这就是苦教授住的地方，门没锁，你们进去吧。谢谢了。同志不用谢。对了，你带来的这些东西尽快藏起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出来，私下里给苦教授他们补补身体就行了。为什么呀？东泉农场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这种地步了吗？以往几年大家伙儿勉强还能活下去，虽然1年中至少有半年需要野菜草根来接济，总不至于一点粮食都没有，但是今年眼看着就要绝收了，所有人都慌了。你们看村里的那些大小树木叶子都被落光了，打算冬天就靠这些树皮来充饥了。说完，年轻的小战士就走了，2人便进了屋里。到了屋里，才明白为什么小战士说门没锁，因为屋子里简陋到了极致，根本没有东西可拿。2人也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这房子还不如他们8宝粮的牲口住的，这些年老两口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而另一边的苦亚文和叶丽芳也下工往家走。刚走到山腰，就看见家里好像有2个人影。老苦，你说是不是儿子来了？不可能，那小子在云山县插队，距离咱们这有300-400公里呢。再说了，咱们不是不让他们来吗？儿子的脾气打小像你，属于那种8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犟种。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会听你的。行了，快点走吧，看看不就知道了。就当2人刚走到门口，看见真的是自己的儿子来了，叶丽芳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原本就有些虚浮的脚步，这下子干脆迈不动了，直接瘫倒在了地上。看到母亲倒在了门口，13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接扑到了母亲身前痛哭了起来。这哭声13他哭出了2世的思念和愧疚。看到儿子的瞬间，叶丽芳也忍不住痛哭了起来。但哭着哭着，他就感觉不对劲。小儿子属于那种倔毛驴脾气，在家里的时候，他有时候能把笤帚疙瘩打折了，他都不带掉一滴眼泪的，现在却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叶丽芳当即有些慌了，儿子你是不是受欺负了？妈，这是我的妻子。你就是微微吧？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娘，我是李幼薇，13的媳妇。娘，我想找脸盆给您和爹打点水洗脸啊。哪有脸盆了？再说这里也用不上那玩意儿，这地方缺水，我们连喝的水都不够，哪敢用水洗脸啊？那，您和爹平时？我们平时就是用毛巾沾点水擦一擦，只有到山上有泉眼的地方才会洗脸。听到这话，
李幼薇的眼睛顿时红了。她其实看到农场里的情况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公公婆婆的日子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她却没有想到这里的艰苦程度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可怕，甚至于连洗脸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丫头别哭，我们已经习惯了。爸，你们这里一直都这么缺水吗？也不是前几年还好，村里面有井，最起码吃的水是不缺的。但是今年从入春开始，就一滴雨也没下，村里的水井都干了，所以现在吃水也就成了问题。那这里的干部们不管吗？咋不管？他们向上面打了报告，想让上面给我们打一口深一点的井，但是却没有申请下来。张主任又组织大家伙自己挖井，结果挖了20多米都没有打出水。没办法，只能找了几个大油桶，每天让战士们给我们到10几里外的地方拉水吃。但是拉水实在是太辛苦了，不管是人还是牲口都受不了，所以大家伙合计着能省则省。我们现在每家每户除了必要的吃喝用水外，根本不敢做别的。不瞒你们说，这大半年来我们都没有洗过衣服了。听到这话，13和李幼薇都沉默了，眼睛里也泛着泪花。苦是苦了点，但最起码我们还活着。是啊，只要我们都在，这就足够了。老公，咱能不能将爸妈接到村里住？够呛要是能走的话，恐怕这些人早走了。政策不允许，我们这些人没有上面的允许，哪里也去不了。别说去你们那里了，就算是想要进城买点东西，那也得管理处给县里打报告，其他的就更不要想了。那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啊，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我来想办法吧，说不定也能成。13想到了塞北大学的那位杨主任，他不是正在重新整顿他们学校的化学系吗？而父亲正是一位化学教授，还当过系主任。如果他能接收父亲到塞北大学任教的话，或许这事还有转机。只不过13也知道这是很难，而且那位杨主任未必有这个权利从东泉农场这种地方调人。就在13沉思之际，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嘶哑的声音：老苦，老爷开饭了。儿子让他们娘俩在屋里等着吧，你跟我去打饭吧。来到打饭的地方，13看到这里聚集的人更多，应该不下50人。爸，你们平时都是一起吃饭的吗？村子里一共有200多人，共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一口大铁锅，所以只能一起吃饭了。得到这个答案，13忍不住有点懵逼。他们这次可是带了不少米面，分开吃饭还好，大家各吃各的，谁也碍不着谁。但是现在一起开火，那可就不好整了。不过13什么都没说，就跟在父亲身边排队打饭。等轮到他们的时候，13终于看到锅里的东西了，顿时被惊呆了。只见一口直径超过1.2米的大铁锅里，汤汤水水煮了满满一锅。从翻滚的汤里，13一眼就认出来，里面有树叶、野菜、草根。另外汤不是清汤，看起来黏黏的，应该是里面加了点面粉，就不知道是小麦粉还是玉米面粉。总而言之，这波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实在是没什么胃口。说句不好听的，这和八宝粮大队给猪准备的泔水差不了多少，人肯定是不吃的。打完饭，父子2人拿着打的饭回到了屋子里。当幼薇看到眼前的饭菜时，也是惊讶的张开了嘴，随后便从包里拿出来一些干粮，给父母递了过去。爸妈，你们吃这个吧。胡亚文和叶丽芳看着李幼薇拿出来的煮鸡蛋以及烙得金黄的葱油饼，甚至于还有几块晒干的风干肉，都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他们都忘了多长时间没有吃这些好东西了。上次吃到纯粮饭的时候，好像是去年农忙结束后管理处那边组织的联欢会上。胡亚文记得他那顿饭好像是吃了6个大白馒头，那味道至今还记得。算了，留着给你们吃吧。幼薇随即将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当看到儿子儿媳妇竟然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东西后，胡亚文夫妇彻底的惊呆了。老爷把那些补品和糕点留下，粮食的话留上一点，其他的都送到伙房吧。爹为什么非要送到大伙房？你们不能自己留下吃吗？儿媳妇这里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实在是不适合人生存。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活下，主要是靠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不然单靠个人的话，恐怕早就变成一堆黄土白骨了。听到这话，此时的幼薇也便理解了。你们能想着孝敬我们，我和你娘很高兴，也很欣慰。但是这些粮食要是我们独自享用的话，其他人会怎么想？吃苦的时候你和我们一起吃，有福了就自己关起门来想，这是自绝于人呢。13知道父亲的考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粮食要么自己带回去，如果留下的话，最好还是送到大伙房，毕竟父母还要在这地方生活下去，一旦被人孤立了，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吃完饭后天已经黑了，爸，咱们也2个出去转转，你看这是啥？哎呦我去！当苦亚文看到儿子手里的茅台，顿时流出了眼泪。爸，你这也太激动了吧，你看见我的时候都没掉一滴眼泪啊。你不懂，我苦亚文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喝上这个。听到父亲说这话，13心里顿时生出一阵酸意。爸，你这些年……其实不用问，13也知道他们这些年过得很不好，只不过今年更加的艰难而已。只是他有万千的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以这问起了。难是难了点，但好歹是撑下来了。你看那边山坡上的土包都是我的老兄弟，他们都没有撑起来。爸，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
没想过政策不变的话，我们这些人80%是要老死在这里了。那政策要是变了呢？此话一出，古亚文顿时明白了话中的意思。儿子，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消息了？爸，我现在除了在生产队担任了些职务外，还成了国家编译局的翻译师，负责翻译一些资料和书刊杂志什么的，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部文件。通过这些，我发觉政策已经悄然在改变，不出意外的话，再过1-2年风暴就会过去。而且这个月开始，我接受了大量的翻译大学教材的任务，学科涉及到物理学、建筑学、机械学以及化学等等，所以我判断国家很可能要重新恢复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机制，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便有了机会。听到儿子的话，古亚文整个人变得异常的激动。儿子，你说的是真的？不过现在文件还没有下来，你们还得坚持一段时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再等上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只可惜那些没撑下去的同志们。爸，能和我说说这里的局势和人际关系，以及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吗？局势的话还不算复杂，东泉农场一共有250多人常住人口，其中210人为普通人，剩下的40人为负责看守的士兵。这里下辖一个管理处主任叫张汉武，副主任兼护卫队长名叫安平，都是现役的军人。而我们这些人被分成4个小组，每组50人左右，大家平时一起劳动，一起做饭吃饭。要是年底有盈余，也会一起分钱，但是可能性很小。爸，我现在给上面翻译稿子，挣的钱不少，足够负担你和我妈的基本生活物资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没用的。我们这里不是正常的农场，你有再多的钱也帮不到我们，反而还有可能。下面的话，父亲虽然没有说，但是13却能猜得出来。看到儿子突然沉默了下来，古亚文叹了口气。儿子实在是抱歉，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只是这些年，我们确实是相互扶持着活下来的，也欠了别人不少人情，能还就还点吧。爸，我没有怪您的意思，我是在想怎么能帮到你们。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你就算是想帮我们也难呢。爸，我看你们现在这情况，想必最缺的便是水了，有了水应该就能将村子盘活了。但确实，如果有了水的话，庄稼就能救活，秋天就能收获粮食，最起码冬天不至于冻了而嘎了。但是离这里最近的水源点有足10几里远，而且只是一个小泉眼，根本演不过来。真想要解决水源问题，有泉眼说明这里有地下水，这是未必不能成。明天我好好转转。你想折腾就折腾吧，不过凡事都得和张主任打招呼。爸，你放心，我一定会解决这个水源问题。对了，你们这次能待多长时间？请了半个月的假，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回去，临时再确定。行，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说完，古亚文将一整瓶茅台一饮而尽，便往回走了。县里那帮人是怎么想的？难道真要眼睁睁的饿死这些知识分子吗？县里也没办法，今年全县大旱，受灾面积超过了14个乡镇公社，8万多人面临缺粮缺水的问题。县里的领导们就算是想要顾及我们，也实在是有心无力。我看他们就是在推诿责任，有了灾情，救灾是关键，或是上报省市2级相关部门，或者是自救，也不能像这样不闻不问了。县里是不是推诿责任咱先不说，但是眼下的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上午2组的李文和又来了，他们组的老徐已经快要不行了，再不给他弄点粮食吃，说不定就……话到这里，张汉武停了下来，那个“嘎”字，他实在是不愿意提起。自从到这里担任这个农场主任以来，每年他们这里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病的病，饿的饿，还有那些承受不住心理落差，起起伏伏的坟包都快把西坡给占满了。可以说剩下来的这200多人，那都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眼下的局势好不容易稳定了下来，张汉武真不希望他们就这样被旱灾给打趴下了。老张实在不行，让牲口们出个意外吧。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毕竟人命重要啊。说完话，2人都沉默了。他们也知道，大牲口意外死亡，他们都是要担责的警告记过，甚至于撤职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一边是人命，一边是牲口的命，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该怎么选？其实答案已经很明了了。就在2人沉默之际，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进来，报告一组的苦教授带着他的儿子来了。这么晚了，他们过来干嘛？这个他们没说，不过他们手上拿了个猪头。一个猪头应该是他儿子带来的，来的那天我接待的，大包小裹的应该是苦教授想给咱们送过来。快让他们进来吧。说到你们进来吧。苦教授，你这大晚上的过来是有啥急事吗？2个事，一个是给你们送来这个猪头，另外一件事是我儿子想和你们聊聊农场的事。说着，苦亚文将手上的猪头递到了张汉武的手上。苦教授，这可使不得呀，太贵重了，我一个军人怎么会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要是没有你们的帮衬的话，我们这些人恐怕早就完了。相比这些，这半拉猪头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张主任，这是我爸他们一点心意，你们就收下给战士们补补身体吧，他们这段时间实在是太辛苦了。另外，我想和你谈谈农场缺水的事。
13同志，你刚才说能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这是真的吗？今天白天我和我爹勘察了农场的地形，我认为农场地下是有地下水的，而且还很丰富。说着，13将今天白天绘制的地形图拿了出来，然后给张汉武等人简单的说了说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听完13的话，张汉武皱起了眉头。13同志，张主任叫同志有些身份了，你们都比我大，直接叫我小苦吧。好，小苦，按照你的分析，咱们农场地下是有水的，就是比较深。你是想要通过打深井来解决缺水的问题？对，只要打出了地下水，那么就可以将农场的那些庄稼救活，这些人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可是申请不好打呀，我们几个月前就曾和县里申请过了，也曾派了技术员过来，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这个还真不知道。他们说我们东泉农场本身地下水并不丰富，就算是有，难也得打几百米才行，但是以县里打井队的技术和能力，最多打个50-60米，根本不行。以我的判断，用不了几百米。接着他又拿起图纸，就比如说这地方，从地形上看，这里属于标准的2山加1穴，正所谓水往低处走，2山的中间位置往往是地下水的必经之地。从这个位置打，水井往往深度相对较浅，而且我也到这处沟底查看过了，下面的泥土湿度远大于上面的山梁，我估计100米之内肯定能打出水。100米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县里打井队的能力了。打井队的事情你们不用管，我来解决，但是其他方面需要你们配合。小苦，只要你能帮农场解决缺水问题，我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全力配合。那行，明天我想进一趟城，张主任您派个人和我一起去，具体的情况等我回来之后再说。行，明天一早我拉着你去。好，那就这么定了。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回去了。从农场管理处出来后，胡亚文有些惊讶地看着儿子，满脸的不可思议。爸，你别这样看着我，我瘆得慌。几年没见，你小子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有啥变化？首先是气度上变得更沉稳、更自信了，能在这地方和张主任这些人侃侃而谈，一点都不露怯，说话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一般人还真做不到。而且从进门到出来，你都把控着事情的节奏，不管是张主任还是安队长等人，都是顺着你的思路走，而他们还一点都没有察觉，单单这份能力就远超你的年龄，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哼，人嘛总是要成长的，我现在都20多岁了，也是当爹的人了，哪还能像以前那样如同一个毛头小子一样？也是你都是当爹的人了，不是小孩子。对了，儿子，你真的有把握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依我的判断，这里肯定是能打出水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打出水只是第一步，想要彻底的改变这里的生存环境，还需要整个农场的努力和配合。只要有水，我想不管是管理处的这些同志，还是村里的那些人，都会全力配合的。那就行，行了，爹，我们快回去吧，要不娘他们该担心了。随后父子俩边走边聊，不一会就回到了窝棚区。只是刚回到苦家所住的窝棚，父子俩就看到自家门口围了一些人，两人对视一眼，瞬间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儿子，这回你摊上事了。啥？为什么这么说？你看门口都是人，肯定又是谁家揭不开锅了，来求助你来了。爹，你别说风凉话了，我们快去看看吧。就当父子二人来到门前，只见一个小姑娘跪在了家门口，伤心的哭着。蓝丫头，快起来，有事好好说。苦伯伯，求求你了，救救我爹吧，我爹快病赶了。丫头，不是我们不想救你爹啊，你爹的病太严重了，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啊。此时的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13看势不好，紧忙上前阻止。赶快起来，你这样跪在这里，你爹就能活了吗？今天我13把话撂这，我知道大家现在的生活很困难，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来我们家跪着呀，我们不是神仙。说完这话，13心里很是难受，因为看见这些村民的现状，他真的于心不忍，也感觉刚刚自己说的话有些严重了，便又说道：大家如果信任我，我在这里给大家保证，我一定会解决大家的吃水问题和庄稼灌溉的问题，保证大家冬天不被饿嘎，请大家放心。听到这话，众人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围观了，便都散去了。13紧忙将小女孩扶了起来，快起来，别哭了，你爹是啥情况？他快病赶了。看小女孩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明白，苦亚文便说了起来。他爹叫许洪洲，来之前在一所大学当老师，来这里已经7年的时间了。3年前他娘突然生病没了，去年年初他爹也发病了，症状和他娘差不多。那管理处那边没有派人给看吗？咋没看？先是请了卫生队的人来看的，不管用就去了县城，但是同样没查出是啥问题，只能回来养着。小妹妹，能和我说说你爹发病时的症状吗？我爹经常头晕、气短、心慌，还有就是经常尿不出尿，其他的我也讲不大清楚。听到这话，13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种症状和太多的病类似，实在是不好判断。这样吧，带我去你家看看。小丫头眼睛顿时一亮，紧忙点头回应，随后就带着13和苦亚文来到了他家，推开窝棚的门，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13差一点当场就吐了，这种味道13知道是病患无法行动，长期在屋里吃喝拉撒造成的，单凭这一点就能推断得出来屋里的人情况不大妙。打开门，等屋里的味道稍稍散去一些，而13也缓了过来，
这才向着里面走了进去。进来之后，借着淡淡的月光，13看到空荡荡的窝棚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就连其他人家常见的树叶也没看到多少。而在窝棚最靠里的地方，有一堆平铺的杂草，杂堆里此时躺着一个干涸的人影。除了叹气，13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的情况会如此的艰辛，如此的恶劣。他没有多说，而是走到那个干瘦的人影面前，给他检查起了身体。男人已经瘦得脱丧了，而且意识似乎也陷入了昏迷之中，就连13摸他的额头都没有反应。要不是他还有呼吸和脉搏，13还以为他已经嘎了。仔细检查了一下男人的情况，13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你家是东北的？徐小兰虽然有点惊讶，13为什么会知道他们是东北人，但还是点了点头。东北龙江省的。你娘走的时候你有印象吗？有，我就在身边。她是不是冬天发的病？刚开始肠胆头晕，反复恶心呕吐，时常烦躁不安，甚至于下肢也发生水肿。对，就是这样的症状。那你娘从发病到没，是不是没坚持多长时间？好像7、8天，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我知道你爹得的是什么病了，不过现在手里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明天我会进城，顺便会去县医院看看能不能买到所需的药品。要是能买到，那你爹就还有救；买不到的话，那我也无能为力了。谢谢苦大哥。说着就要给13跪下。不许跪，以后不要动不动给人下跪，知道吗？行了，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爹，记得给他注意保暖，这病比较怕潮怕寒。交代完13就和苦亚文回去。回到家中，苦亚文就忍不住地问起了13。儿子，你刚才说那话不会是安慰那丫头吧？爸，您觉得我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这么说，老许真的有救？不一定，我虽然已经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是能不能买到药还是个未知数。况且就算是买到了，他的身体情况也不容乐观，能不能救回来还得靠运气。你真的查出老许得的是什么病了？不出预料的话，他得的应该是克山病。克山病，我只听说过有克山县，没听说过克山病啊。这种病很早就有了，最早甚至于可以追溯到清末明初。不过官方调查之后，却被定为时疫，伪满时期称其为北满之奇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确定病因，故以地名命名为克山病，沿用至今。那这个病好治吗？急性的不大好治疗，嘎率很高，但是慢性的还好。但即便是如此，克山病的嘎率还是在20%左右。这么高呢，老许？这这事儿您就不用管了，我会解决的。我们快睡觉吧。第二天13很早就起来了，在门口等待着张主任。不一会就看见张主任骑着3个。小苦，你这起得够早的呀！这不是惦记着进城的事吗？所以就早起了些。你小子老实和我说，你到底是准备怎么解决打警队的事？我和云山县水利局的李局长关系不错，我想问问他们能不能帮这个忙。他们能行吗？我们花县水利局的那些技术人员也来过了，他们说不太可行啊。张主任，那些人不行，不代表别人也不行。云山县水利局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他们可是连中大型以上的水库都能设计建造的，打个深井应该没啥问题。当然了，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联系一下在宁市的朋友，让他们帮忙找个钻井队。无论如何都得把井给打出来。小苦，只要对方愿意来，其他问题都好说。具体情况我现在也说不准，先和水利局那边联系一下再说吧。行，就按你的想法来吧。县里的武装部就有电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打到你们那里的水利局啊。打不到水利局没关系，只要能联系到云山县公安局就行。我那边也有朋友，让他把李局叫到公安局接电话也是可以的。听到这话，张汉武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苦教授的儿子到底是啥来头？不但和县里的水利局长交好，而且还和公安局关系不错，怪不得人家有信心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县公安局的局长是我原来的老连长，我们可以直接到那里找他帮忙。走吧，小苦，我现在就拉你过去。等等，我们就骑这个去吗？对呀，怎么了？我想去县里买些东西，这个车根本拉不下。行吧，那你先上车吧，我带你去村部还车去。好，那咱们出发吧。坐稳了，老哥，我骑得可猛。本以为张汉武会去还车，却不料这个穷的饭都吃不上的农场竟然有个卡车。13也没有问张汉武怎么会有卡车，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什么，只要能快点到华县怎么都成。不一会两人就开着卡车来到了县。张叔，这就是华县的县城，是不是没办法和你们云山县城相比？从这里放到云山县，也就相当于下面的乡镇的水平，不管是规模还是人口，都完全无法与一个县城相匹配。呵呵，说的也是。你们云山县有37、8万人口，华县却只有11万，连1/3都不到，确实没法相比。哼，确实是差了不少啊。对了，小苦，你今天除了打电话外，还有什么安排没有？有打完电话，我还想去县医院走一遭，然后再去趟供销社。去县医院干嘛？你爸妈病了？我爸妈没啥事，是想给村里的老许弄点药，看能不能把他救过来。老许，你是说老许还有救？我只是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知道咋治疗，但是具体能不能将他救活，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只要还有一丝希望，那就不要放弃所花的钱，农场替他出。张叔药倒是不贵，应该花不了多少钱。
不过老许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得给他补补身体。但是你也知道老许他们家的情况，树叶子都没多少，这个你得想想办法。我尽量帮他们弄点粮食，不行再组织战士到草原上打几只黄羊吧。这样最好了。说话的同时，二人也便来到了华县的公安局。同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是东泉农场的张汉武，是你们前局的老部下，今天是特意来拜访他的。原来是找前局的，他在办公室，您请便。好的，谢谢同志。小苦前局之前是我们的老团长，5年前转业后来到这里当了公安局长。他这人虽然不在部队干了，但是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等一下，我先进去，你稍后再进去。说完，张汉武就走了进去。然而人刚刚进去不到2分钟，13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训斥声。过了好一会，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打开了。13就看到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中年人与张汉武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你就是小苦同志吧？我是华县公安局长钱伟华。前局好。小苦不用客气，您的事这小子已经和我说过了，我替那些知识分子感谢你。我爸妈也在东泉农场，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您的感谢我可真不敢当。好一个不居功的年轻人，年纪轻轻能有这份气度，真的是难得啊！你要联系云山县的水利局，我现在就安排，跟我来吧。随后3人一同来到了局里的通讯室。钱卫华先是将基本情况和这边的负责人说了一下，当即让他替13拨通了云山县公安局的电话。几声忙音之后，电话很快就被接了起来。云山县公安局，请问你们哪个部门的？同志您好，我们这边是华县公安局，有一位名叫13的同志想和你们刑警队地卢队长通电话，麻烦通知一声。那您稍等。好的。过了7、8分钟，那边的电话里面再次有声音。同志您好，我是云山县的卢永明，请让13同志接电话。卢队，我是13兄弟，你不是去探望父母了吗？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的情况不太好，需要我帮忙吗？我有不少战友在华县那里。这事你帮不到我，得李长青李局才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和李局说说，就说我有事求他帮忙，如果方便的话，让他来和我通个电话。巧了，13兄弟，他就在我办公室，你跟他说吧。怎么了，13兄弟？李局这么早打扰你，实在是抱歉啊。这有啥好抱歉的？听电话里说你在华县遇到了麻烦，需要我帮忙，到底是啥事？随后13将东泉农场的缺水危机简单的说了一遍。华县那边的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一些，缺水确实很严重。你想让我们帮那个东泉农场去打几口深井，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担心那地方打不出水来。要不我先让田野带人去实地勘测一下，确定那里能打出水后，再派打井队去吧。李局那边的地质情况我已经实地勘测过了，肯定是能打出水的。要是可以的话，还是直接把打井队派过来吧。这里的情况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再晚上几天，地里的庄稼恐怕都保不住了。那行，我这就让田野他们动身。不过有件事我得提前和你说清楚。你说？打井队，我可以让他们过去打井，我也可以不收任何的费用。但是这一路上的开销，以及到了那里的吃住，可都得你们管了。这个是必须的，放心吧，打井队所有的开销，我会亲自负责到底的。行，我回去安排一下，下午就让他们出发，预计晚上差不多就能到。好，那我就在东泉农场静候佳音。挂了电话，13和张汉武就从公安局走了出来。张汉武刚出来，就忍不住的看向13。小苦云山县水利局的同志们，晚上真的能到吗？放心吧，李局这个人还是很靠谱的。那咱们可得好好准备一下，得给同志们接风洗尘。接风洗尘的事情倒是不急，但是有件事，张叔你可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啥事？人家李局确实和我说，他们可以不收费用，但是我们也不能真的一毛不拔，毕竟大老远来了，舟车劳顿不说，还要贴上油钱，可不能寒了人家的心。农场确实没什么钱了，但是我会立即向县里打报告，看能不能按照县水利局打井的标准申请财政拨款。要是县里不给钱，我就去武装部、政法委等部门化缘去，总不会让人家白跑一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打井施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士们寒心，有了水，我们整个东泉农场就盘活了，县里面没道理不给钱。张叔，你或许可以这样和县里面要钱。接着13将自己的想法和张汉武说了一遍。哈哈哈，小虎，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妙了，这么说还真不担心县里面不给钱。走吧，现在咱们去趟街医院，然后再去供销社。好，我们速战速决，赶快回到农场。买完东西，2人就赶回了农场。车子没有在管理处停留，而是直接开到了村子里。随后在村民们目瞪口呆的眼神中，张汉武吹响了集合哨。打井毕竟是一件关乎农场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得和村里人说清楚，更何况接下来的时间也需要村民们一同帮忙，不然光靠打井队的那些人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完成那么多工作。在张汉武通知村民们开大会的时候，13将从县城采购回来的东西搬到了父母的窝棚，
而后便带着买回来的药来到了徐小楠家。虎大哥，你来了。这里面是10斤苞米面，还有2斤白面。你现在先去给你爹和你弟弟弄点面糊糊吧。这，徐小兰眼里闪过一丝泪花，但是却没敢上前拿。她也知道这年头粮食有多金贵，说句不好听的，这12斤面，在关键时候不知道能救多少人的命，她真的不敢要啊。拿着，这是我向张主任给你爹要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谢谢你，虎大哥。先不要说这些了，你现在立即给你爹弄点热水过来，我得给他喂药了。听到这话，小丫头立即去烧水去了。在徐小兰去烧水的时候，13则是再次检查起许洪州的身体来。或许是上午的气温较高，许洪州这次竟然有了些反应，而不是像昨天那样处于深度昏迷之中。你的并不算严重，我已经给你弄来特效药了，吃了药你就能好起来，相信我。而这时小丫头拎着热水也回来。等一下我要给你爹喂药，你在一旁看着，以后喂药的事就交给你了。好的，虎大哥。待水稍稍晾凉了些，13便让徐小兰扶着许洪州，而他则是将几种药一一喂着许洪州服下。你爹这药算是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如果他能吸收药性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谢谢你，虎大哥。你爹现在急需营养补身体，所以尽量让他吃点细的，多吃几顿。要是粮食不够了，那就去找张主任。交代完徐小兰注意的事项，便回到了父母居住的窝棚。回来的时候，家里正在吃饭，主食当然还是那种难以下咽的杂菜汤，但是碗里却多了一些肥肉片子。猪头肉是张主任送来的，今天管理处那边给战士们加餐，顺便给我们送了点，说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既然送来了，那咱们也甭客气吃吧。吃过饭，13就开始翻译稿子，那边也是很着急的，这2天都给耽误了。于是他静下心来，一直翻译到了晚上6点。因为他要去村部开会，便收拾赶往村部去迎接田野他们。可是到了后才发现，田野他们根本没有到，足足等了1个钟头。张汉武坐不住了，小苦，你说云山县的同志们会不会不来了？张叔，你稍安勿躁，李局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如果他的人今天来不了的话，他应该会通知我们的。那怎么现在还不到呢？他们毕竟是第一次来这里，路况也不熟悉，晚点也正常。正说着，一个小战士突然推开门喊道：报告，远处有灯光。听到小战士的汇报，13三人紧忙跑到农场门口，顺着大路向远处望去，果然看到有几束车灯正由远及近驶。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行驶。看着这几辆汽车直奔东泉农场而来，张汉武等人都激动了起来。东泉农场这回算是有救了。这时田野和郭彤也下车，朝着13这边走了过来。13也迎了上去。好久不见啊，苦哥。是啊，好久不见，这一路你们辛苦了。这句辛苦我就生疏了，这地方太难找了，我们一路上是打听着过来的，太不容易了。哈哈，早知道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应该在华县县城等着你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田野，云山县水利局技术部门的主任。欢迎田主任以及云山县水利局的其他同志们的到来。我是东泉农场管理处主任张汉武。你好，田主任，我叫安平东泉农场的安保队长。两位哥哥好，我奉命带队到贵地打井，以后还得两位多多配合。求之不得呀，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张叔，我看田主任以及同志们舟车劳顿的，我们还是先让他们到食堂吃饭吧。行里边请。吃完饭后，田野和13三人来到了办公室。当田野看到13画的地形图的时候，很是惊讶。天哪，他怎么能画得这么清晰？而且按照他画的图分析，肯定能打出水来。苦哥，看到你的地形图，我非常有信心，肯定能打出水来，你就静候佳音吧。第二天一大早，13就被田野薅起来了。苦哥这么早把你叫起来，你没意见吧？意见是没有，只是觉得是不是太早了？同志们都没有休息好就直接投入工作，会不会？他们都习惯了，之所以这么早，一方面是因为中午太热，而打井又是一个体力活，尽量选早晚施工；另一方面则是早晨湿气重，有些地方容易凝结成露水，这样容易判别哪个地方地下水位浅，好确定打井的位置。真是辛苦你们了，等会我让张主任中午给大伙做点好吃的补补，要不这么干身体会吃不消的。行，苦哥，我们出发吧。不一会，两人就来到了施工现场。13看到眼前壮观的景象，不由得感叹道：东泉农场这回是真的有救了。随后13走到了张汉武的身边。张叔，战士们一大早就起来了，中午给他们做点好的补补，要不身体这么干肯定吃不消。放心吧，小苦，我们都准备好了。那好，如果要是村里没钱了，我这有点钱，还有一些票，到时候你拿去用。不用小苦，村里钱够，就算不够的话也不能用你的钱啊，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怎么还能用你的钱呀？行吧，那张叔你在这看着吧，我先回去了，我手头还有些工作要忙。去吧小苦，这里你不用担心了。于是13便回到了村部办公室，开始翻译起来。晚上13也没有去施工现场，有田野的指挥肯定不会出错。就这样他一直编译到了晚上8点钟，13实在是扛不住了，便回到了家里，倒头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6点钟了。刚醒来就看见佑薇跑过来。老公，北坡那边有好消息了。啥好消息？
出水了吗？张主任让人来告诉你，打警队的同志们说已经出水了，让你醒来后就过去一趟。好，我这就去。等等，你把这个拿着，实在饿了就嚼几口。看着右威手里的肉干，13顿时感觉心里一暖。还是媳妇疼我呀。随后13拿起肉就赶往农场。张叔听说出水了。出了，这把农场有救了。那水量咋样？郭队长他们正在对井进行测试，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就在这时，田野走过来。13同志不负众望，这口井终于出水了。不是说今天晚上才有可能出水吗？怎么早上就出来了？小苦，你可能不大清楚，昨天晚上打井队的同志一晚都没有睡，硬生生将井的深度达到了50米。田野同志，真的是太感谢了你们了。应该的，苦哥，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没准早就失业了，或者还得进牢房。对了，苦哥，说正事吧。我们刚才对水井进行了初步测试，柴油机抽水泵抽了2个小时，但是依旧感觉到水量充足，所以我和老郭商量了一下，这口井再往下钻10米差不多就可以了。打井的事你们说了算，况且60米也不浅了。那行从现在开始立即让人预制水泥井管，具体方法我会告诉你们的，但是水泥却需要你们自己弄。水泥我们自己就有，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第一口井应该够用。先用着，不够的话，我们立即到县里面申请，实在不行就去武装部化缘，他们那里有负责工程的部门，应该不缺这玩意儿。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估计下午这口井就完工了。到了下午2点半，第一口基井的深度已经达到了60米左右。郭队长等人随即停止了继续往下钻，便再次对基井开始测试。当看到碗口粗细的水银在抽水泵的作用下分平，现场所有的村民都忍不住发出了震惊的惊呼声。随后大家伙一窝蜂地冲入颜色还非常浑浊的水缸中，尽情享受着深井水带来的清凉。村民们大声欢笑着，战士们也开心地露出了笑容。这一刻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烦恼和曾经的苦难，但笑着笑着，不少人却大声哭了起来。农场缺水问题困扰他们太久了，每个人都有一把辛酸泪。由于缺水，他们不敢洗漱，不敢洗衣服，喝水吃饭都得尽量节省水。由于缺水，田里的庄稼无法灌溉，甚至于连牲畜都没办法驯养。缺水几乎成了东泉农场所有人都逃不过去的梦魇，随时可能吞噬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一刻，大家终于感觉噩梦醒了，悬在头上的夺命利剑也消失了。说吧，你这次来又有啥事？不过提前说好了，钱粮我这里都没有，现在全县上下都面临严重的灾情，活不下去的可不止你们东泉农场一个地方。黄县长，我这次可不是来要钱要粮的，而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啥好消息？你这家伙还能给我带来啥好消息？呵呵，这次肯定是好消息，我们东泉农场缺水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你莫不是哄骗我吧？你们的地方我还不知道，恨不得撒泡尿都收起来，还能把缺水的问题解决了。这次是真解决了，我们打成基井了，大水泵抽了1天1夜，水都没有停过。基井？水利局的同志们不是说你们那里不可能打出水吗？当然是真的了，我这还能骗你不成？那你们请来的这打井队，打一眼井得多少钱？黄县长，你问这个干嘛？老张啊，你也知道县里的情况，缺水的地方远不止你们一个东泉农场。既然你们能通过打基井来缓解旱情，我想其他地方也可以。那你可以让县里水利局的同志落实这个想法呀。他们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还用得着在这里发愁吗？直说吧，我看上了你们请来的这支打井队，你就说他们多少钱吧。趁着你在问价钱，我给大家推荐下闲鱼 APP， 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很多是90新甚至全新未拆封的，价格特别划算。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点链接搜13就可以找到我。200块钱一眼井，不包料。啥？200块钱可真不便宜啊！这可是友情价，而且人还不一定愿意接您这活。这样吧，你帮我问问，就说咱们县里想请他们给打井，这事成不成？您这是想县里出钱为各个乡镇公社生产队打基井了？你也知道，现在各乡镇的情况真的是太难了。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得和您谈谈了，您这不公平啊！我咋就不公平了？合着我们东泉农场就不是县里的一份子了，我们打井的自己请，打井队还得自己出钱，其他地方就是县里给出钱，您觉得公平吗？我算是看明白了，绕来绕去，你原来是在这等着我。行，只要这事能成，你们村里的设备费用县里全包了。哈哈哈，黄县长敞亮，你们进来吧。随后13和田野等人一同来到了办公室商量了起来。黄县长本想着讲价，但是13的3寸不烂之舌根本不给他机会，最后还是以200元一口井敲定了。3人便离开了县长办公室。回去的时候，13就看见张汉武美的合不拢嘴了。张叔，你不会觉得解决了缺水问题，东泉农场就算是高枕无忧了吧？小苦，你这话是……远的先不说，就说说村民们那破破烂烂的窝棚咋过冬？
每年秋收之后，他们都会将苞米的秸秆捆成草捆，放在窝棚外面，然后再在上面垫上一层土，也还能凑合过去。正常年景确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但是一般来说，夏天大旱，冬天必然是暴冷，而且还可能下暴雪。就他们这些窝棚，我看够呛能撑得住。这该怎么解决？盖房子。盖房子是别想了，你也看到了，县里也没办法，都是咬着牙在支持，只能说解决眼前水的问题。更多的他们就算想帮，也没那能力了。张叔，说实话，东泉农场这里的土地实在是太贫瘠了，就算是有水，产量也不会太高，所以你们想要吃饱穿暖，还得另想办法。啥办法？发展副业。你说的是养牲口，这倒是个办法。养牲口发展畜牧业倒是一个出路，但是见效太慢。那你的意思是？我的建议是建厂子。厂子？这里啥也没有，能建什么厂子？谁说啥也没有？这里有土，我看到南坡那里有大片的粘土区，那里虽然不适合种庄稼，但却是制作砖瓦的上好材料。现在农场缺水的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我的想法是，你们可以在南坡那里建一个砖瓦厂，将那里的粘土利用起来。听到13的话，张汉武眼睛顿时一亮。是啊，砖瓦厂确实是眼下最适合他们的厂子了。烧砖制瓦本身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设备也比较简单，以他的关系很容易就能搞到。更为重要的是，张汉武明白了刚才13提议建房子的事情。打水井建砖瓦厂只是第一步，等厂子建起来之后，就可以分出一部分劳动力烧砖制瓦，让村民们不必全都守着这些贫瘠的土地。虎口同时，你们也可以利用砖瓦修建房屋和牲口卷，然后再发展畜牧业。这样一来，种地可以收获秸秆喂牲口，牲口拉下来的粪可以用来肥地，也能吃肉卖钱，整个农场就彻底的盘活了。小苦啊，你真的是我们东泉农场的大恩人，没有你的话，我们这200多口子人真不知道该咋活呀。张叔，你可别这么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爸妈，毕竟他们也都住在这里，而且我爸妈一直和我说，他们能在这里坚持这么长时间，除了相互之间互帮互助外，您和安队长他们是功不可没，这个恩情他们都记在心里。相比于您和这些战士们所做的一切，我这点微末之功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苦话虽如此，但是你对东泉农场的帮助，我们会记得的。张叔，我回去给你们弄个发展方案，你呢将这个方案拿到上面去申请，上面要是同意了，那就照方抓药就行了。行，你的方案一出来，我就去县里找相关领导汇报情况。行，我们快点回去吧，战士们不知道干得咋样。我本是一名下乡知青，为了回城抛弃性命，非最后成为国之院士。为了砖瓦厂计划书，13一晚上没有睡。当神情疲惫地出现在张汉无面前时，他吓了一跳。小苦，你这是多长时间没有休息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会把身体搞垮的。也还好，就是昨天睡得比较晚，今天起得有点早。这是我弄出来的砖瓦厂计划书，张叔你看看。小苦，为什么是2个计划书？因为这是2个方案。为什么要整2个方案？有什么区别吗？第一个方案是我基于东泉农场实际情况，从资金、设备以及劳动力等方面出发，设计出来的简易砖瓦厂的方案，采用的是马蹄窑人工制砖。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投入小投产，快见效快，缺点是效率慢，人员的劳动强度大。第二个方案是旋转窑机器自动制砖，优点是自动化高，人员投入较少，劳动强度小，生产效率高。当然了，旋转窑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前期投入大，对于资金以及生产设备都有不小的要求，农场未必能拿得出这么多钱。虽然县里表态了，他们愿意给出一部分钱和设备，但我想1-2千块钱可能就是极限了。农场还有一点应急的费用资金，加起来也就700-800块钱。我再去县里其他部门画圆，但肯定超不过3000块钱。3000块钱肯定建不成旋转窑，我看咱们先建几个马蹄窑，迅速投入生产，等积累到了相应的资金，到时候再建旋转窑。行，这样最合适不过了。小苦这里怎么还有一份配方？这是我给咱们砖瓦厂弄的杀手锏。啥杀手锏？按照我的这个配方，烧出来的砖瓦质量远超一般的粘土砖瓦。这个配方烧出来的砖瓦真有那么好？哈哈哈，这个张叔您大可放心，这点我非常有信心。还有你想谁不想用更结实的砖？所以这种砖一当，更是绝对不愁销不出去。这种砖的配方是梅干石制砖工艺，新世纪才会出现的物品，在这个年代可以说是无敌手了。太好了，我要好好保存起来。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我请了半个月的假，现在已经用了10天了。那也没几天了，这砖瓦厂能来得及吗？建大窑肯定是来不及了。我想下午带人到南坡那边挖个小窑，做个试验，争取在走之前将第一窑试验砖烧出来。行，我让战士们帮你。还剩2天的假期，回去之前，13带着媳妇来了一趟供销社，准备再给父母买点东西。买东西，照着这个清单拿。同志，您真的要这么多东西吗？这可得不少钱啊。你放心拿吧，我们能结得起账。售货员在震惊中置办起了东西：鸡蛋糕5斤，花生2斤，牛奶糖5袋，白糖2斤，红糖2斤，糖水罐头6瓶，麦乳精6罐，奶粉12袋，华县老酒2箱。算完账一共是106块5毛2，另外还需要18斤粮票、6斤糖票以及11张工业票。这样买东西的人，售货员还真是第一次见。
小苦，你们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别再乱花钱了。没买太多，爸妈你们没去上工。张主任说你们明天就要走了，放我们1天假。自从13来到农场之后，整个人忙得就像个生产队的驴一样，尤其是后面几天和爸妈想见一面都难，眼看着明天就要走了，他们自然是万般的不舍。剩下的时间，我们一家人都在自家的屋子里聊着天。晚上6点，东泉农场管理处的喇叭传来了张汉吴的声音：全体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13同志明天就要离开了，晚上所有人都到管理处集合，为13同志一家举办欢送晚会，感谢13同志对农场的付出。老公，我们这么走了好吗？放心吧，我都打完招呼了。你以为那东泉农场管理那么严格，我们轻易就能出来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等爸妈醒了再走啊？一是怕他们难过，二是村民们要开个欢送会送我，我不想那样，所以才想出这样的办法。放心吧，媳妇，爹妈这回饿不着了，砖厂也建了，谁也打出来了，爸妈的生活也好起来了。右威，你休息一下，我翻译一会。这段时间光顾着忙活农场的事，也没有来得及翻译。行，你也别太辛苦了。随后13掏出教材就猛猛干了起来，2个小时不到便翻译完了1章。照这个速度的话，最多2天的时间，他就能将这本教材翻译完了。不过干了这么长时间，他也有些饿了，当即站起身准备叫李幼薇吃饭，但是竟然在他的斜对面睡着了。看着睡得香香甜甜的老婆，13忍不住会心一笑，便觉得等他醒了一起吃吧，就再次埋头苦干起来。而这时走过来一个男人：这些书稿是你的吗？是我的。你是？不好意思，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有书，没忍住看了2眼，还请见谅。你能看得懂？大部分能看得懂，但是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术语就不行了。同志，你是做翻译的吗？算是吧。我看你不像普通人，请问你是？你看我这问了你这么多，都忘了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叫段银忠，是京都医学院的一名老师。京都医学院老师？那您这风尘仆仆的，这是要干嘛？实不相瞒，北蒙旗那边又有鼠疫报告，宁氏这边对此束手无策，我是他们请来协助疫情防控的。听到鼠疫2个字，13的心里咯噔一下。塞北省这边，不管是农民还是牧民，再或者是其他职业者，对于属于这种传染病那都是不陌生了。这种病虽然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已经被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塞北省境内有大量的蒙古旱獭、达乌尔黄鼠、长爪沙鼠、布氏田鼠等容易携带鼠疫病菌的动物，所以这里也是鼠疫历史自然发源地之一。控制住了吗？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但是什么？这次疫情虽然暂时算是控制住了，但是我在疫区进行鼠疫治疗和防控的时候，发现北蒙旗那边的老百姓经常抓旱獭、黄鼠、野兔等野生动物吃，这样的话根本就治标不治本，不知道什么时候鼠疫就会再次爆发。这种事情担忧是没用的，必须要从政府层面做出改变，比如颁布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法令。接着13将后世防治传染病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和段银忠做了一些交流，虽然说是交流，但是整个过程中基本上都是13在说，而段银忠则是在听。听到关键的地方，他还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做起了笔记。下午1点钟，火车顺利抵达宁市火车站，这要比预计的时间早了半个多小时，婉拒了段银忠要请他们一家吃饭的请求。13带着李幼薇走出了火车站，来到了国营饭店门口。我们去吃点饭去吧。咱还是不进去了，随便对付一口就回家了。舍不得了。这次出来已经没少花了。这次去华县，咱们前后几次买东西就花了近300块钱，走的时候又给公公婆婆留了200带出来的600-700块钱，没剩多少了。花就花了，花了我再挣就行了。我看你早晨也没吃，中午要是再凑合的话，哪能行啊？没事的，娘给我们煮了鸡蛋，还拿了点心。那些东西不能当饭吃。那你不要点太贵的菜啊。行。由于李幼薇已经发了话，所以13没有点什么硬菜，只是简单的要了2碗面。虽然只是简单的夹烙面，但还是把李幼薇吃得十分的满足。吃完饭，13这才带着妻子直奔汽车站。一顿舟车劳顿，到了村里已经傍晚了。由于太累了，便不打算回家做饭，来到了老丈人家吃一口。刚到门口就看到李丰年在门口坐着。我进屋了，你们说说话。回来了。刚到家。咋不在家休息一会？我这不是想你老人家了吗？紧忙过来看看。臭小子嘴还是那么贫。爹养猪场那边建得怎么样啊？已经建起来100多个猪舍了，剩下的还在修建当中。那就好，明天我过去看看，要是可以的话，那就能抓小猪仔了。爹那饲料厂那边怎么样啊？老二他们囤了不少草料，又把旁边那间大仓库也清理了出来，还弄来不少钨钢，就等你回来了。那就好，草粉准备的越多越好，一旦小猪仔弄回来之后，饲料的消耗将会非常的大的。是啊，所以我叮嘱你二哥多备些，就怕到时候不够用。对了，你父母那边怎么样？我去的时候情况不太好，但是现在好多了。接着13便将东泉农场这半个月来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讲了一下。当得知13竟然在短时间内就帮东泉农场解决了缺水的问题，甚至于还给他们那边弄了个砖瓦厂，李丰年顿时惊呆了。这次李局恐怕又得给你送大礼了。为啥？难道不应是我去拜谢人家吗？你可能不知道，
自从宝丰水库那边出了这档子事情后，县里紧急下发通知，全县所有的水库全部清库检修，那么多的水库全都开闸放水，绝大多数地方的旱情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咱们县里的打井队大多闲了下来。而你这次正好给他们找个活干，一口井200块钱的价格确实不低了，估摸着这一趟下来，水利局那边至少能有1万8块的进账。你说李长青他应不应该给你送上大礼？听到这话，13恍然大悟，当即跟着笑了起来。我本是一名下乡知青，为了回城抛弃事业，所以最后成为国之院士。爹，你是不是对这个岗位也有想法？是啊，你也知道，你空出来的这个计分员的岗位是微微用老师的正式编制换的，你不干了，理应由微微接替。爹，我觉得吧，计分员这个岗位，咱们还是不要惦记着为好。为啥？一来是咱们家现在已经有一个村支书，2个生产队副队长了，而且2哥现在负责饲料厂，3哥和4哥负责股份厂那边。我们要是再觊觎那个计分员的岗位，村里人肯定会有意见的。哎，那小薇，爹，您放心，微微这边我自有安排。那行，这事咱们家就不掺和了。说是不掺和，但是最后这个岗位到底给谁，还不得您拍板。到时候不管给谁不给谁，都少不了要得罪人。那也没办法，毕竟岗位只有一个。不行就让他们自己抓就去，运气不好也怪不得别人。也就你能想到这种办法。我这办法咋了？我觉得挺好的。好个屁！现在瞅着这个岗位的，也就是那几个村干部。但是要说抓阄的话，恐怕村里其他人也要来凑凑热闹，你说该咋办？那就一起抓，抓不住谁也别怪，只怪自己运气不好。那到时候你爹我就将所有村干部都得罪了。爹，这事您或许可以和其他人好好聊聊，毕竟岗位只有一个。我明天要去公社开个会，开完会就和他们聊聊。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第二天一早，13就来到了猪场，看到13过来，严耿东拿着一把铁锹走过来。看样子你的身体痊愈了。还好，只要不是特别苦的营生，问题不大。那你也要注意点，可不要留下后遗症。我会注意的。工程进度咋样？猪舍已经完成了2/3，再有7、8天的时间，剩下的也能全部建好。不过人住的房子有意缺乏木料，还得等一段时间。行，这事你们看着办吧。我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那些建好的猪舍能不能用，能用的话，那我就让人抓小猪崽了。这么快？不快不行啊，咱得赶着过年前出来啊。过年现在距离过年也不过5个半月的时间了，刨掉买小猪崽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5个月的生长期。这么短的时间，小猪崽能出栏吗？放心吧，这事我有把握，你们只管建好猪舍就行了。这个你大可放心。行了，我去饲料厂那边看看，你先忙吧。13到了饲料厂的时候，这边同样有不少人在忙着。13没有打扰其他人，他先是去之前发酵好的那几个大缸那里看了看，然后打开了其中一缸，发现这些生物饲料已经发酵得非常不错。虽然没有专业的仪器检验饲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但是以13的经验来看，这些生物饲料应该是合格的。妹夫，你来了。3哥，这段时间你们弄出多少股粉？差不多有5000多斤吧。都在哪放的？我看看。大部分的已经送回了村里，不过这里也有几百斤刚刚弄好的。你跟我来吧，妹夫，这里面都是，你看看咋样？13随即解开一个口袋，然后从里面抓出一把骨粉看了看，还行，可以用不过。不过什么？不过你们这速度有点慢，我走了半个月的时间，你们仅仅弄出来5000斤。等猪场真正办起来之后，你们这里显然跟不上速度啊。妹夫，前几天我们都在等骨头晾晒，真正蘑菇粉也就这3、5天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加快速度的。对了，粉碎机那边还没有消息吗？这个不太清楚，等老四回来后你问他吧。就在这时，队里的梁峰骑着28大杠赶过来。虎知青赶紧去大队部，支书要开紧急会议。好，我这就过去。3哥，你们先忙吧，生产进度一定要加急啊。放心吧，妹夫，你去吧。13来到大队部的时候，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已经到了。坐吧，这么急把大家伙叫过来，主要有这么2个事商量一下。第一件事是关于集体劳动的事。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集体劳动这事大家都不陌生，每年的秋收后公社都要发布集体任务，各个生产队都要认领，任务大多数都是新修水利设施、挖大沟、挖大河等等，时间上也不固定，少则月余，多则数月。但不管干什么活干多长时间，但都要集中在秋收后进行。现在才8月份，怎么这么早就通知集体劳动呢？老李，公社今年为啥这么早通知参加集体劳动呢？是啊，往年不都是秋收之后才去公社领任务吗？今年咋提前了？就是公社需要有啥大动作吗？今年的集体劳动提前了，不是秋收后开始，是从3天后开始。3天后，众人再次愣住了。眼下已经是8月中旬了，9月中旬到10月份是庄稼成熟的时间，这个时候干集体劳动，这不是胡闹吗？确实是3天后，县里昨天发了通知，要求宝丰水库附近的7个乡镇公社44个生产大队全部抽调精干劳力，
去支援宝丰水库的抢修任务，哪个生产队都不能拖后腿。爹这么说来，宝丰水库的问题不大，并不需要拆除吗？大致是这个情况，但是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老李，那公社要求各个大队出多少人？每个大队500人，我算过了，咱们大队有17个生产队，平均下来每个生产队要出30个人。那要干多长时间？这个暂时说不准。总而言之，要在秋雨到来前将宝丰水库的大坝修好。那为什么不在秋收结束后再修呢？一来是担心时间不赶趟，咱们这边每年落霜比较早，一旦上冻的话，水泥就会受到影响。二来是县里面考虑到水库的水都被放了，想抢在秋雨到来前把水库抢修，好好存点水。13忍不住点了点头。县里领导们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抢修大坝这种事赶早不赶晚，要是现在不弄好的话，不仅仅影响的是今年，还可能影响到明年春天的抗旱保种。而且我认为蓄水只是一个方面，检验大坝的抢修成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大坝修理完之后效果到底如何，这个可是需要实践检验的。要是秋冬之际修理，那就只能等到明年再检验了，太影响事了。听了13的话，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作为咱们八宝梁大队的支书，我先表个态吧，这是县里和公社2级政府安排的任务，我们八宝梁大队坚决执行。此外，宝丰水库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每年分那么1-2条鱼那么简单，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救命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它修理好。既然上面已经定了条子，那我们也没啥好说的。再说了，也不是咱们一个大队的事。既然要去参加这样的万人大会战，那就要做好准备。我建议召开社员动员会，挑选精壮劳力参战，不能落到兄弟队的后面。我主动请战，带队前往宝丰水库。我也请战。就这样接二连三的，各队队长也都表示同意。王平同志说的对，得召开社员动员会。我看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吧。行，等下午社员们交工的时候再通知，吃完饭开始。那就这么定了。还有个事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关于老杨家大闺女的事。老杨家大闺女不是嫁到小黄土村快20年了吗？她咋了？她男人嘎了，县里和公社要求我们大队要妥善安置他们一家老小。嘎了，我记得老杨家大女婿好像是个当兵的吧？部队的，还是个军官，不久前刚刚牺牲，被评为了烈士。听到这话，众人再次沉默了。既然是烈士，那这事就得认真考虑考虑了。李支书公社那边是啥意思？而且像这样的烈士，县里不应该给发抚恤金什么的吗？县里的抚恤金什么的自然是有的，但是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的，所以就要求公社这边适当的予以生活照顾，而公社这边就将这个任务下发到了咱们大队来了。老杨家大闺女现在的户口应该是在小黄土村，要照顾也是他们生产队照顾吧？小黄土村的情况你们也都了解，人多地少，而且多是山地，就算是想要照顾他们孤儿寡母的，也没这个能力。所以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将他们一家接到我们村。老李，按道理说，这是我这个当队长的应该支持，但是我要是点头同意了，队里的其他社员们那是要戳我的脊梁骨的。杨秀兰和我算是表亲，虽然这些年不常走动，但她家的情况我倒了解一些。秀兰姐的夫家姓韩，韩姐夫叫啥我记得不太清楚。她家有2个孩子，大闺女今年已经16岁，儿子今年11岁。即便不考虑谭姐夫的爹娘，把人接过来之后，我们也要分出3个人的口粮，这确实是有点困难啊。按照往年，一个人头口粮220斤，2大1小也550斤啊。要是丰年的话倒也还好，但是今年前半年旱了这么长时间，庄稼的产量必然要受点影响。这一下子又要分出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太好办啊。你比较有远见，说说你的意见。其实这事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就算是将他们母女3人接到咱们八宝梁村，也影响不了什么。苦知青，那可是每年几百斤粮食啊，咋叫没啥影响呢？张叔，几百斤粮食确实不少，但是人要是到了我们村，未必没有好处。有啥好处？这事的好处有2个，首先是可以提升我们村的整体形象，优待烈士子女，并将他们从相对贫瘠的小黄土村接到我们八宝梁村，这是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其他村里的老百姓听说这事后，会不会说我们村的人厚道大气？想想我们村前段时间发生的那些糟心事，村里的名声已经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要是我们能将谭烈士的家属接到村子里照顾，这绝对要比我们自己向旁人解释1000遍10000遍更有效果。那第2个好处呢？第2个好处是我们又多了几个壮劳力，2个女人带着1个半大小子，这算哪门子壮劳力？大家伙可能觉得村里也不缺这几个人，甚至于还会觉得他们是累赘，其实大可不必。眼下大家伙可能不太了解咱们村今后的样子，远了不说，到年底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就咱们的养猪场、饲料厂以及骨粉厂这么几摊事，光靠村里这几百号人还真不一定能忙得过来。到时候说不定还得请人家外村的人来帮忙，所以多养活3-2个人那根本就不是事儿。苦知青，你老是和叔说咱这养猪场真能行？
我本是一名下乡知县，为了回城抛弃姓名，非最后成为国之院士。苦之星，你老实和叔说，咱这养猪场真的能行吗？当然能成了。其实我今天也有事要和大家说，趁着大家都在，那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咱们这几个厂子的事情吧。目前为止，养猪场2/3的工程已经完工了，剩下的慢慢干。饲料厂那边囤积的草粉也超过了1万多斤，保守估计可以制作出3至4万斤猪饲料。哇！到时候配成豆饼、麦麸以及谷粉等，足够我们养活几百头猪了。所以我打算尽快去买小猪仔，然后把养猪场搞起来。这事我同意。听说县里有不少地方卖小猪仔，可以买一些回来。我觉得也可以，不过刚开始尽量还是少弄点。现在生产队的账上还有700多块钱，最多可以买120头。我不打算从县里买黑毛猪，咱们猪场要养白毛猪。啥？白毛猪？猪不都是黑的吗？还有白毛的猪？我见过野猪棕色的毛，但没见过白毛猪。白毛猪又叫长白猪，原产于丹麦，10多年前被引进到我国，是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普及。这种猪的优点很明显，体型长，繁殖性能好，具有生长快、饲料利用率高等特点。而且母猪产崽较多，奶水较足，断奶窝重较高。听到13要养外国猪，所有人都懵了，这是他们真的不懂啊。苦之星，你养这外国猪能成吗？别把大家伙血汗钱给霍霍了。放心吧，肯定赔不了。长白猪能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占领国内肉猪市场，差点将本土的黑毛猪给整灭绝，那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经过市场检验的事情，13压根不担心。那这种外国猪去哪里买啊？县里肯定是没有的。这事我会让省城那边的朋友问问，省里的农大或者是两种站应该就有，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外出售。总而言之，咱们的养猪场优先饲养白毛猪，实在不行再养黑毛猪。这是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们也不懂。至于谭家遗孤的事情，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晚上反正是要开社员大会的，不行就听听社员们的意见吧。行了，大家都去忙吧，散会。由于开完会已经是中午了，13和李丰年便也回家了。爹，你和那位谭烈士应该认识吧？我们是同一年的兵，只是他的起点比我高。您退役的时候都已经是营级军官了，而且您退役已经这么多年了，那他的级别？不，他在的不是野战部队，而是秘密单位，属于那种嘎了都不能立碑的那种。13瞬间懂了，前世对于这些人，他也算是了解颇多，甚至于他当年也差点成为这类人中的一员，只不过他的运气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他们的身份才会逐渐被公开，而后由幕后走到台前，接受国家荣誉和民众的掌声。我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大可放心的把人接过来。但是我看老张、王平他们似乎都不太愿意。没事，不愿意，那是因为村里的现实条件限制了他们的爱心。等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之前说的那些到底对不对。其实我之所以将老谭的妻小接到村里，也有其他考虑。啥考虑？一方面是老杨两口已经老了，他家里除了一个秀兰外，就只剩下一个傻儿子了。把秀兰接回来，可以就近照顾老杨两口子。另外，村里因为计分员那个岗位争得有些过了，严重影响到了同志间的团结。而老谭的大闺女上过1年高中，让她来干这个计分员，谁也别惦记找了，省得将来因为这事找麻烦。爹，那您不怕那几个村干部心里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了，毕竟给谁，其他人心里都不舒服。与其这样，村里人谁也别要了。这倒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这是想要村里人没意见，还是得让大家的日子好起来。我可是把宝压在了你的身上了。你这个猪场要是搞不成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戳我的脊梁骨。哈哈哈，这事您就放心吧，肯定不会出事的。但愿如此吧。回到家，13就开始翻译起来，打算明天去趟县城感谢一下李长青，顺便把这2本翻译完的教程邮出去。就这样，13整整忙活了1下午，终于翻译完2本教材。而这时佑威也下工回来了。下午怎么没去大队？下午大队上也没什么事，我就没去。媳妇，我打算明天去趟县里，你去不去啊？去县里干嘛？李局长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不得感谢一下吗？顺便我打算把这段时间的稿子给老徐寄过去。好，那你去吧，我就不去了。对了，晚上爹说开社员大会，你不打算去了？我们都开完会了，我就不过去了。晚上我整理整理资料，你自己去吧。那好吧，那我去了，晚上我就在老宅住了，不回来了。你要注意休息，别太辛苦了。第二天一早，13就蹬着125赶往了县里。他没有直接去水利局，而是来到了县里的邮局，先把稿子寄出去。同志，你又来了。来了，帮我看看有我的信件或者是包裹吗？好，我帮你找找。不一会，邮递员就拿出了2封信递给了13，看到是2封信，有些惊讶，但也没有着急着拆开。同志，麻烦你帮我把这些书稿寄出去，就寄到我每次寄的地址就行。好的。随后13便拆开了老徐的信，不出意料，里面跟每次一样，一些票据和一些钱，这次钱多一些，一共721元。将汇款单和票据收好后，13又拿出了第2封信，一看寄信地址竟然是京城，心里咯噔一下。京城来的信，除了朱老师外，恐怕也没有别人了。13手握着信件，思虑再三，最终没有选择立即拆开，而是直接转身离开了邮政局，
虽然他没有看里面的内容，但是也能猜到一二。为了避免李幼薇那个小妮子多心，13决定回去和他一起看。将稿费存好之后，13骑着自行车直奔县公安局。哈哈哈，这是什么风把你这位大忙人给吹来了？啥时候回来的？前天下午。那边的事解决了？基本上解决了。所以这不是中午想请你和李局吃个饭，有时间吗？当然有时间，不过这个饭不能让你请，让老李请。走，咱们这就去老李那里。先等等去，还有正事呢。我这次过来还有事，请卢队你帮忙。啥事？你说。想借用一下你们这里的电话给您，是新华书店的负责人老徐，打个电话找他说点近期的事情。原来只是打个电话呀，这有什么的？你打吧。接着13就拨通了老徐的电话。喂，新华书店，老徐，我是13，是13老弟啊，你又回云山县了？是啊，前天下午回来的。那咋在宁市下车的时候没去找我？一来是着急着回家，二来是稿子当时没翻译完，所以就没过去。徐哥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2个事，第一个是告诉你，第一批的2本教材已经翻译完了，刚刚寄出去，应该很快就能到宁市。哈哈哈，那感情好。杨主任隔3差5给我打个电话，问好了没有？他自己不好意思催，你就是一直的给我打电话，我都快让他烦死了。没事，很快他就不会烦你了。剩下几本书我加班加点的弄，争取半个月内将它们全部翻译出来。那另外一件事是啥事？我想请徐哥帮个忙。啥忙你直接说就行，跟我不用客气。徐哥，你帮我联系一下杨主任，就说让他帮我去省农业研究院以及省粮种站一趟，看看有没有兰德瑞斯猪。啥玩意？兰德瑞斯猪又叫长白猪，就是外国的一种猪。我现在想要一批小猪仔，你让他帮我问问省里有没有。你小子这是要养猪吗？生产队的事。那行，我等一下给他打个电话，一有消息就联系你。那谢谢徐哥了，下次请你吃饭。吃饭就免了。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就赶紧把老杨的那几本破教材给翻译完。我这里又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你得赶紧了。行，我尽快。挂了电话后，13跟着卢有明出了公安局，然后2人直奔不远处的水利局。呀，你俩咋一起过来了？13兄弟今天特意过来请咱俩吃饭，但是我觉得这顿饭的你请。这顿饭必须得我请，正好也到饭点了，我们现在就去吧。接着3人来到了国营饭店。13兄弟，这第一杯我李长青的敬你，不仅仅是为我自己，也为宝丰水库下游的数万百姓敬。说完话不等13反应，李长青就一饮而尽。13兄弟，你随意就行了，老李可是公斤级的酒量，咱俩都赔不起的。李局酒量惊人，那我就随意了。我听队里通知要对宝丰水库进行维修，到底啥情况？我们找省里的水利专家进行了检修和评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水库的整体工程问题不大，但是设计存在缺陷，因此需要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整修的同时，还要将存在设计缺陷的地方全部改掉。由于工期可能要比预期长一点，所以县里面才会决定这么早就开始组织集体劳动。一下子抽调这么多人过去，那会不会影响庄稼抢收工作？影响也没办法。13兄弟，实不相瞒，咱们县的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必须尽快解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检查出宝丰水库存在极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后，立即组织工作队对其他的水库也进行检查。不检查不知道，全县几乎所有的水库都存在安全隐患。比较严重的，除了宝丰水库外，还有盘山水库、牛塘水库、武一水库等。尤其是牛塘水库，经过检查之后，该水库的问题比宝丰水库更为严重，被直接鉴定为3类坝，建议空库运行。因此，县里当即要求水利局下发整改通知，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一面是粮食抢收，一面是有狱中水灾的惨痛教训。虽然都难以取舍，但最终县里还是决定先抽调人手，把水库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在了解完相关情况之后，13也沉默了。虽然他知道宝丰水库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却没有想到整个云山县像宝丰水库这种情况的水利工程还有这么多，怪不得县里非要在这个时候组织集体劳动。第一杯酒是感谢13兄弟的救命之恩，而这第2杯酒是感谢你给我们介绍了一条创收的明路，一口井200块钱，今年局里的同志能过一个肥年了。说完又将酒干了进去。李局客气了，这事我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有你们水利局同志们的帮忙，我爸妈他们未必能熬过这个冬天，所以这一杯我得借力举你。13兄弟，今年水利局任务多活重，县里已经批准我们再招一批人手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老李，你也不看看13兄弟啥身份，人家那可是编译局挂了职的人，哪能去你那小庙？知道13兄弟肯定是看不上我们水利局这小地方，而且我们这次招的也不是干部，而是编外人员，因为以后有转正的机会，所以我估摸着弟妹可以来试试。一听这话，13便明白李长青这分明是来感谢自己来了。看来老岳父还真猜对了，自己请水利局打井队到华县打井挣钱的事，确实是帮到了李长青。13本打算拒绝，但随即转念一想，自己虽然用不上，然而老宅那些大舅哥们却肯定用得上。李局，不知道进入你们水利局有啥要求？初中文化，身体健康就行。如果是到下面水务站工作的话，文化水平可以降低到小学毕业就行。
那我想替我大舅哥要2个名额，可以吗？可以，我们这几天就要审查材料了，你让他们准备一下。这次来13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自己的大舅哥们这回工作都有着落。接着因为开心，13忘记了自己什么酒量，便开怀畅饮了起来。当13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身边却没有妻子的身影，便立即喊起李幼薇来：“媳妇，媳妇，给我倒点水，要凉的。”随着13的喊叫声，李幼薇也跑了进来。你醒了，喝完酒哪能喝凉水？我给你煮了姜茶，你喝点，还可以醒酒。就当李幼薇递给13姜茶的时候，13看到幼薇的眼睛通红的，肯定是哭了。哭了？我没有。幼薇说完就要走，却被13一把拽到了怀里。告诉我为什么哭？你是不是要回城了？你看了那封信？我看到了，但是却没有拆。那你怎么说我要回城了？上次你也是接到这样的信，然后就嚷嚷着回城，还坚决要和我离婚。你这傻女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领证，我都没有走成。现在我们不但领了结婚证，而且我还带你见了我爸妈，我能丢下你一个人回城吗？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怎么？你今天喝醉酒了，回来后就不断说要回城参加科研项目，还说对不起我，甚至于什么？难道我还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你甚至于还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非常的伤心。13听到这话，看来自己无论怎么解释都白费了，只能用实际行动感化他，接着就亲了上。经过10来分钟的热吻，幼薇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老婆，我说过的，不会独自一个人回城的，就算是要回去，那也一定是我们一家人都回去。真的吗？你真的没打算丢下我？之前有过，但是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被大哥他们打晕之后做了一个梦吗？我在那个梦里梦到我拿到回城调令后就抛弃了你，然后独自回到了京城，就被派到外地参加科研项目了。梦里我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3年后了，当我带着3年的思念和愧疚回到这里找你的时候，却发现什么？发现你不在了，永远的离我而去了。说到这里，13的眼泪直接掉了下来，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老公，你别哭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而且梦里的都是假的，我们现在不是都好好的吗？那你还背着我哭，怕我走？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的敲门声。傻丫头，我出去看看，你平复情绪。爹，你来了，我这正好有2个事和您说。啥事？你说吧。爹，我上午已经托人给省城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帮忙询问了长白猪的事，不出意外的话，这2天就会有消息。一旦确定能搞到长白猪的话，我们就得尽快去一趟省城，把小猪仔搞回来。可是省城离咱们营山县有460里地，考骡马车可真的不太容易啊。是啊，我跟李局打完招呼了，他们那边有卡车，但是油钱以及路上的开销的咱们出。这话说的，咱们不出还能让人家出，这事你只管安排就行了。钱不够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另一件事就是今天和李局喝酒的时候，他说要给我2个进城工作的名额。那挺好的呀，你和小薇的工作这一下可就都落实了。爹，我并没有打算和幼薇去。啥？为啥不去？这么好的机会，这不白瞎了？爹，你别急，你听我说，名额我倒是争取了，但是现在爹你得考虑一下，是2哥3哥一人1个名额，还是说单独给他们一家2个名额？这一家1个名额显然更公平，但问题是，这样的结果就是2个哥哥和2个嫂子都要长期2地分居了，这对于他们的夫妻感情或许不太好。这事我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吧，你们也早点休息吧。第2天一早，来到大队部，13看到了震撼的一幕，只见大队部里已经围满了人，大车小车也都架了起来，足足有10几辆车。13顿时想起来了，今天是社员们去宝丰水库参加集体劳动的日子，看样子是准备出发了。人群里13看到了正在大红骡车旁忙碌的李建国，当即走了过去。大哥，这次是你带队吗？爹忙得走不开，望叔年纪大了，王平身体不好，所以就让我带队了。那你到了地方后，先去县水利局设在水库的指挥部一趟。去那干嘛？去见见李局，替我向他道声谢。不就是说声谢谢吗？回头再说也不迟。13真忍不住想照他的榆木疙瘩脑袋敲一锤，他这大舅哥实在是憨得很，自己让他去，难道真的只是单单为了说声谢谢吗？13可是亲自参加过这种集体劳动，知道每个生产队到了现场之后都会被分配任务，这里面可是有门道的。自己让李建国去找李长青，就是想让水利局那边在分配任务的时候适当的照顾一下他们这2个生产队。算了，我还是回头自己去说吧。妹夫，我知道你的用意，但是我这人最看不起的便是那种走后门的人，所以你还是自己去道谢吧。妹夫家就交给你了，出发。随着一声号令，所有车辆便动了起来。待所有人都走远后，13也回到办公室，正准备翻译稿子，却看到李丰年拿着旱烟锅走了进来。我昨晚上和他们兄弟4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那2个进城工作的名额全都给了老2两口子吧。那其他几个哥哥嫂嫂没意见？老大家的向来通情达理，自然没意见。老4家有钟家帮衬着，倒也不缺机会，所以也没啥意见。老3倒是想去，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一旦去了就得长期夫妻分居，而且你3嫂她挺着个大肚子，身边没个人照顾也不行，所以我也就没让她去。我3嫂肯定不高兴了，
生个孩子错过了进城工作的机会，多冤啊！是啊，所以我和你娘商量了一下，给他们几家一家100块钱补偿，这个钱老二家得出。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法子，多少也能让其他几位哥哥嫂嫂心里平衡点。另外，我和你娘打算给你和小薇500块钱，毕竟这2个名额原本就是你们的。爹，我们哪能要您这个钱？这几年要不是老翟那边帮衬着，我们一家子还不知道把日子过成啥了呢。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缺钱，这是小薇知道，不信你可以问她。你有，那是你的。这2个名额可能在你眼里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老二他们俩口子，甚至于对于整个李家，那都是改变命运的大礼。我们可不能白不说黑不说的就收了，啥也别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对了，晚上老四家要给安安过满月，你和小薇早点过来。老丈人走后，整整一个上午，13都在办公室里翻译稿子。他也没办法，老杨那边催得太急了，眼看学生就要开学了，而教材还没有翻译出来，由于太过于专注，无形之中已经错过了中午饭点。媳妇，你怎么来了？我在家干等你也不回来，便带着饭来了。你也是的，就算教材再着急，也得吃饭呀。媳妇做了啥好吃的？酸辣土豆丝和小米饭。又是小米饭啊。行了，中午先这样凑合一顿吧。晚上老翟那边要给安安过满月，到时候有酒又有肉，管你吃顿好的。好吧。接着13一顿狼吞虎咽将饭吃了进去，吃完饭将饭盒递给了右威。爹上午找我了，说那2个工作的名额他给了二哥和二嫂，另外还说要给咱们500块钱的补偿。我回老翟的时候，娘也和我说了。我的意思是那个钱咱不能收，至于怎么说服爹娘收回这个钱，这事就交给你了。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认准的事谁能劝得动，我可没这本事。那咋办？我这不是来和你商量了吗？那这事回头再说吧。晚上四哥家的那个小家伙要过满月，你这当姑姑的准备好礼物了吗？家里还有2尺花布，是上次给宝做裙子剩下来的，我想给四嫂送过去，让她给安安做身小衣裳，你觉得咋样？人家可是个儿子，过满月的你就送块碎花布，这哪能行？2尺不也不少了。再说了，我也不知道该给小家伙准备点啥。我上午过去的时候，看到四嫂的娘家人来了，卖乳精、饼干、奶粉、鸡蛋糕，拉了小半车孩子的玩具，衣服也有不少，我都不知道该给人买点啥了。实在不行，咱们就给孩子包个红包吧。红包？红包是啥意思？13当即想到眼下这边还没有红包的说法，即便是过年给压岁钱，也是直接给钱，而不是用红包包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那好。就在这时，大队部外传来了急促的刹车声，等到2人出去的时候，发现竟然是卢队长和一个中年人呀。卢队长怎么这么有雅心光顾小弟这里啊？哈哈哈，这不是来看看13老弟吗？老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云山县县长郭县长。郭县长好，我是13同志你好，这次我们来是想请你去趟县里开个研讨会。什么研讨会？京城那边来了好多领导和医学相关的教授，点名道姓要见你，说你攻破了他们多年没有攻破的难关。13老弟，你没事的话就跟我们走一趟，到那你就都明白了。行吧，那我去一趟。媳妇你跟爹说一声，晚上你们先吃，不用等我。好，你去吧，少喝酒。卢队长这次可别给我们家13喝多了。哈哈哈，弟妹放心，这次绝对不会了。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了县大院。13同志，终于等到你了。段教授，你怎么也来了？我先给你介绍下吧，这位是京城医学院病毒学专家刘继民，刘老。听到这个名之后，13也是大吃一惊。这位刘老的大名，他前世就听说过，医学界的泰斗真正的过世。刘老好，我是13。这位是塞北医学院院长、心内科专家郑卫国，郑老。郑老你好。13同志你好，这次冒昧来访，还请不要介意。不介意不介意，能认识你们是我的荣幸。小苦，我们这些人来这里，专门是来找你的。找我？我们是想来和你了解一下公信犯的。听到这话，13有些明白了，肯定是自己救治许洪洲的事被人知道了，所以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刘老您想了解什么？小苦，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你在东泉农场成功治好了一个宫心藩的患者，有这事吗？有这事。实不相瞒，我们昨天见到了那位患者，他的情况很好，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除了身体还有些虚弱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那就好。小苦，我们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也是极其的震惊，实在是难以相信，像他那么严重的宫心藩，你竟然能将他治好，而且恢复的还那么快，所以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情况。关于宫心藩这种病，我确实了解一些，但要说请教，那就真不敢当了。咱们医学界向来是达者为师，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向你请教是应该的。行，那我就跟你们说说。走吧，我们进去说吧。来到会议室，众人坐好之后，这次研讨会正式开始了。既然诸位大老远的赶了过来，那我也将我了解的克山病和诸位说说，但提前声明，所有观点都是我自己一家之言，诸位如果觉得有道理便听听，如果觉得没道理就全当听了个笑话。小苦同志说的对，这次我们只是私下进行学术交流，
所有观点只代表个人，且只供探讨。接下来，13足足给他们讲了1个多小时，整个讲解过程中，全程没有翻看任何的资料，尤其是关于克山病的治疗方法，更是一口气讲了10几种应对方式和可能出现的症状和问题，这让在场的这些医学大佬们都大开眼界。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给了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13说完之后，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纸和笔摩擦的沙沙声。小苦同志的观点说完了，确实很令人震惊，不应该说很震撼。他的观点很新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听完他的观点，我这个老同志反而更加的疑惑了。不知道小苦同志方便指点一下我这个老同志吗？指点不敢当，但我们可以相互探讨一下。克山病为什么在咱们国家发病率这么高？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克山病的具体病因，我确实也没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我认为这可能在低息的基础上，各种综合因素参与相互作用而致病的一种地方性心肌病。具体的可以从微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和生物病因方面进行研究。说说你的理由。克山病全部发生在低息地带，患者头发和血液中的硒明显低于非病区居民，而口服亚稀酸钠可以预防克山病的发生，说明硒与克山病的发生有关。但鉴于病区虽然普遍低息而发病仅占居民的一小部分且缺硒，不能解释克山病的年度和季节多发，所以还应考虑克山病的发生除低息外，尚有多种其他因素参与的可能，比如说病区的土壤水质和粮食中缺乏某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硒木镁等营养物质，从而干扰了心肌代谢，引起心肌或损伤而罹病。这个观点倒是和辽省医学院老张的推断有几番相似之处，但更加的具体，真是后生可畏啊！小苦同志，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答应吗？什么请求？既然你对克山病如此了解，且有亲自治愈这种病的经验，我能不能邀请你加入克山病防治研究小组？加入防治研究小组？是的，组织关系这边你大可放心，我会向上面打报告，将你直接调回京城。此话一出，其他人都惊呆了，看向13的眼神都充满了羡慕。这对于一个下乡插队的知青而言，真的是天大的福音。而且京城医学院是什么地方？一旦进入这里工作，对于普通人而言，真的是等于一步登天了。然而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13只是笑了笑。多谢刘老的好意，但这事还是算了吧。13老弟，今天吃饭的时候，看来刘老和郑老很喜欢你呀，你真的打算放弃这次回城的机会吗？当然，研讨会的时候我就表明了我的态度。至于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刘老和郑老还是希望我去参加研究队。但是卢队长，如果是你就会放弃你的妻子和孩子回城吗？卢队长沉默了，并没有回答。13也知道这次机会真的难得，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他已经做过一次选择了，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了13的家里。卢队长进来坐坐呀。不了，太晚了，13老弟，我就先回去了。弟妹能有你这样的丈夫真的很幸运。看着卢队长的车渐渐远去，13也得到了答案。如果是他肯定会放弃妻子和孩子。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这么晚了，肯定不是自己走回来的，应该有人把你送回来的吧？是卢队长送我回来的，不过他已经回去了。那你咋不让人进来喝口水？这多不礼貌啊！大晚上的不大方便，回头请他吃饭吧。也好，那个他们那边的事你给解决了？解决了，其实也没啥，就是老许那病，他们不太了解而已。哼，你就能哄我？哪有你说的那么轻巧？我可是听到了，这次来的可是京城来的医学专家，连他们都要请教你，这事肯定不简单。那你今天没喝点？喝酒太误事，以后不喝了。对了，老宅的满月酒咋样？办得挺热闹的，不但我们一家子到齐了，四嫂娘家的人也来了大半。今天我也没来得及给小家伙买礼物。你这个做姑姑的，不会就给娃送了半块破布吧？啥破布？我有那么小气吗？我下午让爹带着去了一趟供销社，给小家伙买了一张小毛毯，又买了一个铁皮公鸡的玩具。这样还算可以。可以啥呀？你都没见四嫂的爹娘以及几个哥哥那出手才叫大方。多大方？四嫂的爹直接给了小家伙50块钱，3个哥哥则是送了各种布料和衣裳鞋子，老大一堆了我们兄妹几个的礼物，压根没法和人家比。这有啥好比的？人家里条件好，多送点没什么。爹也这么说。老丈人是个明白人。对了，四嫂的二哥临走的时候和爹说，你问的那个什么鸡的有消息了。是粉碎机吧？对，就是这个粉碎机。钟家二哥说他们厂子里有几台报废的，你要是要的话，可以按照废铁的价格卖给咱们。好，那我抽时间去看看。人家都说报废了，你买回来干嘛？谁说报废了就没用了？等回来你就知道有没有用了。还卖起了关子，算了，不管你了，时候不早了，我们睡觉吧。第二天，13跟之前一样来到了大队部，只是今天到了的时候，却发现给社员们记工分的已经不再是徐四平了，而是换成了一个青涩的小姑娘。虽然13没有问，但他也知道这姑娘应该就是谭烈士的姨姑了。由于不认识对方，13也没有过去打招呼，而是直接走进了办公室。爹，外面那个小女孩就是谭烈士的女儿吧？啥？小女孩？人家今年17岁了。啥？17岁就长这样？那还长成啥样子？那她现在就算是上岗啊？我把之前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了秀兰妹子，
他也同意回咱们八宝粮村生活，但是却要秋收过后再来。他是不想平白要咱们的粮食。他说他们一家人在小黄土村已经干了小半年了，再过1个半月就能领到口粮了，所以就不麻烦我们了。倒是个有骨气的女人，那这个小姑娘是咋回事？丫头今年刚好高中毕业，之前也没有在队里挣工分，所以听说要让她到咱们生产队当记分员，秀兰妹子就让她先过来了。就她一个人吗？不过现在她住在老杨家，倒也不担心没人照顾。那就好。对了，昨天那些人今天应该不会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吧？其实说这话的时候，13自己的心里也没底，但是想到该问的那些人也都问了，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只是有些时候意外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13这边话音刚落，大队部外面就传来了汽车声，紧接着就看到一辆小吉普就开了进来，一时间办公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13。这算是打脸吗？要是的话，这也太快了吧。很快13就看到段延忠急匆匆地从车上走了下来。13同志，你在这里真的是太好了。段教授，你这急急忙忙的是咋了？13同志出事了，县医院有人嘎了。县医院嘎了个人不很正常吗？难道嘎的人身份不一般？那倒不是，而是病患得的是克山病。克山病，云山县医院，快拉我过去看看。回去的路上13一直在想，李长青这个人有远见，他既然能想到远处20年的水利工程，真的不得不佩服。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了村口，可远远的就看到不少社员们围着一辆解放大卡车，然后议论纷纷呀。这外国猪长得就是不一样，都是白毛啊。这些小猪仔长得白白胖胖的，真好看。俺倒是没看出好不好看，但是那些外国猪的骨架子倒是挺大的，一看都知道长得快。看到13走了过来，社员们主动让出了一条道。康院长，你们这速度可真快啊！哈哈，早点把这些小猪仔送过来，我们也好安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农牧学院的秦学义秦老师，他今后将会代表我们农牧学院定点蹲守你们村。秦老师好，我是13，秦学义，省农牧学院畜牧专业老师。康院长，您不会只派了秦老师一个人过来吧？就一个人？你们一个刚刚投产的小养猪场，还想要多少人？我们这里可是要给你们建实验室的，一个人哪能行？哼，你小子打的啥鬼主意？我还不知道什么实验室，不过是想忽悠我们，给你弄个养猪专家过来而已。哈哈哈，看您这话说的，我不否认，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是想在村里建一个大型实验室也是真的，方案我已经弄出来了，这2天就会让人开工。方案已经出来了？当然了。当下13便将自己心目中的实验室的模样说了一遍，他是按照后世国家级的生物实验室的规模以及配置说的，不但有试验区、办公区、生活区，而且还有很多他们都没有想到的功能区，仅仅只是一个想法和雏形，但依旧听得康爱华和秦学义等人都神采奕奕、激动。13同志，真要是按照你的规划建的话，可是要不少钱啊。康院长，罗马也不是1天建成的，我们只要每年建一点，总有一天能将心目中完美的实验室建起来的。说得对，只要你们真心帮我们建实验室的话，人手不是问题。这次之所以只派了秦老师一个人过来，主要是考虑到你们这里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人多了没法安置。只要你们将食宿问题解决了，我们会继续派人过来的。实验室的第1期工程马上开工，最多半个月的时间，房子就会盖好。在此之前，我们会让秦老师和知青们住在一起，还请不要嫌弃。不嫌弃，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他是一个研究型学者，对于生活要求不高，只要能让他继续研究课题就行。放心吧，我们会尽量给秦老师以及农牧学院其他同志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的，也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完成学术上的突破。谢谢。严大哥，这里就交给你了，你把这些猪仔安顿好。行，放心吧。那咱们去大队部吧，我看现在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秦学义同志，是咱们省农牧学院的老师，在牲畜养殖这一块，他是真正的专家。今后秦老师将会作为省农牧学院的课题研究代表，长期蹲点在我们八宝粮村，指导我们科学养猪。下面让秦学义同志给咱们讲讲养猪的事。我这人也不会说什么，就先表个态了。既然来了，那我就会全心全意的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指导大家养好这些长白猪。还请同志们今后多多关照，多多配合。经过1个多月的辛苦筹备，我们八宝粮村的养猪场终于建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猪仔有猪仔，要饲料有饲料，要人才有人才，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东风也不缺。不过我们的养猪场毕竟是初建，现在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接下来有哪些事情需要做。我先说一下，最多半个月的时间，秋收就要开始了，所以先尽最紧要的事情做对，先把最要紧的事情处理掉，其他的等秋收完成后再弄也不迟。严庚东同志现在是猪场的厂长，那边的情况他最清楚，可他没有过来啊。严大哥那边已经和我交代了，眼下猪场的猪舍差不多够用了，行业人员住的房子也在修建了，最多几天的时间就盖好了。但是存放饲料补粉以及给猪做猪食的地方却还没有，我觉得这事还是比较急的。确实是比较急。这样吧，接下来几天就让他们就先建几个大库房吧。骨粉厂那边也就几个草棚子，是不是也该考虑建个房子什么的？饲料厂那边倒是有库房，
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容器发酵。妹夫说最好建的发酵池是不是也一起弄了？除了以上这些外，我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秦老师的宿舍建起来，另外还得弄个地方存放猪粪。苦知青，猪粪还得专门找地方存放，我看没这个必要。咋没必要？那些猪粪要是处理不好的话，以后咱们村子方圆几里外都能闻到猪粪味，尤其是住在下风处的那些人家，以后都别想睡个安稳觉，梦里都能把人给熏醒来。我觉得13同志的考虑是很有必要的。猪舍需要天天打扫，要是打扫出来的粪便及时处理好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养猪场的小猪仔都不好。那要不挖个坑用来沤肥吧？往年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与其沤肥，那还不如建个沼气池。啥？沼气池？当众人听到13说的沼气池时，都惊讶地张开了大嘴。啥是沼气池？建那玩意有啥用？沼气是一种特殊的气体，利用好了，不但可以解决猪粪的问题，还能为养猪场，甚至于整个村子提供做饭的燃料以及基本照明。听苦知青你这话，只要是建了这个什么沼气池的，以后社员们都能点电灯了。对，沼气池建起来之后，大家就能免费用电灯了。而且只要我们建的沼气池够大够多，甚至于以后做饭都可以不用柴火，冬天也能洗上热水澡。听到13的回答，众人的兴趣顿时被提起来。对于李丰年、张登旺、王平等人而言，沼气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玩意儿竟然有这么大的好处。既然这沼气池这么大用途，咱们就按13说的办吧。我看时候也不早了，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都散了吧。散会后，13回到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此时李幼薇已经做好饭了。回来了，猪场的事都落实完了吗？媳妇，你锅里做的是什么菜啊？这么香。呵呵，肉。随后幼薇便把菜端了上来。哪来的呀？不会是老翟那边送来的吧？娘说你这段时间忙得都瘦了，所以招待那几个领导的时候，专门给你留了点肉菜，快吃吧。听到这话，13心里忍不住有些感动。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自己的这个岳母对他这个女婿真的没得说，生活上的关心自不必说。这些年老翟不管是粮食还是钱财方面，真心没少帮他们。还有就是在带孩子上面，岳母也是功不可没，宝基本上从小就是他帮衬着拉扯大，这些13都记在心里。爹不是就杀了一只鸡吗？给咱端了这么多过来，还要招待康院长他们，那他们吃啥呀？娘说领导们还剩下不少，晚上加点土豆和豆角，还能炖一锅大杂烩够吃了。13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说，有些事情记在心里就行了，没必要天天挂在嘴上。吃过饭，13便开始翻译起来。由于马上就要开学了，杨云昭那边的稿子催得有点急，再加上13这段时间分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白天往往干不了多少，没办法他只能晚上熬夜赶稿。晚上他一直干到凌晨3点多，总算是将第5本教材给翻译完，只剩下了最后2本，这个任务就算是顺利完成了。第二天一早，13照常的往大队部走着，眼看就要到大队部，这时迎面跑过来一个小姑娘。苦队长，公社的那个邮递员来了，说有你的信，得你亲自签收。好，我这就过去。苦知青，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个信件给你。实在抱歉，让你久等了。也还好，只要能把信给大家伙送到了就行。说着，小梁便准备骑车离开。同志，你等下，你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吧。好的。看着小梁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13微微叹了口气。他知道这封信一旦寄出去，他就再也没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回城了。同时，他也将错过加入科研队伍的机会，也将不会再次前往苦寒的西北地区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想想前世，13还是果断的放弃了这次回城的机会。接下来的几天，13并没有管村里的事，而是专心的在办公室翻译素材。终于在距离开学的前几天，将剩下5本教学书翻译完了。整理完所有素材，他决定去趟省城。由于林之清的病情加重，不得不去省城去找点特效药。爹，林之清他的情况很不好。我也听说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老陈家造孽呀。我想帮帮他。怎么帮？你有办法？我打算去一趟省城，给他弄点特效药。你想帮林之清，我没意见，只是你走了的话，那个沼气池咋办？沼气池的图纸我已经画出来了，让严耿东盯着点问题不大，而且我也去不了，几天就会回来，误不了事的。而且沼气池想要变成可用的电灯，以及代替柴火做饭，也需要不少电子元件和钢管、塑料软管等零部件，咱们县里肯定是没有。我想顺便将这些东西都弄回来。那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明天吧。早去早回也好，我等一下就给你开介绍信，明天让你4哥拉你去。爹，你开好介绍信之后，再帮我去公社查一查林婉婉在护城老家的地址，可以吗？查他家地址干嘛？林婉婉的这种病是心病，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可能一般，我想给他的父母写封信，看他们有没有时间来照顾照顾他，有家人的陪伴，情况或许会好一点。这样也好，毕竟她是个女同志，我们也没办法照顾她。那我就先回去了，爹介绍信你开完了就给我4个吧，明天早上他带着就行。行，你回去吧。第二天13就来到了卢永明这里。卢队，你这是咋回事？几天没见换大办公室了？前几天局里调整职务，我被调到了办公室当主任。县局办公室主任应该是个股级职务吧？你这是犯啥错被人降职了？
职务级别没变，刑警队长和办公室主任是平级。一个是实职大队长，一个是虚职主任，那能一样吗？哈哈哈，一看你在这方面就是外行。办公室主任确实是虚职，但也是一个过渡职务。过渡？对，局里已经替我当局委委员了，现在只等上级审批了。这个办公室主任只是临时过渡一下。这么说来，卢队你这是要高升了。从刑警队长到局委委员，确实算是升了，只不过升的幅度没有老李那么大而已。那也不错了，不像我还是个平头老百姓。你这话说的呀，我都想打人了。我可是知道人京城的，领导主动请你回去，是你自己不答应。行了，不说这了，我这次过来是请你帮忙来了。啥事？你说。你们这群饭桶，我都给你们4个月的时间了，一本书都没给我翻译完，我要你们有什么用？都给我滚出去！在众人出去了之后，杨云昭叹了口气，眼看学生就要开学了，教材还没有翻译完，13那边自己还不好意思催，因为自己只给这小子1个月的时间，所以也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喂，我是杨云照，杨主任，我是13，我的个亲娘啊！13同志，我正想着怎么联系你呢，稿子翻译的怎么样了？信不如命，所有稿件已经全部翻译完了，随时可以给你寄出去。一听到13的这话，杨云昭激动的流下了眼泪。太好了，不用寄，我明天就去取。你都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都快急坏了。杨主任，你先别着急，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要是能行的话，稿子我给您送过去。啥事？你说，只要我杨云昭能办到的，你尽管提。是这样的，我想借用一下你们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不知道可以吗？实验室？你用实验室干什么？我想用你们的实验室配点药。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女同志得了很严重的病，需要一种特效药治疗。我虽然懂得怎么弄，但是却苦于没有实验室，所以求到您这里了。13同志，我们塞北大学的化学实验室是省内最先进的，是在上面备了案的。我不确定能不能外借给你，之前没有这样的先例。这样吧，你先等一等，我去和领导申请一下，一会再给你回电话。行，我等您的好消息。挂掉电话后，卢有明有些惊讶地看着13，没想到你除了会治病外，竟然还会制药啊！我其实更擅长制药，至于看病反倒是不太精通。你就别谦虚了，你要是不精通的话，怎能把京城来的那些大人物唬得一愣一愣的？知道，说了你也不信，但是我确实更擅长制药。行了，不说这个了。昨天我看老李回来了，要不晚上咱们坐。我倒是想和你们聚聚，但是时间不许啊。要是杨主任那边有好消息的话，我必须马上收拾东西，明天就得去省里。如果他那边不行的话，我还得另想办法，人命关天啊。那行，看你的时间。话音刚落，电话就又响起来。杨主任，情况怎样？领导已经批了，同意你借用我们的实验室，但是也有条件。啥条件？学校纪委会的林主任说了，在北大学的实验室你可以随便用，但是每用一次就得给我们翻译一部指定的书籍。杨主任，你们指定的书籍有时间要求吗？你也应该知道，我现在是编译局的人，经常要为他们翻译稿子。时间嘛，我们可以协调。13同志，你也知道，一个合适的翻译人才实在是太难找，而大学又是最需要翻译人才的地方，林主任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不过你放心，我们也不会让你白给我们翻译的，该收多少稿费还是多少，只希望你能优先给我们翻译。这是我只能说尽量，在编译局那边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优先给你们翻译。那真的是太好了。13同志，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需要我们这边准备些什么吗？我现在就过去。至于要准备的东西嘛，我想杨主任帮我准备一些苯乙酮甲胺盐酸盐、多聚甲醛甲醇以及硼氢化钾，这些东西多准备点。行，我等一下去实验室看看，尽量多给你准备点。那谢谢杨主任了。谢什么？你可是我们学校的救星啊！挂掉电话，13就要走。13老弟，你等一下，看你这么着急，你就开我们所里的车去吧。这样不好吧？有啥不好的？你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车而已，拿去用。此时的卢有明心里也知道，无论如何要跟这小子打好关系，以后肯定会有大用处。那就谢谢卢大哥了。谢什么谢？瞧你说的，你就是我亲弟弟。随后13开着车就离开了云山县，前往省城。经过3个半小时的车程，终于抵达了省城。此时的杨云昭正在门口迎接着13。杨主任，你怎么出来了？我自己能找得到的。哈哈哈，我这不是着急着想，早点把稿子拿到手嘛。再说了，你远来是客，我总得招待好啊。那真的是太麻烦你了。不麻烦，走吧，去我办公室喝点水。13老弟，你之前有研究药物的经验吗？杨主任，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大可放心，这种药我之前曾研制过不止一次，肯定没问题的。你的那种药经过临床试验吗？这个还真没有。老弟，我知道你想帮那个女知青，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只是说，如果那个女知青因为吃了你的药发生了意外，你想过后果吗？这是我想不到，我还是想试试，即便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还年轻，这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搭上自己的前程。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更何况他是一个苦命的人。那好吧，实验室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等一下我会带你过去。另外，我将自己的宿舍给你腾出来了，
这几天你就在我的宿舍住吧。我住了你的宿舍，那杨主任你住哪里？我家就在后面的家属院，下班就回家了。那个宿舍只是平时值班的时候用，大多数时候都是空闲着的。那行，谢谢你了，杨主任。不客气，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如果需要助手的话，我可以给你安排。13老弟，你确定这药能用？肯定可以的。原本以为你得在这研究一阵呢，没想到你3天就把这个药治出来了。13老弟，你不要嫌我啰嗦，药这方面一定要慎重考虑，治坏了你的前途就没了。放心吧，杨主任。对了，这个大卡车是什么情况？忘记跟你说了，这个是康爱华康院长送你的猪饲料，总共是5吨，还有一些是你让我帮你买的5斤材料。本想着今天晚上咱们3个聚一聚，这不料你今天就要走。杨主任，你帮我谢谢康院长，我这次出门确实着急，那边还等着我救命呢，我得抓紧回去。以后你有什么事就联系云山县公安局卢队长就行，他能联系到我，我就先回去了。与杨云昭告别后，13就开车前往八宝梁。经过5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在中午抵达了村里。爹，这些是我在省城买的沼气池的5斤材料，还有5吨猪饲料，你找人卸一下。我先去趟女知青宿舍看看林婉婉。苦知青，你回来了。你怎么没去上工？婉婉的情况不大好，我担心她会撑不住，所以专门和王队长请了假。苦知青，你那个特效药弄回来了吗？弄回来了。说着，13晃了晃手里的白色塑料瓶。那婉婉是不是有救了？这个说不准，她这病的病根在心上，我这药对这种病确实有奇效，但问题是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能吸收几分药性还是个未知数。婉婉会没事的，她那么善良。行了，别哭了，让人看到不好。我这个药1天1粒，一会等她醒了，你就喂她吃1粒。她要是一直昏迷不醒，你就去卫生所找大夫，给她打针营养液。好，我一会就去卫生所。我先回大队部了，你照顾她吧。安顿完这些之后，13的心情有些沉重，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苦队长，你回来了。你在看啥书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挺好的，不过我建议你没事多看看高中的课本，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好。今天人都哪里去了？怎么这个点了？咋没见人回来下工？这几天为了赶工期，大家伙下午都不回去，一般都会干到10点多11点才下工。不回去那晚饭咋办？每家一个人回去做，然后送到干活的地方，就和秋天抢收的时候一样。对了，苦队长，刚才那位秦同志来找你了，不过你不在。秦同志，你说的是秦学义？就是他。13虽然不知道秦学义找他有啥事，但肯定是有正事。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应该是去饲料厂了。那行，你先看书吧，我去一趟饲料厂。刚到这里就看到秦学义。秦老师，你找我？13同志，我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一下。请教不敢当，有啥事你说。13同志，我听其他社员同志们说，这种新式饲料是你搞出来的，是这样的吗？是我研究出来的。实不相瞒，前2天我看到你们竟然给小猪仔喂这种呕糟糟的东西，我当时是很生气的。你可能不知道，长白猪虽然骨架大，长得快，但是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抗病害能力很弱，完全不能和我们本地的黑毛猪相比。而在所有的病害中，早期最容易导致小猪仔死亡的便是腹泻拉稀，所以我真的很担心你们喂这种饲料会不会将小猪仔直接给喂坏了。但是观察了几天，我惊奇的发现，这些小猪仔非但没有一头生病，反而比在农务学院的时候还要健康，一个个都活蹦乱跳的，生长势头不错。所以我就对你们的这种新式饲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秦老师，我们现在给小猪仔喂的这种饲料名叫生物发酵饲料，这种饲料相比于传统的猪草、谷物以及其他饲料而言，确实具有相当的优势。都有哪些优势？能说说吗？首先是提高饲料消化率，增强营养吸收，保证养殖动物的健康生长。生物发酵饲料里面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例如消化酶，补充的体内消化酶的数量，大大提高消化水平，保证吃进去的饲料不浪费，还营养吸收好，抗病能力就会相应的增强，发病率也会随之减少。对社员们而言，不仅是减少了药费投入，而且养殖过程更省心省事。很有道理，还有别的作用吗？使用生物饲料还能显著改善养殖环境，因为这种饲料提高了消化，养殖场内的有害菌没有了营养残渣进行分解代谢产生的臭味也就减少了，而这些刺激性气体对动物的呼吸系统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怪不得用了你们的这种饲料后，小猪仔蔫了吧唧的模样很快就恢复了，我还担心刚来这里他们会不适应，要赶上一批呢。秦老师你放心，这种事情在八宝梁村应该不会发生的，我们这种新饲料已经在养猪场的黑毛猪身上试验了一段时间了，试验结果很好。